沈怡独立于青州城头，眺望着远方的天际，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回望自己的过往，那些岁月如流水般匆匆逝去，却又仿佛在每一个瞬间停滞。除开妖魔武学，其中最为珍惜的莫过于逍遥乘风诀、两仪龙虎真意，还有吞天丹释法。这已经是青州能接触到最顶级的武学，但对于现在的我而言，作用已经是微乎其微。在真正突破至混元境后，我才算是理解了江秋兰当时说的那句话：为何仙门内没有我想要的东西？悟性卓绝，这东西是跟妖魔宝经一个用法吗？念及此处，沈怡咬咬牙，10000年的妖魔寿元瞬间消失不见。妖魔怨念一枚，所以我是要和这样一群东西推演武学。妖魔本源可重塑妖魂，侍奉左右，永世奴役，不得超脱，受尽世间万般苦，以护其主无上法，胜于妖魔寿元10400年。这枚妖魔本源用在谁身上，沈怡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如此浩瀚的寿元，唯有妖王才有资格享用。重塑妖魂，历经万年劫，消解心中怨，感悟其主无上恩，方得重塑前世魂。妖王青花夫人。沈怡神念间突兀地多出一道紧密的联系，青花夫人浑浊眼眸中像是被无形之笔稍稍点下，刹那间便是多出些许灵光，像是从回忆中清醒过来。青花参见我主。话音未落，青花夫人整个人消失在原地。沈怡挥挥手，她有些茫然的出现，再挥挥手，立刻又消失不见。还能这样？沈怡把青花又唤了出来，尝试着用神念触碰脑海中那个紧密的联系。我主饶命！看来我对其拥有完全的掌控，毕竟是要让他来尝试融入阴神的，这可不是什么小事。你还记得你是谁吗？青花曾是千妖窟麾下妖王，化血妖皇之妻，如今为我主护法，万死不辞。把你知道的妖魔洞府都说出来。化血妖皇身处千妖窟第19洞，百灵妖王身处千妖窟第197洞，九头青雀妖王身处千妖窟。等下，我是说在外面那种一个人住的。我化血妖皇曾管我极严，我心中不忿，离开千妖窟寻了僻静洞府，安心教子，身旁仅有奴婢和守卫，他们按时会向妖皇禀报我的行程，避免我与千妖窟以外的妖王接触。你这次来青州没有带护卫？带了2个替青花抱剑持伞的贴身小婢，赐下斗篷和驾云宝具，让他们在外面等候，顺便监视青州群妖，寻到笑月妖王下落，看笑月是何反应。若是情势不对，就立刻返回千妖窟去找化血妖皇。他们与我以秘法心心相连，在青花被我主斩杀后，现在应是已经回去了。我主神通广大，修无上之法，无需担忧化血妖皇。说人话。他吞吃了玄剑真人聂君唯一的记名弟子，已经被追了3年有余，连千妖窟都回不得。想要脱身并非易事，或许已经被斩杀了也说不准。或许吗？第1年，你尝试着让青花夫人融入阴神，和那逐渐长成的阴神意识厮杀。第18年，青花夫人成功和阴神意识融为一体。啊，结束了，进来。我与阴神意识融合以后，不免也会受到些许影响，而在那阴神的回忆中，对眼前青年的评价非常简洁：小且恐怖。因为内丹同时运出了混元境和五仙境，还可以同时行动，以后再和人交手，也算是多了一式杀招。这条路已经走通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怎么搞香火阅历。坏处就是，毕竟中间多了一道程序，要先给青花下令，再由他来控制阴神，没那么顺畅。毕竟当时碎丹靠的是道阴，虽有五仙的能力，但却没有五仙的底蕴。那群人好像比较闲，我也没打算吃青州的绝户，毕竟游龙涛是真急需愿力来干事情的。若是没记错的话，我还有个武庙记名弟子的身份，若是不算阴神，你还剩几分实力？我主。行了，出来吧。回禀我主，青花历经万年重聚妖魂，并无妖力可用，但是对上普通五仙的阴神，亦或者其余魂魄，应是没有太大压力。你对混元境有了解吗？没有，大部分妖魔很少会浪费时间去钻研武夫的东西，像青丘那般学人修法的势力终究只是少数。闻言，沈怡看着还剩10000年出头的妖魔寿元，再花费1000年凝聚出一枚妖魔宝经，开始推演吞天丹释法。第1年，你服下妖魔宝经，
开始推演混元之后的道路。妖魔怨念还在沉睡，唯有青花夫人能帮你提出些许意见。只要重塑出妖魂，以后好像就不需要妖魔宝晶来唤醒残念了。不过现在倒是没必要那么节省，毕竟人多力量大，集思广益总比青花一个人琢磨来得快。第79年，所有的妖魔怨念都复苏过来，围在你的身旁，皆是陷入沉思。除了笑月妖王和青花夫人，他们甚至都没有见过慧元宗师。第123年，小狐狸提出建议，既然当初你用了外丹之法，干脆现在也来个外婴之法。青花夫人敲了他的脑袋，告诉他离开身体的那叫阴神。这群妖魔已经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了，无论眼界还是阅历，都停留在很低的层次，还缺什么呢？阴神修士的所谓化神，就是抛弃凡身，重新铸就一尊金身法相。那混元修士的上面也叫做化神，应该也是一个意思。若是要以道婴为躯，那缺的东西可就多了。五脏六腑，经脉大窍。第723年，你不断的全力出手，耗去道婴的积攒，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感悟出全新的道路。众多妖魔怨念敬畏地看着你，臣服于你的宗师之威，止不住的拍手叫好。当初凡胎破出境就用这招，耗尽浑身积攒，最后摸索出了12大窍。现在混元突破化神还用这招，属于是养成习惯了。这群妖魔拿我攒下的寿元在里面显侃吹牛，这么久了连个思路都提供不出来，还是老老实实待着。相较于道婴的事情，青花夫人应该对淬体更有心得。我一直没有用魔血去铸就妖骨魔躯，是因为它是神通而非武学，没办法用面板来加速。化血魔牛动则万年寿元，用这神通来成就妖皇尊位，我穿越过来到现在还不足1年，这神通实在太慢了，最好能把这神通融入武学之中。念及此处，沈怡直接开始推演仙妖九退。第1年，你向青花夫人详细描述了仙妖九退这本武学，青花夫人向你解释如何用魔血铸就妖躯。第107年，青花夫人勤勉地替你完善这个思路，补全了以魔血喂养仙妖的手段，驱拿妖魔而蜕变己身。如今你九退圆满，混元九妖化魔大法未入门。不愧是妖魔武学，一如既往的粗暴简陋。100年时间，拿给武夫可能修个2仪真意，才刚刚入门，妖魔就敢弄出一本混元境武学，练不练得成他们是不管的，会出什么岔子也是不管的，反正理论上可以，那就没毛病。大概是因为代价太低廉了，我反而有些觉得不靠谱。气海之中，114滴魔血静静悬浮。九妖化魔大法怎么和自己想象中的江湖少侠形象越来越远了？百衣千骏马，佩剑游四方。本以为解决了前身留下的麻烦后，或许就能轻松一点，去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譬如路见不平，拔剑相助，再结识几位英姿飒爽的侠女，于江湖上留下一段风流传说。江湖少侠，风流传说，然后露面就被某人大喊这妖魔是沈大人。如今斩杀完笑月妖王和青花夫人，青州倒是暂时安稳，自己却又得罪上了千妖窟这等一听就很不好惹的存在。第1年，你调动体内魔血，融入皮肉肌骨，以此喂养仙蛟，它顺从地吞服进去，由妖力凝聚而成的身躯中多出一缕鲜红脉络，它开始消化魔血。第52年，仙蛟成功吸收了1滴魔血，修为已经接近仙路，它毫无意识地在你躯体内游动。山君和禅君本能地让开了位置。原本是打算以魔血铸就妖躯，但这本武学的思路则是喂养仙妖，手段像是在喂养道婴，使九妖全部成长为妖王级别。第2649年，仙蛟消化了第50滴魔血，它身躯上布满了鲜红纹路。此刻，这些纹路忽然泛起微光，一抹浓郁霸道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在这气息面前，即便是仙狼也得避让3分。第3816年，随着72滴魔血融入身躯，仙蛟终于停止了吞食，显得愈发凶厉。其余8头仙妖皆是藏于角落，再不敢靠近于它。你来自于仙蛟的天赋神通得到提升，混元
九妖化魔大法入门，剩余妖魔寿元4703，16年。从最弱的那头一跃成为最强者，这次推演的提升，甚至比狙拿笑月妖王时还要恐怖。不愧是妖魔武学，古怪归古怪，效果也是真的强悍。气海中的魔血只剩下42滴，暂时留给道英做补充的宝药。青花还是先用来看看吧，若是表现的不好，或者以后遇到了别的更强妖物，到时候再重塑一道妖魂，把它给融了换人。祭出道英的动静太大，红云又太招摇，还是用逍遥乘风诀朝着青州城赶回去，慢是慢了点，至少不会让人觉得有妖魔侵犯城池。回来了，还没走，这阴神都快溃散成烟了，居然还能镇定自若。我想多看看青州。对了，这是我准备向武庙递交的文册，你看看有没有问题。一封很规整的述职信，汇报了妖王身亡的事情，却九真一假的模糊了具体过程。被一起略掉的还有青花夫人。多谢，你不介意就好，朝廷赏赐什么的，到时候皆由你带领，自己收下便好。至于功绩和升职，我已是一缕阴神，这些东西都可以直接让给神域。得罪化学妖皇这件事情实在太大，肯定是瞒不住的，但至少把出手人的身份模糊一下，哪怕只有一丝概率，武庙会扛不住压力，把沈怡的身份出卖给外人，也要提前将其杜绝，以沈怡恐怖的成长速度，哪怕多瞒1年半载，也是很有必要的。该走了。你曾见过纪王妃，应该对玄光洞有所耳闻。此地门徒众多，性格各异，武庙示弱，如今又说不上话。但理来说，大前朝受了玄光洞的帮助，不该在背后言语他们。但我还是多嘴两句。三方同盟共同抵挡千妖窟，当初定下约定，每方势力各自承担500年的主力，轮流交替，也好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所谓主力，便是要出动化神境。大前朝的化神修士尽数陨落，唯一幸存的老祖也因神受损。后来还是由梧桐山出面重新定下规矩，在武庙老祖恢复以前，2处仙门各自派出化神境代替武庙抗妖，这算是大发慈悲了。但化神境人家出了，武庙也不可能再去争夺指挥的权利，故此在这500年内，整个大前的混元宗师尽数被抽调而去，只能听从仙门的命令，倒也合情合理。可问题就出在这里，若是梧桐山还好，那些真人性格冷淡，虽不怎么搭理旁人，却也不会刻意针对，只要你能完成他们交代的事情即可，其余不问。就像是咱们的捉妖人，出境的时候给人当狗，会员境了还给人当狗，那岂不是白修了？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不要暴露实力，联手抗妖是大义所在，但尽量保持自由之身，何苦让人这样糟践？玄光洞不同于梧桐山的高高在上，玄光洞和大前可是多年的老人家，明里暗里都在争抢这个第2的位置。他们现在虽派出化神境助阵，但对于我们大前的混元宗师，那可真是往死里去哟。记得上次去了13个混元宗师，最后只回来了7个。听上去一者高傲，看不上外人，另一者则是冤家。况且这也正好符合想要进武庙借点香火的想法，再用这金身去搜刮自己突破需要的东西，到时候带着一尊金身法相离开大前，无论遇到什么妖魔都有自保之力，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准备的速成之法，甚至在9州之地就能完成。至于江秋兰说的什么仙门也没有，不亲自翻翻他们的储物宝具，我可不信。想要达成这个目的，肯定不能以混元宗师的身份进武庙。你打算去皇城吗？去看看吧。你要保重。要走了。但养好伤就走。我曾见过龙大人亲自发出邀请时眼底的迫切，那种态度又怎么可能把沈怡推给玄光洞去糟践？替我还给尤将军。好。这个还你。若是要还当初的10几枚妖丹，这枚青花夫人的妖丹会不会太过昂贵了？若是想要赠自己一点作为留念的东西，这血淋淋的东西又略显奇怪。保重。
谢谢，这东西谁敢拿出来用？也不可能换成别的东西，除非想让化血妖皇知道他妻子死在谁的手上，几乎没有实际作用。但念及沈怡曾经杀妖取丹的熟练动作，或许在他眼里，或许妖丹才是最贵重之物，而现在他将其赠给了我。我想问个问题。什么？那个，你和林师妹是不是比较熟悉？算朋友，怎么了？没什么，我就问问，要不要告诉他你要进京的事情？不用麻烦，若是见到了，你替我向他道别吧。总兵大人居然这么紧，我还以为你至少要多留2，但照我的估算，江秋兰到鹰舍所应该还会在青州城多停留一段时日。本以为这2个小年轻会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经历性。至于林百威的小心思如此绵延，应把心思放在修行上，谈情说爱这种事情还是让给师姐去做。怪不得上次这么快就回来，纪王妃乃是大前外面来的，嫁进纪王府也算是屈尊降贵。听闻他有长辈在玄光洞修行，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位。不过你是一州总兵，倒是不必在乎得罪了他。对了，其实我还是很好奇，沈大人和秋兰上次去皇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真不想和这话痨同乘一车，分明就是阴神，不去天上飘着，非要学人坐马车。是我失散了，忘记了这样一位俊秀却又不失杀伐气概的大将军，对那深沉美人堆之中长大的纪王世子，恐怕吸引力要远远高于江秋兰。青州还是太小，我的资质又差，若是换成利州，即使是潭州，也能养出一宗中境武仙，拿下校月绝不成问题。武仙之间的修为高低，区别是一州的人数。自己一直找青花夫人询问武夫的事情，面前这个不就是正儿八经的人族高手，只是一直表现的都好像没什么用的样子，才让我下意识忽略了他。对于总兵来说是这样的，毕竟我们获取香火愿力的方式只有镇守的州郡，越大的州总兵就越强，当然也和资质脱不了关系。若是像陈将军那样，你就是把利州给他，他可能连碎丹都做不到。怎么这师徒俩都喜欢拿陈乾坤举例子，能不能给老爷子一点尊重呢？除了总兵以外，武庙内还有许多武仙，他们把持大权，掌握9州之运，在皇城范围内皆是能发挥出圣境武仙的实力，甚至其中佼佼者能短暂的控制金身法相。那12尊陨落的吗？虽发挥不出金身法相的全部实力，但也不是化神境以下的修士武夫能抵挡。至少据我所知，狮驼法相、夜叉法相这2尊曾经是动过的。可以动了，我要是能拿到1尊金身法相，是不是就相当于提前拥有了半个化神境助力？那会员呢？又该如何分高低？这个我先前也帮秋兰打听过，玄光洞有位真人曾修类似的冰煞之力，后来以凝煞归元之法，有用无比珍贵的玄晶宝玉补齐了道英的心脏，踏入混元中境。当时他正在大前朝做客，朝武庙老祖换取此物，所以才留下了记载。反正无论如何，总是绕不过千妖窟的。明白了，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所有混元武夫都在和千妖窟鏖战。如果说大前朝是为了庇佑黎民，维持武庙根基不倒，那仙门又是为何？就那么寥寥几10个人，个顶个的强者，难不成还找不到个栖身之地？总不至于是真的心怀天下。梧桐山他还信，玄光洞就算了吧。但目前看来，慧元宗师在其中很容易充当一个赴死的角色，化神境才是真正摘取果实的存在，还是得尽快拥有能参与进去的底蕴才行。2人停止了闲聊，马车就是日夜轮替，那宏伟的皇城终于是再次映入了沈怡的视线。高大健壮的妖马放缓了步伐，几名披甲将士一眼认出了这是青州总兵的车驾，皆是整齐行礼。江化言离开车厢，将文册递了过去。将士们看着悬空飘来的文册，赶忙俯身以双掌接过。看来青州又出问题了，这位总兵竟然连个随从都没带，也不愿露面，竟是直接寄出了一审，请总兵大人入城。随着车辆驶入城池，却是有个蓝衫小厮忽然在街边站定，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以后，赶忙转身朝着城西奔去。生2位姐姐，小的今日去了南城，看见了一事，想要禀报王妃。跟我走吧。
见了上次那小姑娘，本宫还以为青州颇为硬气，心中太服，没想到也不过如此。若是青州总兵来访，王妃要见他吗？见，为何不见？小的看见青州总兵来京城了。只不过本宫身体抱恙，王爷又不在府中，江总兵若是愿意，便在府外多等10天半月；若是不愿等，那便回青州去吧。当初徒弟如此傲气，想必是师父教得好，如今火烧眉毛才知道急了。青州急，我可不急，老老实实等着吧。等到什么时候我心里的气消了再说。我不舍得将儿子送往玄光洞，由此看来，这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有第二次机会的。奴婢明白了。对了，到时候见了人不必太过于客气，态度稍微冷硬一些。高耸的武庙大殿前方，左右两边分属捉妖人和镇魔司总衙门口，皆是站满了各州前来洗练的朝廷强者。上司不知道倒了什么大霉，分明排好了的顺序，结果武庙直接停了9州的洗练，这都这么长时间了，才算是重新开放。还行，是一位总兵，他身份虽高，却是无需洗练，应该是有别的事情。他喵的，掐着点来的是吧？上次就是这青年进去，武庙就关门了，我耳畔直到现在还回荡着10字。让我进去，我先到的。这么年轻，唤醒法诀罢了，老家伙装嫩。我去递交文册，你稍等一会儿。人生地不熟的，莫要乱走。好。回来了还不进来，在外面站着作甚？跟老夫来。沈姨见过龙大人。不必顾虑，一会儿老夫会派人叫他过来。庙祝这就走了，那洗练的事情怎么办？青州到底有何等重要的事情，能让庙祝大人随随便便就抛下了我们？总不至于是要被妖魔侵占了吧？况且就算是被妖魔侵占，按照武庙这群人的性格，也大概率是不会搭理的。怎么，总算是想明白了，还是你们青州又出什么事情了？若是青州之事，那就不必开口了。即便你是武庙弟子，记名弟子，老夫晓得。即便你是武庙记名弟子，我等也实在抽不出余力。若是混元境武夫有空，我倒是不介意看在沈姨的天赋上，出面替他请1-2位宗师助阵。现在确实是无人可用。沈总兵初次见面，尤龙涛接替他的位置做总兵，却多此一举的让你先暂待一段时间。老夫若是没猜错，便是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写得模模糊糊，真当老夫是傻子不成？上次来的时候，他便已经是我见过最年轻的镇魔大将，这才2-3月时间，居然变成了最年轻的9州总兵。无事，若真是无事，那江化元怎会变成那副惨状？原来是升总兵了，把江化元领进来吧，老夫等会儿去见他。龙大人，青州江化元呈上数纸文册，还请您过目。江化元敌不过妖王，两者战至重伤，这时就需要一人站出来收尾。他重伤后，未经武庙允许，便擅自把总兵玉符交于沈姨，借着小子的手来斩杀重伤的萧月，又怕武庙怪罪，才有了我面前这封书之文册。青州暂时无事，事急从权，我等又岂是顽固不化之人？不愧是侍奉金身的庙祝，简直和武庙老祖一样睿智。提前准备好的借口，此刻也用不上了。笑话，我武庙弟子，记名弟子，还需给他青州带什么总兵？既然你回来了，那就好生修习阴神法。至于吃香火的名头，镇魔司还有个副巡查使的空缺，你且先盯着吧。什么是巡查使？是副巡查使，9州总兵之上，设有巡查使1位，副巡查使2位，执掌镇魔司总衙。按理来说，巡查使需要那群混元武夫才能担任，负责巡视9州，替各地解决妖患。你是不符合条件的。不过巡查使此刻不在大前，2个副的不幸甚运，位置直到现在还空着。你正好是镇魔司出身，又斩了妖王，无需管事，挂个名头享用香火愿力，也不算坏规矩。当然，你要是闲得无聊，想去衙门里坐班也随你。只不过到时候面对那群求援的大将和总兵，你别觉得帮不上忙，落了面子就好。明白了。行了，随老夫去见江元花吧。见完了他，你也正好去和同门打个招呼。虽然名字唤作武庙，实际上与仙门无异，那些也算是你半个师兄师姐了。你以后修行上有什么问题，若我不在，你也可以向他们请教。有劳龙大人。不用再称什么大人，若是看得起老夫，便喊一声龙师兄。化元见过龙大人，都是阴神修士，龙虾人还是上境武仙。江化元知道对方瞧得见自己，不敢有任何失礼。不是让沈姨在外面等着，怎么一转眼竟是比我先见到了武庙中人？不会说漏嘴吧？毕竟沈姨虽实力强，
但一看就不善言辞。你挤眉弄眼作甚？只知道向老夫行礼，见了顶头上司反而哑巴了。顶头上司，这怎么升上去的？总兵的上面哪里还有别的职位？只能是巡查使。莫非是暴露了混元宗师的实力？青州江化远见过巡查使大人。行了，回去待着吧。去取一枚金狼玉符过来，既是你青州救人，你取了符以后，打开武库替他挑选一尊玉养神魂的器皿吧。至于品级高低，随你心意。办完了事情，再带沈姨来找老夫。当初提醒的是让青州这2位混元宗师稍微遮掩一下实力，糊弄一下武庙和仙门的耳目，避免许多麻烦。到底什么情况？沈姨是混元宗师啊，我可没说让沈姨混入武庙内部啊。上次来京城，在武庙内记了个名，是记名弟子，不是门生。快走吧，终于可以把这话痨找个罐子塞进去了。巡查使大人，这边请。请沈大人掌服。习惯了镇摩司先办事再吃饭的规矩，压根没想到过事情会这么顺利。大概这就是朝廷和门派的区别了。前者需要以规矩约束九州，求的是平稳安定；武庙更像是门派，要的是突破上限。沈大人，以此符可以打开武库，武库就在您的面前。若是没有别的事情，卑职就先告退了。面前，幻象法阵。这是很早以前武庙从外面请以法阵著称的大族前来修建，整个大前朝你都找不出第二个。那大族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用阵法活生生困杀了一尊玄光洞的化神真人，随后又用阵法将整个大族隐藏起来，直到现在，玄光洞仍旧没能成功找回场子。又是一尊上境武仙。需要什么？蕴养神魂的器皿。什么品级？让他自己去挑吧。不愧是混元宗师。说实在的，我身为一州总兵，竟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衙门里有这样一位天骄，甚至没有对其有过任何帮助。换做任何人，在镇摩司那种环境里拼杀出来，或多或少有些怨念，但却从未见过沈姨对我表现出丝毫恶意。多谢沈大人。在器皿中蕴养神魂是很枯燥无味的事情，或许一待就是数百上千年，但至少性命无忧。巡查使大人，卑职刘坤一直在总衙当差，您刚刚来皇城，有什么需要了解的，请尽管吩咐。好，有劳了。沈大人，这里共分甲乙丙丁4院，皆是来自九州之地的天才高手，其中有朝廷的人，也不乏江湖世家门派，关系脉络复杂。不过入了后3院，都是以武庙门生自居，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作乱，即便真犯了什么事，只需上报即可，自有武庙出手惩戒，不需我们镇摩司负责。他话说的委婉，实际上自从那位巡查使离开大前，2位副巡查使陨落以后，总衙早就成了个空壳子，帮各地镇摩司上报一下功绩，领取赏赐，做这种文职还行。真要动起手来，这群所谓的门生里，可不乏爆单圆满的武夫。到了，您先忙。武庙门生看似数量不少，实则分到偌大的九州，可谓是凤毛麟角，许多年都未必能新进一位，更何况今年还如此年轻，光看外表的话，甚至不到30岁。鄙人松州江鹤，敢问兄台来自何地？青州，申遗。青州我去过，沈兄弟可识的江秋兰，江某不才，游历九州之时，曾也与他切磋过2手。江姑娘手持赤色长剑，一手绝妙剑法，使得出神入化。江某远不及也。沈兄弟也来自青州，想必同样修为不俗。江秋兰号称青州最利的剑，问题他不使剑呀？爱吹牛也是江湖人的性格之一嘛。张屠户出境的时候就敢把他自己和燕行空、张衡州等名单境高手并列为青州传闻之一，也算是老传统了，还行。沈兄弟谦虚了，这副不愿多提的模样，估计是有些天资，但碍于年纪，修为并不算高，故此接触不到江秋兰这般的高手，但又不肯露怯。你也是来入武庙的吗？为何不进去？我在等人。等谁？用不用我帮你顶？你很闲吗？龙先生，学生这就去修炼。等久了吧？我也刚到。跟我来。
那小子看着不声不响的，竟然还是个大人物，能让龙虾老鬼亲自接待，至少也是个以愿的苗子吧。龙先生，以愿之内竟然要再添一人，吓到我了，原来是个阴神修士。贾院地位最高，却不代表实力高，更看重天赋。一个有希望凝练金身法相的阴神苗子，可要比一个年纪轻轻就爆丹圆满的武夫，让人更容易接受一些。你住这里，贾院没有太多规矩，但尽量避免以阴神进入师兄师姐的住处。个人有个人的怪癖，很容易惹起争端，旁人也不会进你的院子。好了，这是3元升仙大法，一切收好，随同修一法。我等的理解却全然不同，老夫就不误导你了。等修成上境悟仙，你再去武库挑选合适的金身之法。多谢，不必客气。武庙不缺功法，也不缺远离，我们缺人，没事就别出去乱晃了，安心在此地修炼。有任何事情就吩咐其他3院的人去做，谁敢不听，你就来找老夫，老夫帮你治他。第1年，你翻开了3元升仙大法，看了眼序言，随后将其合上。此法需下境武仙才可修习，你的阴神离这个境界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看来当初虽丹时缺少的积攒，此刻需要尽数补上。第56年，你已是下境武仙，终于有了修习此法的资格。你再次将其翻开，自从学会了吞天丹式法后，你对这些晦涩的文字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你而言，终于不再是曾经那完全看不懂的天书。第123年，你将全部内容熟记于心，随后陷入沉思。在你眼中，它只是从一本看不懂字的天书，变成了一本字字都认识，却完全不知道讲了什么狗屁的天书。同一句话，你和青花夫人2双眼睛看过去，然后解读出了48种不同的意思。你沉吟片刻，一头妖魔懂什么阴神之法，果断排除了他的意见。现在还剩下47种。照着功法练而已，有那么难吗？第793年，你觉得或许这本功法就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路而已，根本没有正确答案，又或者全部都是正确答案。与其空想，不如先练来看看。这或许就是龙师兄说的，虽是修同法，但并不是同路。但似乎整个流转的过程并不顺畅，反而显得极为生涩，甚至有运转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异象。第2900年，你总感觉不太对劲，刚刚似乎搞错了，然后第无数次改变了你的思路。幸好霍霍的是阴神，而不是我自己。就这种修法，迟早被整得走火入魔。算了，就当练手了。第3500年，阴神身边多出一道祥云环绕，白雾还在凝结，隐隐有凝聚第2道祥云的趋势，但忽然间又停止了变化。第4736年，你早已突破为中境武仙，就在触及到更高境界的瓶颈时，你突然感觉到寿元将近，心中不免生出蹉跎之意，暗自发出虚叹：武仙3元升仙法小成，剩余自身寿元2956年。耗尽的是妖魔寿元，又不是自己的寿元，蹉跎个屁啊！突破混元境之后，足足增加了2000年寿命。我现在也不过20-30岁，我正是年轻力壮之时，还是继续假装我木头桩子吧。我主的法身太过强悍，青花有些吃不消了。还是第一次控制阴神，青花没有说谎，这副阴神之躯确实已经有点过强了。青花是有些相对羸弱，勉强先用着吧，以后再换。现在没有更强的妖魔，也只能先凑合了。难道主人的神通已经强大到了如此地步，连阴神都能换一个吗？难道是要换自己？舒服，稍微大力一些。青花遵命。小先生留步。在下厉州启宗陆羽，这位是我家夫人，还未问过先生贵姓。厉州启宗，绝品宝具，免贵，申遗。您这是要出去，可有我等能帮上忙的？去坐班。
左班，这刚入武庙，肯定得了功法，不把心思放在修行上，去做哪门子的班？莫非对方还在朝廷当差不成？魏卓质疑，这是哪个州的总兵？沈大人，您这是？我的位置在那里。卑职这就带您过去。不用，你忙吧。坏了，这位沈大人就是被吴大人推上来吃空饷的，故此根本没有准备。谁知道对方竟然真的要来总衙炫耀一番，现在被这么多人看见了，这哪里还拦得住？都给我安静点，排好队。熊老弟，不是我说你，松州那地方有什么好待的，你就该趁早学我来武庙，保要功法不缺，还能认识诸多高手。就昨日，蒋某又结识了一位了不得的青州天骄，人家是入了乙院的爆丹圆满强者，年纪轻轻，一看便有混元宗师之资。我与那沈兄弟切磋了几招，颇有收获，境界又有了不小增长。恭喜江兄！我在武庙有认识的门生，那人是青州总兵，姓沈，昨日刚来皇城，便升了副巡查使。巡查使，江兄，你刚刚说你结识的一位青州天骄也姓沈，难道是？能否替我引荐一下？我这次信箱的没有胡吹大气，真有那层关系在，自己要是能请一位巡查使回去。可能是记错了吧，大概是性别的什么。对了，我想起来，叫李子立。我尽力好吧，你别抱太大希望。这个巡查使是总兵升上去的，又不是混元宗师，否则还进什么武庙？借过。上报公祭后面排队去。我与沈大人认识，还请小兄弟引荐一下。等着，我去禀报大人，让他们进来。卑职明白，估计这位沈大人还不知道松州的处境有多难，可不是3言2语就能打发的。沈大人是武庙弟子，这句话不仅点出了沈仪尊贵的身份，不同于门生，武庙弟子那都是修阴神的，并非什么混元宗师。我或许知道这江河的话里有水分，但没想到会到这种程度。就连这位沈大人修的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居然也敢说切磋过几招。快进去吧，还等着大人出来请你们吗？说正事。卑职松州熊面面参见沈大人。若对方不是混元宗师，说了也等于白说；如果沉默不言，岂不是在挑衅巡查使？怎么做都不对劲。你直说便是。我除了是阴神修士之外，还略懂一些淬体之法。禀告巡查使大人，松州有2尊妖王作乱，实在是快要撑不住了。2头？那妖王不用着急，路上再说。这位沈大人是打算巡查松州，来了总衙这么多次，第一次碰到这般的干脆利落。你想那么多干嘛？带着巡查使回去，总比一个人回去强。沈大人，您才刚到武庙，不是？卑职没有多嘴的意思，就是那个，我帮您去备马车。不用马车，过来。沈大人，用不用跟武大人打个招呼？跟我走就行了。昨日才被龙大人请回来的巡查使，在皇城待了1个晚上就走了。沈师弟，我来看看你。对方昨日才拿了3元升仙法，虽说自己不能替沈一指路，但关心一下总是没错的。沈师弟好歹也是阴神修士，总不会是路途劳累，到现在还没起床吧？你是说青州总兵没有来王府拜访？王妃，这次进京的总兵不是您认识的那个，是上次来王府的那位玄甲将军。青州换总兵了，那江化元呢？死了。若是这样，那青州现在的危险程度恐怕比我预料的还要严重许多。若是他来拜访，直接说本宫不在府邸，江化元不肯出面，让个小家伙顶到前面来。王妃，那位将军可能不会到王府来了。什么意思？沈将军收了总兵，来皇城不是求援的。你在跟本宫打哑谜？沈大人又伤了，现在是镇魔司副巡查使，也没有传出青州有妖祸的消息。沈大人进了武庙假院，现在已是武庙弟子了。让人去挑一件本宫的珍藏，要那种蕴养神魂的宝物，然后送到武庙去，恭贺沈大人高升。算了，备车，本宫亲自去贺他。既王妃来访，还请大人帮忙通传一下。访谁？难道还能是访你不成？王妃亲自来贺新上任的沈大人，他与沈大人乃是旧识。又来个旧识，抱歉，沈大人不在，诸位请回吧。沈大人去哪里了？刘某身份低微，可不敢随意透露沈大人的消息。若是有需要，等沈大人回来了，我会禀告大人。如果确有急事，2位便在外面等着吧。至于等多少天，我就不太清楚了。不在，让本宫等着。一个刚刚加入武庙的弟子，不学功法，不在衙门，
难不成出去郊游去了，拿着花糊弄鬼呢？分明就是提前打好了招呼不见我。没关系，不就是个武庙弟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欺人太甚。坏了，怎么了？沈大人，北指忘记替同僚领赏了。没事，回来一并领。回来了？难道青州那边的镇魔司都是这样说话办事？沈大人，北指想跟您再汇报一下松州的情况。怎么这也是个话痨？都给我讲了5次了，随你。你要是能不说是最好的。这沈大人每次在听完以后，不仅脸色没有丝毫变化，答复也只是简单的点头。他到底听没听进去？那可是2头妖王啊！算了，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松州乃是9州里面最小的那个，治下仅有8郡，这么小的地方，却是引起了2尊妖王的注意。整个松州的镇魔司和捉妖人，这200年其实就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拼了命的挑起2尊妖王间的争端。即便如此，松州8郡丢了4郡，这4郡现在被1尊妖王管辖，然后把另1尊妖王守在了松州之外。松州总兵丢了1半的城池，香火之力不足，甚至连5仙的境界都快要维持不住了。但真正打破这平衡的是松州外的那头妖王寿元将军，已经武力在与另1尊妖王相抗衡。那妖王想借香火愿力立秒成神，若是让他占据松州，到时候除非化神境出手，否则谁能拦他？百姓会信他？不信便死，不得不信。沈大人，松州镇魔大将已死伤过半，我等连最后4郡也快护不住了。沈大人，要从右边绕一下，堂堂镇魔司中人回松州，竟然还要先避过妖魔的领地，说出去是何等的可笑滑稽。沈怡平静看着远处的城墙，下一刻，一道被祥云围绕的阴神悄然立在了半空，仿若仙人降世。阴神脸色漠然，一双眼眸中尽是杀伐。我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也没兴趣知道，我只知道被主人唤出，便是大开杀戒之时，即便里面是妖王又如何，又不是没杀过。荒凉的城内，零零散散的行人麻木地走着，他们是被遗弃之人。赤木神君座下的花豹大将军砸碎了镇魔将军府的牌匾，杀了那身披残破玄甲的老人。至此，南岳城便多了一位妖老爷。我的主菜呢？西域城的今日是送不到了，今日主菜应该就是我吧，我这就去准备一下。麻溜些。一柄刀不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天上。他定然是被某人握着。总兵来了，可此地已经没有半点香火愿力啊！老匹夫，你的松州不想要了是吧？沈大人竟是直接祭出了阴神，不是这么信任我的。走吧，我只是想试试，阴神是我的，但由青花控制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斩获妖魔寿元？斩杀爆丹境花豹，总寿8700年，剩余寿元2900年，吸收完毕。阴神离体，那就是实打实的武仙，倒也符合武庙弟子的身份。但问题是，在没有香火愿力的情况下，哪能做到如此雷厉风行？从沈大人闭眼到长刀回来，总共不超过60息，除开路上的时间，也就是说，那豹妖连一招都没撑过去。沈大人，等等卑职。沈大人，别说话，通知镇魔司接管此城。一头妖君能镇住一座城，但肯定是控制不了整个郡的。手下肯定还有诸多妖魔分散在各县，这种清理杂兵的事情，倒也不用亲自去做。等到了，巡查使，镇魔司巡查使，巡查9州，镇天下妖魔，不就是应当如眼前这般？大人，我这就去通知镇魔司接管南岳城，然后立刻带人过来找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同大人把最后一点力气用来多斩几头妖魔。去吧。您这是，这东西怎么越看越像妖云？还有我等会儿要怎么找到沈大人？没有人在旁边候着，沈大人阴神出窍时，又该谁在护其左右？镇魔司回来了，镇魔司回来了。沈一盯着系统，只见上面的妖魔寿元时不时的会跳动一下，大多都是几十年，偶尔也会跳出来个400、500年。青花夫人曾经也是妖王，寻起妖来，甚至比我这个捉妖人还来得熟练。
上次斩了笑月，跑了那么多妖君，这次居然每个妖君都老老实实的坐在镇魔将军府里候着我，没见过，没见过。总兵，你从皇城回来了，可求来援军？一位巡查使。陈大人回大前了，卑职此次请来的，乃是新上任的沈仪巡查使。沈仪，沈大人出身青州，乃是武庙弟子，那头花豹妖君已被沈大人斩杀，还请总兵大人速调人，重新接管南岳城，然后随我去找巡查使大人。武庙弟子，那就是阴神修士，你们为何不与我商量一下，就直接动手了？松州丢了4郡，就剩这么点香火院里，不管是给我用，还是给那位沈大人用，又能起到什么效果呢？松州付出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才勉强稳住了2头妖王。虽说覆灭在即，但至少还有一段时间，只要等到陈大人回来，一切都还有希望。如今主动打破这局面，这是为了什么呀？你可知结果会是怎样？商量，巡查使办事岂会需要和你我商量？至少沈大人帮我把他带回来了，阻拦的话我说不出口，还请总兵莫要犹豫。巡查使如今还深陷南岳郡妖群之中，速度调遣镇魔大将和金领捉妖人，随熊某前去助阵。传我命令，让他们尽快朝丢失的4郡集结。带路吧。您不用阴神前往，有什么意义吗？我只是一尊武仙，不是真正的神仙，没办法同时应对2尊都比我要强悍许多的妖王。这样倒也好，巡查使大人替松州做出了决定，也不用我这个糟老头子发愁了。青花，青花，呼叫青花，快来收尾！回我主，青花遵命。这是去南岳城的方向吗？沈大人应该是已经去了下面的县城。这位年轻的巡查使大人只是看着冷淡，不爱说话，实际上心细如发，还同样在乎那群百姓。你到底请回了一位什么样的存在？沈大人说他略懂淬体之法，虽然不知道这个略懂到底是懂多少，希望他不是个莽撞之人。老夫镇守松州多年，从来没胡闹过一次，没想到第一次就要以剩下的半个松州为代价。不对劲，不对劲！我们所过之处，竟是连半头妖物也无，甚至连尸体都没有。若说是被人斩杀掉的，沈大人在外面祭出了阴神，为何沈大人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从皇城而来？又是武庙弟子，竟是比我们这群本地这魔寺差异还要着急。老夫现在有些担心，他既然这么焦急，那现在会去何处？去赤木神君庙。混账东西！你敢毁本君的神像，脚踩妖云，既非阴神，也没有道阴的气息。你哪里来的妖魔？那头白犀牛请你来助阵的。庙弟子，阴神修士，略懂。谁家的阴神修士能把庞大的妖王当破麻袋似的踹出去？不过，我也确实没感知到任何道阴的气息。我知道那头老狐命不久矣，正打算抽个时间去解决了他，没成想他倒是先请了外地妖魔找上我了。他出多少，我出双倍。好大的气力！这混账东西，竟是想要夺了我的武器！不管你是哪里来的妖魔，敢侵犯本君必有之地，今日是必要你伏诛在此。孽畜受死！护我左右！沈大人，杨某前来助你。本君，我是神君，你这孽畜！大声点，听不见。我是。是什么？这是武庙弟子阴神修士。阴神在哪儿呢？这分明是一头人形妖魔，以无比害人的方式解决了赤木。还有，他刚看向我的那眼，这头赤木大妖同时力压着魔寺和另一尊妖王，干的是霸道凶悍。然而在巡查使大人手上，
却入知同班，毫无还手之力。原来不只是会员宗师才能巡查九州，只要兼修淬体之法，武仙同样可以。巡查使大人，尽快安排人手，再把4个郡重新清理一遍，确保没有遗漏的妖魔。青花再有经验，也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更何况现在的阴神过于强大，他控制起来实在有些吃力。什么叫重新清理一遍？莫非剩余的4郡、白玉各县城，沈大人都已经去过了？卑职遵命。松州总兵杨千祥参加巡查使大人，千祥镇守无能，还请沈大人责罚。我不管这个，我加入镇魔司都不到1年时间，哪里懂什么惩赏规矩？不懂就不管，自有懂事的人去处理。江化元面对2头妖王，差点给整个青州都丢了。这老头的修为还不如江化元，好歹能手下一半，应该谈不上渎职。先去办事，召集一下捉妖人，把另一头妖王的消息整理出来，我等会儿来取。卑职明白。松州的妖货是没了，我的事情可还没办完。你管这个叫略懂？这也不是我说的，我怎么会知道沈大人谦虚到了这种地步？4弟甚至都不够支撑一次道英全力出手的战斗，不过他们真正的价值并不在此。剩余妖魔寿元94600年，这么多，近80%都是青花去搜刮的。再去松州边缘找找，看下有没有漏网之鱼。青花谨遵我主法旨。青丘、供奉、功法，怪不得一头妖魔突然想要改头换面，做个什么神君，原来是得了师承，先收着吧。这种阴神功法，顶多属于无奈之下的选择，何况就青花现在的能力，哪有余力去掌控更强大的阴神？要不再喂他吃一枚这个？再等等吧，这可是上万年的妖魔寿元，如无必要，后面给青花换了就成。还是先回武庙看看，有没有更需要修习的东西。横扫一笔丰厚的妖魔寿元，但松州这种情况可不是常态，若是别的州也像这样，大钱早就亡了。要是能捡漏一头化神境妖皇就好了。算了，该省省，该花花，算上之前的126滴魔血，应该够用了。第1年，你将魔血融入4只百骸，喂给了山君，他开始无意识地吞噬起来。第4200年，山君的吸收速度开始变缓，他身上的气势像是攀到了某种顶点，让旁边的仙蛟感受到了地位被威胁。斑斓猛虎蓦然朝对方看去，再次吞下1滴魔血。第7400年，山君吞下了113滴魔血，在其面前，无论是笑月狼妖还是新突破的仙蛟，都被那强悍气势压迫得匍匐起来。你的山君神通得到提升，剩余妖魔寿元87200年。当初青花身上也仅仅凝练出80余滴魔血，这头山君曾经只不过是刚刚突破至楚丹境，却是吞下了113滴，如今也完全算得上是质的飞跃了。这就是妖魔淬体武学的特点，方式笨是笨了点，但绝对明码标价，1分钱1分货。突然换我回来，你们都知道了吗？我尽力了，替他送去天才地宝，可他大限将至，又被赤木妖王重创，回天乏术，只剩半口气了。知道了啊，知道了。完全没想到等来的会是这样一句回复，我们辛辛苦苦上百年才营造出的局面，已到了即将崩塌之时，而总兵竟然是这般反应。你们别这样绝望，再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已经没事了。什么意思啊？巡查使亲至，肃清群妖，松州已无妖祸。我们安排了所有人手清理各处县城，到现在还未发现任何一头妖魔的消息。巡查使都会好起来的。都干嘛呢？我要的妖王消息准备好了吗？禀告沈大人，您要的消息在地上哭着呢。等会儿再哭，先干活。此刻寿元倒是不缺了，但魔血却是紧张的很。参见巡查使大人。不必多礼，带我去找剩下那头妖王。妖魔之间同样视对方为宝药，若是让别的什么东西抢走了我的魔血，那才叫血亏。
现在已经开始光明正大的给本王送吃食了。这些年辛苦你了。说来滑稽，要是没有这头妖王，松州还真撑不到今天。大人，就是他。是谁？行了，你先回吧。完全没想过白溪妖王会是巡查使的对手，但同样也没想到会结束的这么快，乖乖跟杀鸡似的。斩杀混元境白溪妖王，总寿13800年，剩余寿元3年，吸收完毕。浪费我时间。59滴，居然比赤木妖王还要强上许多。看来那本万象神修大法还是挺厉害的，能让黑熊以弱胜强，报答老前辈。反正也没费什么力气，就当白捡的了。杨天祥仔细安排完所有事情，又交代了众位镇魔大将如何安抚民心。身为一州总兵，论起实力，他在巡查使大人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但对于这些麻烦的细节事务，却是颇有一番经验。按理来说，犯下如此大错，我应该是被押送回去的。所幸沈大人宽容，竟是连一句重话都未训斥过我，当然也没有说过别的话。不知玄光洞长青真人来我大前有何贵干？随便逛逛，顺便通知你们，有位宗师不幸陨落。我等知道了，大前朝总共便只剩下7位宗师，莫名又折损1位。但这玄光洞的人不仅面色如常，更是连缘由都懒得多提一句。若无其他事情，我等告退。虽然口中说着粗鄙武夫，但实际上所有武庙弟子都知道，他们和混元宗师皆是为了镇守大前，乃是手足兄弟。此刻如何不怒？但不能怒，哪怕是流露出些许异样神情，惹怒了玄光洞，都只会让在外面的宗师们遭遇更加不公的对待。等一下，本座受好友之托，来向诸位寻一位小友。我那好友乃是青丘长老，他有2位徒儿外出历练，却在大前忽然消失了一个。诸位可有消息？并不知晓，若是需要帮忙寻找，我等会尽力相助，派人去九州打探消息。多谢，不过就不劳烦武庙弟子了。那青丘门徒的师兄已经替各位搜集了消息，他师弟消失之地乃是青州阳安郡，他曾去信青州总兵江元化，得到的回信不知道不清楚，有事问武庙。姓江的小子竟有如此阴气吗？青丘与我3方同盟，向来无怨无仇，更是我玄光洞极力争取的助力之一，希望武庙理解一下。我等也是为了让大前宗师能更安全些，他师兄已经查得差不多了。当时途经北崖的宁丹境以上古夫仅有3位，其中2个实力太弱，全然威胁不到青丘门徒，唯有剩下1个消息太少，仿佛凭空生出，希望诸位把此人带来给我，本座也好给老友一个说法。具体缘由青丘会去细查，若真与他无关，本座自会将他带回大前。虽说青丘向来中立，但再怎么说也是一堆狐妖，大前不招惹他们也就算了，竟还敢请人到这里来讨说法，简直欺人太甚。换作全盛之时，大前说1，那青丘可敢说2。别说什么门徒，就是斩了他的长老又能如何？敢问真人想要寻的是谁？青州沈仪。真人可敢再说一遍，你要的是谁？青州沈仪。区区一个濒死的武庙，还能翻得起什么大浪？还敢用这种威胁的语气，真是在这破庙里待久了，脑子都不清楚了。好啊。你们什么意思？本座的意思就是，你区一个上进混元宗师，称你一声真人一世太君，你若再敢在本座面前提起这个名字，今日便陨落在此地吧。你是不是忘了本座来自玄光洞？我只是替青丘问一句而已，没必要大动干戈。那就请回吧，不送。对于衰败不堪的大前而言，祭出陨落的化神金身，几乎是他们最严厉的警告，仅次于唤醒唯一的那尊化神老祖。以龙老鬼的修为，能支撑法香多长时间？1炷香，亦或2个时辰？我不知道，也不敢去赌。这群混账东西，也就只能在这破皇城里嚣张，看家犬罢了。青州沈仪，
原本只是受人之托，顺便过来问一句，但这武庙弟子的反应倒是让我有些意外。青丘湖里查了这么久，都未能查清沈怡的底细，整个青州镇摩斯像是吸了闭口禅似的，无论通过何种关系去旁敲侧听，只要提到这个名字，立刻变成哑巴。即便有些愿意开口的，说来说去也扯不明白师承是谁，修的什么法，具体境界通通一概不知。编故事倒是在行，说出来的事迹简直令人发笑。前几个月还在和出境狗妖打交道，紧接着就开始力斩爆丹圆满蛟龙，牛头不对马嘴。这些消息明显就是武庙提前准备好，现在放出来掩人耳目的。为了护住此人，花费这么多心思，看来是对其抱有极大的期待，还未认清现实，想要重新找回曾经的地位，不肯乖乖替玄光洞看家护院，连条狗都做不好，恐怕得再挨上几鞭子才能长记性罢了。如是转告便是。龙师兄，你这是做甚？祭出金身法相，威风是威风，可这不就相当于把事情给认下来了？那青丘门徒真是沈怡所杀？我哪知道沈怡曾是青州镇魔大将，就青州那副烂摊子，能勉强守住本地妖魔就不错了，哪里会去平白无故招惹一头路过的狐妖？但我知道沈怡的天赋，但凡是长了眼睛的都能看出来，何况青丘那群狐妖，就他那宛如貔貅般的恐怖天资，简直是天生的阴神修士。一旦消息传出去，千妖窟必定会全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中。那倒也是，龙师兄最好再提醒他一下，若无必要，尽量不要离开皇城。我提醒个狗屁，就一晚上没盯着他，人就跑松州去了。去松州做什么？我给了他一个镇摩司副巡查使的位置。你没有跟他说清楚，那是用来吃香火的。难道还真有阴神修士会老老实实的去巡查九州，也不看看这活能干得了吗？应该说清楚了吧，我总不能直接把吃空饷这3个字明明白白说出口吧？但凡是个脑子灵光的，应该都能听出话里的意思。瞧你办的事，他本就是年轻气盛之辈，哪里受得住那群人的苦苦哀求？不必担心，松州杨千祥知道轻重，他不会真让你那宝贝师弟涉险的。龙师兄去歇着，接下来的洗炼由我们来就好。以上境武仙的修为，强行掌控狮驼法相，光是刚才随便动上2下，至少就需要10多天的时间，才能让阴神恢复到圆满状态。不必，不知怎么回事，总感觉心里有些发慌，好像惹了什么麻烦似的。沈师弟不会真出事了吧？新上任的巡查使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被松州请去了，直到现在还未归来。松州的情况那就是个随时都会炸开的大麻烦，表面看上去还能维持，但实际上一旦出现些许偏差，下场甚至会比青州还要危险。杨先祥，你他喵的！杨总兵，你怎么来了？沈大人让我自己来总衙述职。你给我看这些干嘛？整个镇摩司谁不知道你丢了4郡？沈大人呢？松州就一个下境武仙，要守2尊妖王，总衙实在派不出人手去支援，但心里还是清楚的，不至于硬要把责任全扔给这老头。沈大人，他回去休息了。不只是沈大人无视我，好像镇摩司也没把我太当回事。我好像是九州总兵前来请罪啊，好歹给点反应。你给我站这儿，不准走！一直以为沈大人是武庙派来松州助阵的，但现在看起来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沈怡他人呢？终于回来了。今天要不给沈怡长长记性，我就白修了这些年的阴神。天骄最怕什么？在还未成长起来之前便陨落。这般年轻人最是心高气傲，不听劝，如今又被青丘记挂上了，确实应该好好教导一下，哪怕严厉些，也总比真出了事情以后众人在暗自惋惜来得好。回去了，有必要吗？难道这位巡查使刚回来，还能又跑了不成？这是要干嘛？沈师弟，此次松州之行可还有去？还行。下次还去吗？看情况吧，去不去主要得看有没有吸引我的东西。龙师兄，长记性归长记性，也别太伤年轻人的面子。沈师弟，你听老头唠叨几句，这天下何其广阔，区区九州之地算得上什么？该休息的时候就先收心。若是你能铸就法相精神，成就化神境界，何止万年寿元，到时候天下什么好耍的你耍不得，哪里美景你看不得，何必急在一时？你记住了吗？这老鬼就是这样给人长记性的，没出息的东西。再说了，
即便你去了宋州，除了白白浪费时间，还能起到什么效果？原来武庙也似乎并不了解沈大人的实力，杀了2头妖王，肃清了松州所有的妖魔。闭嘴！你在说什么混话？他一个阴神修士，沈大人淬体无双，横压大钱，这才是阴神修士应该走的正道。你刚刚说是这位沈大人替你们松州肃清了妖祸，靠的是什么淬体之法？谁说五仙肉身羸弱？沈大人无需道阴，甚至连天地气息都未调动，仅凭一双肉拳，活生生打死了1头妖王。你还兼修了淬体之法，浪费，真是浪费！本以为沈怡这般年纪便成就武仙，已是惊世骇俗的天资，没想到他居然还肉身阴神皆修。你要不要再把道阴一起修了？要是把这时间用在阴神上，说不定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凝聚精神了。糊涂啊！寿元岂是可以如此浪费之物？还不出去，再次耽误他修行。我也出去，你安心修炼，有什么需要的便来找我，或者去武库自取便是。都说天道之功，皆是爹娘生养长大的凡胎肉体，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龙师兄倒也不必觉得自己错，别忘了，此等天骄我大前也出过一位。祝师兄20岁凝丹，26岁爆丹元神，40岁便开始凝练金身。如今他已3900岁了，不还是在武库守着金身法，整个人痴痴呆呆，忽等阴神溃散之日。沈师弟应以他为鉴。其实显露出淬体修为本就在计划之中，毕竟还要靠着武庙吃香火，但又需要出去斩妖，收获寿命和魔血。自己身为阴神修士，却可以在各地斩杀妖王的事情，总要有个解释。阴神这种东西，若是需要亲自操控，其实对我用处不大；但若是能以妖魂操控，那概念可就不一样了。就像这次和青花一起动手，便能收获双倍的妖魔寿元。这些香火愿力应该够突破到上境5仙了吧？在无数次的尝试中，阴神显然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白雾在他体内流转的愈发圆融，接下来应该不会再出什么大问题。2道云纹就是上境5仙，可这本功法却换作3元升仙法，也就是说上境并非圆满。但无论在总兵还是龙师兄的口中，都是上境之后就可以考虑凝结金身，大概是寿元窘迫的缘故吗？管他呢，练来看看，反正现在妖魔寿元还多，香火愿力武庙也不缺。第2400年，在足够的香火愿力补充下，你的阴神周身缓缓多出第2抹云纹，身躯凝如实质，神情愈发漠然，来自世俗，却又远离世俗，此乃5仙上境3元升仙法大成。青花，青花。若是让别人看见一尊阴神是这模样，会发出怎样的嘲笑？我主，再给青花一点时间，只要再努力些，就不会被换掉。摔了10几次，应该是站不起来了。看来这万年的妖魔寿元是拖欠不掉了。算了，反正这次青花挣了这么多，也不必这么抠搜。妖王真，青花夫人，感激我主恩赐，青花定不负我主众望。没什么众望，认真干活就行，干得好了再给你1枚。整个镇魔司的香火愿力供养一尊上境5仙已经是极限，也该去找师兄问问有没有别的空缺了。他身上的内身看上去就挺不错的，还是等几天吧。虽说他已经把我看作天才，但这速度也确实有些夸张了。反正拿了香火之力，也是为了凝练金身法，不如先去武库挑本金身法学着，差不多入门了，再去想香火愿力的事情。来了，进去吧。5仙法还是淬体法？一位5仙笑盈盈的凑过来，随口开了个玩笑。阴神修士淬体的稀罕事，在整个大前都是第一次发生。有劳，我想看看金身法。龙老鬼道士说了，武库对青年完全开放，但这才过了不到1个时辰，
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过来看金身法，这对万物都好奇不已的急躁性格，倒也符合少年天骄的身份。众人并未出言劝告，只是笑着替沈怡指了方向，在那里有一尊活生生的例子，这天骄只需看上一眼，就比千言万语更能警醒于他。前辈，劳烦让一下。啊？哦，你是来看金身法的？我陪你一起吧。这里的20多本金身法，我全都看过，熟记于心。整个大前都没有比我更擅长金身法的修士。我信，忘记了，你叫我师兄就好。多谢师兄。显然，他就是那种受限于资质，始终突破不了化神，以至于肉身都枯竭的修士。还好我的妖魔寿元充足，不然估计也是一个下场。右边的才是金身法，左边都是一些关于混元武夫的东西。竟然把混元境武学和更高一级的属于化神境的金身法放在一起，江秋兰当时说的可能是真的。武庙确实没有掌握关于道阴化神的途径。都是历代化神修士从外面找回来的，有损伤是很正常的事情。23种金身法，但完整的仅有13种，其中12种都可以凝聚3丈金身法相，只有剩下那本罗汉金身法相可以成就6丈金身。体型越大，实力越强。经历了许多场战斗，发现并非越强的妖魔就越大。譬如青花的本体也只有30丈长短，相较于当初阳春江200-300丈长的蛟龙，可谓是娇小无比。但两者的实力差别却是和体型大小完全反过来了。金身法像由香火愿力凝聚而来，在大多情况下，体型越大，也就代表着底蕴深厚。我想看看罗汉金身法。好。其实所谓金身法，并不一定要修习最强势的那门，相较之下，还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适合吗？阴神修士突破化神境最重要的一关，便是看清楚你在5仙境界时随意挥洒出去的那些白雾到底是什么东西。试一下，是千百人同时低语，每个人都诉说着不同的事情，倾泻着截然相反的情绪，贪嗔恶、喜怒哀。香火愿力甚至被武夫们称之为捷径，捷径终有代价。你现在要用这些东西去凝聚一副新的身躯，那也就代表着这些心念成了你的心念。金身法的第一道门槛就是选择一种方式去消化这些杂念，不至于让它化作你的心魔。狮驼法选择的是守家土、守国门、守黎民众生，以此为誓约。罗汉金身法选择的是镇，至于镇什么我不太清楚。老祖当初选择的是镇压黎民苍生，所以他一旦阴神受损，就遭了反噬。终于知道为什么当时会觉得公台上的武庙老祖像个老年痴呆，整日被这种聒噪声反噬着，哪里还能保持清醒？我观遍23法，却发现没有一条路适合我。我想了很久才明白，原来是我天资太高，这一路走得又快又稳，从未遇到过丝毫阻碍。众人捧我，妖魔惧我，故此我根本无法理解这香火愿力中的杂念。我心里永远只有我的化神大道，如今走到尽头，却发现23扇大门竟无一扇肯对我打开。曾心疲力竭，辗转难眠，发誓要守护大前，正得狮驼金身。我骗得过所有人，却骗不过自己，也骗不过这漫天的香火愿力。师弟，我先前隐隐约约听见他们说你也是天骄，还好，这就是我不理解的地方。你我都为天骄，但你居然真的听懂了。刚才送出一缕白雾，他居然真的在仔细倾听其中杂念，虽然眉头微蹙，但也从头到尾听完了。同样的白雾，在我的耳中却像是无意义的叽叽喳喳。天资好的心性不够，脚踏实地走上来的，通常天资又不行，寿元窘迫，听上去就很头疼，宛如一个死结。怪不得大前朝从古至今也只有13位化神修士，我的情况说是还好，实际上也就比这位骷髅师兄稍好一些，毕竟穿越过来才不到1年时间，见过许多疾苦。但要说有多深的体会，和那群一步步从底层厮杀上来的镇魔司差役相比，还是相差甚远。但我的优势在于时间，只要路没堵死，总能走过去。这位师兄顶多只有2-3千年的寿元，而我有整整20多倍的时间，功法在手，资源不缺。这要是还突破不了，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不过在此之前，骷髅师兄，这罗汉金身法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妖魔寿元充沛不假，但也没必要浪费。
有个现成的讲师在面前，自然要利用起来。祝牙正愣了一下，然后坐到沈怡身旁，一个字一个字的轻声替其讲解起来。沈怡悟性平平，但在神念的加持下，记忆力却是强悍无比。不去理解，只死记硬背，剩下的交给推演中的沈怡。还没出来吗？那位姓沈的副巡查使已经进去有2-3天的时间了，祝师兄也一直待在里面。这是什么意思？修习金身法的最低门槛也是上进5仙，沈怡好像才加入武庙1个月，其中还有20多天去松州巡查，他哪来的时间吞吃香火愿力？我跟你们说个事，龙师兄之所以这么看重沈怡，就是因为他能瞬间吞掉金身气息，这体质可太适合修习阴神了。直接略过最耗时间的吸收过程，剩下的便是使用香火愿力来凝聚云纹。这种事情纯粹看天赋，一朝得悟都可能发生。这路走的可比当初的祝师兄还要顺。师弟，你为何一言不发？难道全都懂了？我习惯先记下来，一个人慢慢琢磨，若有疑问，再来向师兄请教。如果要让我自己研究，等读懂这本金身法，至少要浪费几十上百年的妖魔寿元，也有可能更多。骷髅师兄看着呆，实际上真的算是大方到极点，能将数千年总结的经验不吝赐教。原本还觉得剩下那点稀薄愿力简直不够看，但经历了先前的消化后，心理感受又有变化。能把这些消化完，可能就算是金身法入门了。第1年，你翻阅这本化神功法，领略着何为超脱，血肉终有枯竭时，唯有金身永不灭。你对这本功法已经有了些许见解，现在需要慢慢消化。第377年，你将整本功法融会贯通，开始初步尝试入门。你调动了一缕香火愿力，细细品味。第1800年，你已经消化了许多香火愿力，你的脑海处于极度的混乱，你表情时而狰狞，时而温和。太急了。多谢骷髅师兄。不客气，我会清心法诀，你要是感觉不对劲，就唤我一声。但此法诀属于小道，用多了会让你产生依赖，你还是要尽量去感悟金身法的镇字诀。我知道了，全然没想到那些杂念的危害会如此恐怖。普通人的心念对于修士而言其实算不上什么，但这个数量若是膨胀到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也还是有些吃不消。第6300年，你感觉自己的神魂已经被杂念聚满，再多1分便会神智彻底崩溃，你得将其全部镇压下去。可是要镇在何处？你看向了旁边的青花夫人。对啊，我不是还有妖魂吗？第6900年，你将诸多心念尽数寄放在了青花夫人的魂魄内，看着她和你一起痛苦地抱着身子呆坐，你心情突然平复了许多。师弟，你这就渡过去了？一半吧，能不能渡过去，得看青花夫人还能承受多少。她是妖魔，是那些心念最痛恨的存在，如今被强行寄托了杂念，宛如被火烤油煎，身处炼狱，受尽世间万般苦，以护其主无上法。受罢青花，2万年的工资不是白拿的。这些杂念宛如心魔，灌入的妖魔寿元越多，折磨就越猛烈。推演中过去了几千年，然后把所有情绪在短短几息时间内汇入我的脑海，不变成疯子才怪了。我抗住了前半段折磨，剩下的便要看青花的本事了。一半，我这样的神情，似乎在很多人脸上都看过，只不过通常都是别人对着我表现出来，这就叫做震撼吗？他遇到的难关其实很简单，就是单纯的天赋太高，潜意识里压根没拿他自己当人看了。这问题再容易解决不过。上一个觉得我天资无敌的江秋兰，已经在自己磅礴的妖魔寿元之下，差点道心破碎。也让这位师兄体验一遍，保证药到病除。18000年的妖魔寿元，换来了罗汉金身法的入门。祝师兄蹲在旁边，给沈怡诵念着清心法诀。他眼睁睁看着这青年坐在角落，然后跨过了他3900年都未触及的深渊，心里莫名发酸，但又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羡慕，不止羡慕这种滋味，大约是7天前体验的，现在的感觉要更深一些，那就是嫉妒。对，我嫉妒你。差不多了。师弟对这些也感兴趣？高深的血泪了，来点粗浅东西洗洗脑子。也有道理，我以前也这样，只不过看的都是一些杂书，倒是没有看过混元武夫的东西，总感觉有些粗鄙。师弟接下来要去做什么？去武庙找龙师兄要个空缺。快看，沈师弟可挑好了心仪的金身法？多谢，已经挑好了。此话一出，
在场五仙皆是面色微变，挤出笑容，互相对视的目光里隐藏着浓郁震撼。青年相当于是承认了上境五仙的修为，简直恐怖！先前的传言是真的，这天骄的确拥有强悍到让人无法置信的吸收能力。如今选了金身法，那必然是要调用武庙弟子的香火愿力。朱牙正已经用亲身经历证明了天赋未必对凝练金身有效果，但他毕竟吃的不多，即便浪费也有限。要是换了这尊貔貅来，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怎么了？咱们那位师弟又巡查九州去了？那倒不是，一直在武库内修炼。老夫就是觉得他与我们不太亲近。从他第一次进皇城到现在为止，总共才见了3面，莫非是我等又老又丑的缘故？沈怡见过几位师兄，乔龙老鬼说的，人家这不是挺客气的吗？你这是怎么了？跟着阁楼内的师兄修习金身法，有些疲倦。你已经开始接触金身法了？还在摸索。摸索就代表着你入门了。大概猜测过沈怡突破至上境无限的速度，很可能比我预料的还要快，但仍旧是没想过，在拥有足够愿力的支持下，竟然只用了不到2个月时间。你先用我的，到时候再找人给你让出一个位置。龙师兄，沈师弟，我派人去青州调来了你加入镇魔司后的履历，除了斩妖除魔，近乎掏不出一件别的事情。老夫想要信你一次，我能信你吗？我试试。龙师兄，你这样很容易被扣上独断专行的名头。此次轮值结束，恐怕没有人会再选你做庙主。陈可用猛药，沈师弟有超过祝师兄的天赋，却无祝师兄的瓶颈。若连他都不行，老夫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救大千。若是他成了，那以后让老祖坐右边，沈师弟坐中间，老夫肯定能坐上供台左边。至于那些闲言碎语，我龙老鬼的脸皮还算厚实。大前，一座摇摇欲坠、勉强维持的高楼，自己的不少仇家，譬如化雪妖皇和青丘，都被这座高楼拦在了外面。务必要在高楼崩塌之前，拥有足够自保的实力。若是可以的话，也尽量扶住这高楼一把。功法资源直接给，也从不替自己找麻烦。唯一的要求就是安安静静在武庙里待着。可惜，就连这唯一的要求，我都无法答应。五仙3元升仙法圆满，天赋不行，那就把基础再打牢靠些。如今万事俱备。10几日时间弹指一瞬，龙虾人身形略显佝偻，负着双手，在假院中无所事事，看着就像是个行将就木的普通老人。没有了金册傍身，自然也无需再主持武庙洗练，算不得轮值庙主。独断专行，趁着老祖沉睡的时候，全然不把假院其他师兄弟放在眼里，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竟是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我不希望沈师弟变成第2个主师兄，但龙老鬼正一步步把他往那个火坑推去。沈怡从入武庙当天便执掌金狼玉符，1个多月时间便拿了轮值庙主的金册，没有遇到丝毫阻碍和刁难。这一切全都是出自龙虾人的手笔。这老鬼替整个武庙做出了决定，所以是谁给了他这个权利？那份金册代表的香火愿力，这些添少了3成。我等要不要趁他还未反应过来，先争抢一部分留作积攒？他也抢，你也抢，所有人一起抢。那等真正要用的时候，干脆我们全都束手就擒吧。沈师弟如今在做什么？散心。师弟，能不能再给我看一眼那个？唯一感到奇怪的就是沈师弟祭出金身法香以后，整个人就变得无比冷漠，从不肯开口说话。祝牙正恋恋不舍地把阵法收起，却也没有过多要求。毕竟像这种金身没有彻底成型之际，乃是一尊化神境修士最紧张的时候，往前一步就是海阔天空。若是被人提前截杀，那才教导了大美，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沈师弟愿意透露给自己看一眼，已经是莫大的恩惠。师弟，这是什么情绪？眼红，恨不得生吞其骨肉。不对，我就是感觉很绝望。为何我不能拥有这样一尊金身法相？看着你的背影，有些望尘莫及。资质不行，是这样的。我现在确实有点想生吞其骨肉了。其实这东西也没什么意思，多用几遍就腻味了。师弟请走吧，我想一个人静静。自己的良苦用心有了成效。圣余妖魔寿元
24100年。想过铸造金身的过程会很困难，但没想到会困难到这种地步，整整用了2万多年。这7尺高的金身也就是个半成品，连小成都算不上，估计放在化神境里也是最弱的存在。之所以止步不前，倒不是香火愿力不够了，而是青花快疯了。捷径终有代价，那就让别人来承受。别生气了，或许是有真的急事，否则又怎会连招呼都懒得跟你打？我才没有生气，我知道他肯定有急事，定然是忙着斩妖除魔。若不是沈姨悄然离开青州，估计这小妮子还舍不得把那缕妖君气血拿来换武庙洗炼，这哪是为了洗炼，分明就是找个进京的借口。看上去也不是很忙嘛。又是一头青州的爆丹境妖君，又是玉叶境武夫，不是这位银灵捉妖人也叫沈姨吗？没想到沈姨到了皇城竟也如此出名，这才离开青州2个月，就连捉妖人总衙也能随口道出对方的名字。不用等了，直接去吧。青州何时在武庙有了这么大的面子？自从松州的事情传开，哪个州的人都担心自家会突然起火，到时候还得依仗那位巡查使大人，相较之下插个队算什么？怪了，那我去了。没事，你先去洗炼，等结束以后老夫带你去找他。我才不要去，现在我只想回青州，再也不要见那个大混蛋了。现在人也跟别人跑了，留给自己的气血也没了，连个念想都没有了。别发呆，认真点。看上去和沈师弟还挺熟络。你怎么在这里？我没事儿，慢慢聊，我们不急。上次来武庙洗炼的时候，可是见过这几位的，除了最丑的那位爷爷，剩下的也都是冷着一张脸，哪有现在的和蔼模样？等等，终于想起来为何会觉得沈姨身上的青衫眼熟了。在武庙内能穿着青衫者，那就意味着对方乃是执掌武庙的庙主。让你收心，不抓住机会赶紧突破宁丹，在这儿瞎寻思什么呢？哦，好歹也当了这么多天的庙祝，这点东西还是能学会的。我可不希望沈姨借用职务之便，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明你的丹，当初从林家拿点银子回来，这女人怀疑自己去抢街坊，现在又在这里疑神疑鬼，莫非自己的形象就差到这种地步？别说沈师弟上回还剩下一次洗炼机会，就算不剩，镜册都给他了，还差这点。林夫人久等。巡查使大人客气了。巡查使，沈姨好像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成为十分了不得的存在。这里可是皇城，但所见之人却每个都对沈姨无比客气。她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在逼仄房间里和自己一起咀嚼火烧的小差役了。我常年身居武庙，知道的情况也不多。巡查使大人如果想知道更多消息的话，我可以派人再回利州询问。气宗当时找青丘帮忙的时候，我就不太赞同，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请神容易送神难，望巡查使大人理解。如果有用的上我气宗弟子的地方，您尽管直言，绝不敢有半分懈怠。当初气宗请他过来的时候，压根没想到会惹出麻烦，直到这次他冒用气宗名义给青州送信，虽不知具体原因，但总感觉没藏着什么好心思。我知道了，光凭这点信息，很难推测出青丘的狐狸想做什么。只要知道利州气宗有一笔不菲的妖魔寿元就足够了。像松州那种情况是很罕见的，稍有实力的各州几乎都把治下管理的还不错。等了这么多天，甚至还主动找来几个镇魔大将询问了一下，
都没有得到想要的消息。你一个人来的？还有陈老将军。走吧。沈怡见过陈将军。卑职陈乾坤参见巡查使大人。就在武庙处停留这点时间，已经从旁人口中听了无数遍沈怡的名字。怎么不住院里？洗练的时间少说也用了2日左右，对方竟然一直待在马车上。我在等你。其实是有总兵派老夫过来找你和江化元，想问问你们可有利州气宗的消息。他们突然派人送来信函，说的是发现了一株银月寒莲，老夫也不知道这是何物，但听说是混元境需要的宝贝，最受那些以寒意凝聚道婴的宗师青睐。你们应该能看出不对劲吧？混元宗师极寒道婴，干脆直接说是为江秋兰准备的好了。问题是，谁知道他突破混元境了？看出来了，但他还是去了。你知道的，整个青州除了你，谁能管得住他？行，你们先住下吧。很显然，陈将军和林夫人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正好一起办了。记得上次听江化元所说，玄光洞有位真人找武庙老祖换取了一枚玄金宝玉果，以此补其道婴的心脏，跨入混元中境。以寒意凝聚道婴的江秋兰听闻这样的消息，肯定是要去瞧瞧的。现在阴神已经破境，也是时候找找资源了，更何况又拿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的混元武学，顺便给系统找个脑子好用点的妖魔补一补。巡查使大人，劳烦2位跟我走一趟。我等已经准备好了。可需备吗？沈大人多虑了，我等是气宗出身。沈大人先用我的吧，我与夫人同城即可。说起别的，我气宗可能不行，但是说起宝具，便是武库也未必有我气宗的底蕴。不用，我有。他所成的宝具并非出自气宗手笔，而且越看越像牵妖铺的东西。应是斩妖所获吧，莫要再多问。你要赢了吗？走开！这是什么毛笔？问问也不行。而且朱师兄虽还是说话结结巴巴的，但却和先前并不相同。曾经是在毫无意义的发呆，现在更像是沉浸在某种情绪当中。离了你张屠夫，我还吃不了带毛猪了。问沈师弟去。沈师弟睡了吗？我来看看你。沈师弟，喂。宗主的心思好像不在棋盘之上。宝具生平之际，总是有些担忧，让胡真人见笑了。宝具在这里，宗主的心思怎么在北边？那好像是大前皇城的方向。真人说笑了。罢了，今日有些乏了，宗主也去休息吧。那林茂就先回去了。这老狐狸分明是他冒用了李州气宗的名义，怎么心虚的反而成了我？只是想请对方来一起研究如何让绝品宝具再次得到提升，看看能不能铸造出一件真正的法宝。没成想这狐狸竟然干插手大钱的事情，这可是坏了青丘的规矩。那封送往青州的信里到底写了什么？可千万别让气宗沾染勾结妖魔的坏名。所谓的胡真人穿上长袍变出人脸，那就是武庙都需要接待的青丘真人，但要是脱下长袍，那可是一尊实打实的妖王。师叔，气宗的人已经知道了吗？知道又如何？我青丘做事还需向他人解释。我与你们师父关系不错，此事又涉及我青丘的尊严，我会让大钱给你们一个说法。先是消失了一位门徒，又有供奉失去联系，这大钱莫非是龙潭虎穴？专吃我青丘的人。回禀师叔，无论是我师弟还是赤木供奉，两者的失踪都和那个叫沈怡的年轻人有关，但我仍不懂为何要送信去青州，还白给了他们一道关于珍宝的消息。既然姓沈的是巡查使，总要找个理由把他引过来。整个青州镇摩斯守口如瓶，定然是极为重视他，将其视之为救命稻草，有什么事情也一定会去皇城找他。当然
也顺便帮老友一个忙。老友吗？不必客气。你们玄光洞在最前方和千妖窟生死不杀，大前朝反倒是想法设法的保留实力，就连我这青丘来的外人都看不下去了。那头老狼消失的无声无息，即便以青丘的人脉，在妖魔中也问不出个所以然，那就说明青州至少有了一尊混元宗师。不必着急，这是玄光洞的事情，我去看看便好。那就拜托兄长了。一头堪比极境混元宗师的老龙，哪有那么容易对付？对方身居寒渊首堡，唯有我与他结交多年，此刻位置暴露，傻子也知道是谁出卖了他的消息，还是先让别人去探路。法宝城收寒莲，吞白龙，天赐之福，是该由我享用。镇魔司巡查使亲至，气宗弟子随我相迎。不愧是我儿子，一上来就知道先和那头狐狸撇清关系。这巡查使是气宗迎来的，可不是主动过来巡查的，同时还能震慑一下那狐狸。现在的年轻人本事不高，派头倒是不小，也不怕压坏了身子。你必须要先喊一声吗？沈大人，他也是想让青丘真人知道这是朝廷的意思，您莫要怪罪。要是把那狐狸吓跑了，气宗就准备好被我搬空，以作补偿吧。青丘胡解。本来没想用什么大前朝的名义，直接找到狐狸，动手宰了就走。问起来就说不知道，此刻直接出手倒是有些不妥，毕竟武庙对我还不错，也不能给人家乱惹麻烦。可否一步一叙？我还在想找个什么借口将这巡查使诓骗出去，怎么他还先提出来了？莫非真把我青丘当善人？两位，我已派弟子去备好酒水，替巡查使接风洗尘。有什么话咱们边吃边聊。总感觉这狐狸藏着坏心思，我已偷偷派人去通知总兵来。要是害了巡查使，捅的老子可就更大了。今天最好能把这狐狸请出大钱，否则迟早要给气宗引来大麻烦。你便是青州沈仪，我问你，我师弟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上？他看起来与我一般年纪，持青玉宝剑，习外丹之法。竟然还有私人恩怨，胡真人，这可是镇魔司巡查使，你让你这小辈少说两句，免得伤了和气。和气，只不过是问一句，又未必真是巡查使大人。是我，怎么了？这就承认了吗？青丘不惹事，但也从不怕事。杀了青丘门徒，竟然还理直气壮，连掩饰都懒得掩饰。师叔，私仇是个很不错的理由，也算是跟武庙撇清了关系，差不多可以开饭了。巡查使大人来寻我，想必是因为银月寒莲一事。我确实用了气宗的名义，但这宝物也是实打实的，可惜有大妖看守，不知巡查使有没有兴趣。听闻沈大人乃是青州出身，不知与青州那位女宗师关系如何，要不要去助他一臂之力？宗师，荆州何时出了一位宗师？为何完全无人知晓？开护宗大阵，困住这狐妖，竟然以好友相逼，想要迫使沈大人离开大前。光凭这个举动，就足以证实他的狼子野心。再不做出决断，气宗就真成勾结妖魔。开护宗大阵，困住这狐妖。大钱也就罢了，一个小小气宗也敢对我青丘长老动手，凭借这粗浅阵法也想困住我，简直荒唐！解开，劳烦真人带路。气宗众人已经有些茫然，完全不知道沈大人在想什么。这狐妖显然是不对劲的，光凭他刚才那句话，只要等到利州总兵过来，再配合上巡查时，定能将其驱逐出去。好小子，气宗的账等会儿回来再算。这群大前朝的修士最看重什么同僚情谊，竟然连这么明显的陷阱也甘愿主动去闯。有了此人相助，自己收获重宝的机会又再加几成，还能顺便替失职复仇。果然是天佑青丘。沈大人这边请。这就打算走了？这位巡查使大人到底是来干嘛的？如果是为了查清胡真人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那就借着气宗大阵，先强行制住对方，再等利州总兵赶来，几乎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若是这狐妖咬死不承认，那就借着这个机会将其赶出大前。但现在沈大人在做什么？
他要跟着这狐妖离开大前，离开他自己的地盘，前往一个未知的狗屁地方。要是这狐狸在外面提前邀来了一群妖王，将巡查使伏杀在外，这口黑锅最后难道要让气宗来背？沈大人，早知道如此，就该跟别的轮值庙主打声招呼了。其他人脚力太慢，杨儿，你赶紧驾云前去通知总兵，让他来快些。看来沈大人还是个念旧之人，就是你那曾经的同僚，竟是不肯等你，直接就去了银月寒池。据我所知，那里的妖魔虽无太大名气，但只是因为不愿出来游历，其实力强悍，并不弱于许多声名赫赫之辈。妖皇之下，我还没见过比那头老龙更强的妖魔，否则也不至于要做这么多手准备。这姓沈的倒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嚣张，想必是藏了不少底牌。可惜，底牌再多，又可曾听过双拳难敌四手？今日之局，十死无生。那头白龙已经疯了，你的银月寒莲大概率是没有了。多谢老友相助，我现在倒是可以确定，大前朝出了一尊实打实的混元宗师，也是时候去找武庙讨个说法了。怎么可能？那寒池之苦，并非常人能受。就算是以玄冰煞意凝聚道音的混元宗师，也得祭出全力才能抵抗。即便老龙不慎，也不至于被这么强悍的气息侵入身旁，还反应不过来。问题是，他真就没有祭出气息，全靠强撑潜下去了。残躯远遁，还在那条老龙手中。陶的性命确实是个狠人，不过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回他前了。你小心些吧，老龙找你去了，魏兄先走一步。等等，兄长，你先前说武庙得罪了你，难道不想出一口气？什么意思？你要我勾结妖魔？并非勾结，我的意思是，我带来了一位大前巡查使，以此给老龙赔罪。等他除去了姓沈的，我兄弟两人再动手斩去老龙。我的气出不出都无所谓，既然是替你解决麻烦，那妖丹归我。就快到了。终于知道修行的意义是什么了，大概就是在这种时候，分明看出了对方浑身紧绷，一副想要坑杀自己的模样，却也能做到淡然处之，甚至隐隐还有些期待对方到底能叫来多少佳肴。此处山清水秀，倒是便宜那小子了。贱狐狸，你该死！龙兄息怒，小弟醉酒后不慎道出了龙兄的洞府，被大前的人听了去，实该千刀万剐。不过小弟已在尽力找补，为你带来了镇魔司巡查使，武庙真传弟子，甚至不惜为他调动金身法相，得罪玄光洞也在所不惜。竟然还能沉得住气，那我可就不奉陪了。谁让你年轻气盛，得罪了太多人。今日小弟愿意替龙兄活擒了他，找武庙补偿兄长的损失。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龙兄，我早知你不会信我，故此请来了一位玄光洞真人。武庙调动金身法相，正是要用来对付他的。连名字都不准本座提起，还以为是多了不得的人物。今日见了你本尊，好像也不过如此。又是一尊上境会员宗师，这件狐狸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谨慎。可惜上境会员又如何，在我的面前同样不值一提。先擒了此子，再找狐狸算账。别怪本座没提醒你，有什么底蕴，趁早使出来。敢于这么嚣张的跟出来，又受武庙如此看重，总不能是个样子。就你们几个吗？还有没有？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找那白龙搏命，竟还有闲心问这问那？再不动手，你可就没机会了。你先杀那条，别让他跑了。
化神境，大前不仅多了一尊混元宗师，还悄然多出了一尊化神修士，而且还让这位巨破贴身保护神医。让开！若不是那位化神境前辈，你这小年轻我还真不放在眼里。我乃上境混元宗师，一个小小的镇摩司巡查使也敢拦我，我不会再提大前有一位混元宗师的事情，今日就此作罢。原来不是一位武庙作为主修阴神的势力，他们最看重的人居然是个混元宗师。这是一旦露出混元修为，那就意味着完全没有想过要分我和这一派。既然如此，唯有殊死一搏。尽管雄浑无比，但应该只是依仗灵丹法的高深而已，实际上只是个初境混元，和我还差着2个层次。这白龙乃是堪比极境混元宗师的大妖物，在那仅仅7尺高的金身法相手下，竟然跟个玩物差不多，这就是境界差距间的不服。我同样是碾压了神力，尽快结束吧。你刚才还一副垂手而立、公平交手的姿态，我就回了个头。不过这是出境混元该有的力道，到我了吧？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混元武学吗？居然能以凡人之躯调动天雷！什么莽夫！生死相搏，这位所谓真人的气息和境界都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但他的每一次举动都让我觉得有些看不懂，甚至不如我这个刚刚踏上修行不足1年的武夫，不是回头就是站在原地争神。他每出一招都是不同的混元武学，足以见得玄光洞底蕴丰厚。放开我，请前辈出手算什么本事？都被我主斩碎了心脏，还在这里嘴硬，请我主处置。这不是他的前辈，是他的护道仆人，能请一位化神境为奴为仆，这是何等恐怖的背景？难道是仙宗之外来的？长青愿意侍奉我主，饶我一命，贱奴长青愿为我主护。斩杀混元境狐妖，总寿16000年，剩余寿元8200年，吸收完毕。斩杀混元境白龙，总寿19000年，剩余寿元2800年，吸收完毕。斩杀爆丹境狐妖，总寿8200年，剩余寿元5500年，吸收完毕。16000多年妖魔寿元入账，大概是因为松州之行收获太多，沈怡竟然觉得有些少。想要浩瀚的妖魔寿元，前提是得有足够吸引妖魔的东西，比如以我为2，不过是多走2步，反正驾着红云也不累。年轻狐妖只贡献了1滴，他师叔稍好一些，给了56滴。白龙的血肉居然有162滴魔血，老龙有这么强？9妖化魔大法中的仙妖，最强者也就是山君，他只吃了100余滴魔血。道英死了，所以这白花也死了。不过这质感，这色泽，真开门呀！这倒是证明了先前的猜测是对的。混元宗师想要化神，就是用道英取代原本的身躯。长青真人很明显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的道英即便离开身体，但也可以独自存活。可他依旧只是混元境，还缺什么呢？沈怡翻来覆去的研究了一下，
发现这玩意儿也就是一枚人形妖丹，不过可以用作参考，用来指引之后的道路。江秋兰当时所说会员宗师的道路皆不相同，可能指的就是这个。这人的道音由雷江所化，用的天材地宝看上去也都跟雷电脱不了关系。若是换成自己来炼化这白花，可能先把道音给电死了。属性不同，炼化的手法肯定也有区别，回去再慢慢琢磨吧。既然白龙恼怒成这般模样，江秋兰大概率是逃掉了，倒也无需过多担忧。他曾是一肩扛起了整个青州的希望，又不是无知婴孩，哪里需要别人照料。这一战算是给我长了不少经验，若是不算金身法相，自己现在的实力在会员境远远不算拔尖，优势还是肉身的强悍。但比起道音，会员手段是一窍不通，境界低微，底蕴不足。若不是长青真人对于斗法太过生疏，胜机应该是远高于我的。但他在金身法相的面前，却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利州总兵侯万山修为真至上境5仙，年轻时更是拥有加入武庙的资格，只是亲袭利州，这才坐镇此地多年，即便是遇见庙主，也能以师兄弟相称。不知去向何方，不知去见谁，就知道一个银月寒脸，也不清楚位置吗？沈大人贵为巡查使，你能让你儿子家云来找我，就不能再派一人跟上去？你气宗拿不出第2件祥云宝具吗？我只是论道理，这事情本就是巡查使一意孤行下的决定，想要跟上他们，至少也得派出个爆丹境。气宗哪有那么多爆丹境可以派到大前朝外面去送死？平日里看在武庙的面子上，气宗倒也有几分薄面，但涉及到巡查使的生死安危，这点面子就成了狗屁。我这就去找，现在就去。我只是个打铁的，哪里敢跟总兵呜呜喳喳，实在找不回来。做出老骨头丢在外面了。你们真的是方向总知道吧？我与你一起去，没事请什么巡查使过来？大前到底有没有混元宗师？我姓侯的还能不清楚吗？也就这群江湖人士根本不懂武庙内的门道，哪里是什么巡查使，就是个吃空饷的小师弟罢了。只是这小师弟明显是太老实了，着实让人不好评价。少装可怜，快走！在利州这般安稳的地方待久了，都快忘记上次出手是什么时候了。罢了，命中该有一劫。不用去了，巡查使大人回来了。鹰爷保佑！该死的臭狐狸，算他识相，没有把事情闹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算你运气好。沈大人，您没事吧？去的时候是3位，怎么就回来了一个？还行，这烟雾并非烧火导致，而更像是某种寒雾。这是什么？听了这话，林景逸的脸色愈发古怪起来。整个大前朝，但凡是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气宗有一件压箱底的绝品宝具。巡查使明知故问，这是什么意思？回本沈大人，这下面存放的乃是我气宗的镇宗之宝冷玉玄丝手。这是大前朝唯一的绝品宝具，武庙大人们让我等好生保管，争取将其打造成一件真正的法宝，到时候再送往武庙，也算是一件不错的助力。你们请那只青丘狐妖过来，就是为了这个？沈大人，我等确实是请了青丘的虎真人前来相助，但他无论想做什么坏事，都与这宝具无关啊。您要是想带宝具回去查探，老头也不敢阻拦，只是觉得可惜。还能带回去查探？若是狐妖真有这种炼制法宝的本事，到时候也可以向他学一学。大前主修阴神，故此并不看重炼器，一件绝品宝具就能让气宗闻名九州。但要是能打造出真正的法宝，那气宗的名声才能传到大前之外。您就再等等，老头保证，到时候一定将其主动送往武庙。还缺什么步骤？若是不麻烦的话，到时候可以帮气宗再问问狐妖。让宝具晋升的法子，我已与胡真人商讨的差不多了，现在只缺一件止寒之物为引子。胡真人说他来想办法。对了，胡真人呢？我送他离开了。止寒之物，这个算不算？这是什么？极境妖王的龙角，沈大人是从何处寻来的？以前别人给的，能用吗？当然可以，如果没看错的话，这龙角根部还有尚未干涸的血迹，应该刚摘下来不到2个时辰。胡真人带着巡查使离开大前，赶杀了一头极境的妖王。不对，若是这样的话，胡真人绝对会一起归来。那头老狐狸可不会放任这宝具落到别人手中，
所以要么就是古真人邀请玄妖符杀沈大人，要么就是分赃不均。反正无论如何，最后活下来的应该只有面前这青年一人。再看看他平静的神情，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什么叫狠人？这他喵的才叫狠人，哪里是一堆打铁的能吃罪得起的？我现在就开始最后一步，只多1个月，保证让沈大人满意。利州总兵侯万善见过沈大人。这是在利州的地盘上，按理来说，气宗有什么宝贝，他这个总兵也有过问一句的资格。况且侯万山并非普通的总兵，他还是一尊可以和武庙弟子称兄道弟的上境武仙。但先前林景一投来求助目光之时，侯万山却是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位沈大人身上的一丝丝血迹。这可不是妖血的味道，而是人血。他刚刚在大前之外不仅施展了妖，还杀了人。更奇怪的是，一尊阴神修士，无论是斩妖还是杀人，怎么可能把血浆染在本尊的身上？难不成是当着别人的面祭出阴神？看不透，无论是身份还是修为，这青年身上都像是萦绕着一团迷雾。我已派人准备好了利州近300年的所有文册，还请巡查使随时审阅。300年，可有妖魔消息？利州近300年，无有一件妖货。这便是一尊上境武仙的威慑力，坐拥36郡，无尽香火愿力，在利州这块地方，化神境之下，他是近乎无敌的存在。那不看了，那接风洗尘，不用麻烦，给我准备个住处就行。现在对底蕴的渴望还是挺充沛的。一柄上品的乾元宝刀，先是帮我解决了笑月妖王，如今即便面对上境混元宗师，也丝毫不显得拖后腿，一刀就能撕裂对方的身躯。那绝品宝具，甚至是凌驾于宝具之上的真正法宝，威能又该恐怖到何等地步？为了这种东西等上1个月，肯定是不亏的。正好趁着这个时间，也耐下心来研究一下混元武学。我这就去准备。看来这宝贝是留不住了，不过这样也好，毕竟相较于之前想象的白抢，人家沈大人好歹出了一件珍贵无比的龙井。对于气宗而言，再好的宝具也护不住自身。一群打铁匠最看重的是名气，与其把东西拿给大钱藏在武库里吃灰，还不如给这位年轻的狠人巡查使，在他的手中，或许气宗的名声会传得更远。剩余妖魔寿元40600年。看着这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充沛寿元，沈怡现在却没有丝毫轻松。凝练金身的过程，让他再次看清了自己。资质平平，再加上兼修术道，我所需要的时间远比其他人要多得多。别的不说，至少妖魔本源的1万年是要预留出来的，否则金身就只能停留在7尺的程度。头疼。武库中总共存有混元法14种，其中完整者有6种，看似不少，但逐一细分下来，其中竟有2是阵法，1是炼丹法，真正的武学只有3本。第1年，你翻开金阳赤焰手，尝试着理解其中的玄奥。在这种正经武学上面，青花夫人帮不了你什么。第39年，大部分妖魔尽数醒来，开始给你出谋划策，被你全都赶了出去。妖魔会把原本没问题的混元武学改成他们喜欢的样子，而我要等的是那头青丘妖王。第87年，胡真人苏醒过来，走到你身边，看着你手中的功法，疑惑的让你祭出道鹰。看着那猩红的吞天妖鹰，他略有些迟疑道：无米造饭，无柴烧火，岂不荒唐？你又没有灵根，如何习得金阳赤焰？原来长青真人体内的那些东西被武夫们唤作灵根，而我需要的是妖灵根。不对，是煞。凶煞之雷，暴力之火，阴极真水，无物不可容纳，但又需要它本性极恶，也不太清楚这算好事还是坏事。譬如江秋兰就需要各种极寒之物作为灵根，以后学的功法也都跟寒意有关。长青真人则是天雷，而我好像没有特定的要求，什么都可以用，唯一苛刻的就是要求他们都得带点煞气。一枚妖魔宝晶砸下去，虽然武学没有进展，但补充了点见识，顺便还加了20年寿元，也不算太亏。沈怡翻阅着长青真人携带的杂书，其中大多都是些类似游记的东西。这么悠闲，要是能找到一个主修混元境，又能像武庙一样大方的势力就好了。目前所知的2座仙门都没有什么接触的渠道，
好不容易遇到个玄光洞的，还想伏杀自己，是时候去大钱之外了。青花参见我主。我想知道大钱和仙门是如何镇守领地的，都在什么地方？一直都是千妖窟在镇守领地，阻止仙门和大钱侵入进去。在千妖窟的范围内，经常会有修士洞府现世，仙门弟子就像是苍蝇看见了有缝的蛋，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贴近过去。其中以武庙的修士最为猖狂，3丈高的金身法相完全不掩饰气息，肆意的踏足其中，也最容易引起千妖窟的注意。武庙修金身之道，为什么要去参与修士洞府的事情？修士洞府中偶尔也会收藏金身法，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化血妖皇与别的妖皇闲聊时，我曾听到过一些那些修士师出同门，都有养育岁木的习惯。岁木之果可延年益寿20载，他们需要收集这些果实送往梧桐山，替梧桐山老祖延寿。这也是为何3方势力结盟的原因。梧桐老祖不死，方能震慑千妖窟。而且武庙和仙门不同，他们以香火愿力为根基，比起其他2个仙门，范围太大，累赘太多，最为需要梧桐山相助。一旦脱离同盟，化神修士和武仙们尚且能够自保，这点倒是与仙门弟子没什么区别。但若是九州被妖魔侵占，失去了香火愿力的补充，他们也就和等死没什么区别了。原本还觉得玄光洞咄咄逼人，梧桐山虽高高在上，却也在主持公道。原来这帮子人都在替梧桐山打工来着。如今就解释得通了，为何武庙损失最惨，一群最不适合潜入妖魔领地的金身修士，却偏偏最离不开这个同盟。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修士洞府会出现在妖魔领地？这青花就不太清楚了。其实外面也有洞府，只不过比较少，也没有岁木的存在。这些应该就是记载洞府所在之处的地图，这里写的就是在黄泥峡产生的异象，以及每次出现的规律。按照文中所述，大约70年后，我主就可考虑前往一试。尽快帮我把其中记载的消息都整理出来。青花遵命。虽然现在修不了混元武学，又没有香火愿力可供金身提升，但淬体之法倒是可以再次精进一下。如今体内的魔血已经达到了291滴，不知道能不能再养2尊妖王出来。第1年，你将体内魔血尽数朝那头碧玉青蝉喂养而去。第7072年，136滴魔血消耗殆尽，害人的鲜红纹路布满碧玉蝉身之上，能让生灵皆惧的剧毒，此刻又平添几分诡谲。混元九妖化魔大法小成。沈怡闭上眼睛，忽然有种喉咙冒烟的干燥感，鲜红的纹路同样附于他的皮肤上，甚至有淡淡的红雾飘起，细密的刺痛感仿佛要将身躯皲裂开来。不愧是妖魔武学，不出点问题我还有些不习惯。第15200年，南克仙吃掉了仅剩的魔血，他舒展猩红双翼，似乎还未彻底满足，剩余妖魔寿元24312年。怎么越吃越多了？虽说身躯的提升是实打实的，但总感觉把大钱有名有姓的妖魔全斩了，也未必喂得起这9头仙妖。不过这有5头妖王在体内，感觉再遇上长青真人，或许能硬碰硬的一拳碎裂他的道音。我主，青花知道了这玄光洞的修士是为何而来了。大约2月后，就在离8方石楼不远之地，或许会有洞府开启。一间14是一处势力，就跟青丘差不多，几乎不参与仙门和千妖窟的事情。奴婢曾经也受邀去参宴，吃的是一头上境妖王，青花只分到1碗，至今难忘。以上境妖王为食，他们也有化神修士？那倒没有，他们厨艺惊人，深受诸多强者喜爱。像那头妖王就是梧桐山玄剑真人送去的，也就用完了精华部分。8方石楼又再次开宴，当时参宴的还有千妖窟几位妖皇。这不就是吃剩菜吗？能让妖皇吃残羹剩饭，这厨艺未免也太离谱了。当然还有那位玄剑真人，竟能让一群暴力的妖魔甘愿吃他吃剩下的东西。我现在连个混元境修为都不敢暴露，却有人已经光靠名字就能让群妖心服口服，还是拳头不够大。我主有无上神通，假以时日必能震惊群雄，即便是玄剑真人也只有俯首称臣，替我主鞍前马后。你敢出去说，这辈子就别想出来了。我可不想还未出门就先招惹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仇恨。
不过这8方10楼却是肯定要去的。青花对局面的分析很模糊，比如为何修士洞府都在千妖窟那边现世，这群留下洞府的修士又是什么身份，都去哪里了？千妖窟和仙门对散修又是什么态度？这些统统不了解。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知道的，就算是仙门弟子，也得去洞府之中寻找前路的方向。而且想要补偿一下武庙，也不一定需要整日守在大前，只要打出足够的威望，效果可能会更好。补偿之前，先让我吃饱，应该不过分。我回一趟武庙，1个月后过来取。沈大人放心，进展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大前皇城武庙内，夜深人静，红云轻飘飘地落在了贾院。沈怡习惯性地拍了拍衣袖，正准备回院，便是看见一道憔悴的身影，枯瘦脸庞面无表情地朝自己看来。沈师弟，好久不见。龙师兄，大晚上的，搞得那么瘆人。你跟我来。祝师兄，师弟，还没见过祝师兄对旁人露出这般神态，就像是在求助。我上次劝你不要到处乱走，你却无论如何也不听。老头也说倦了，你且往这里看来。你或许不知道这是何物。怎么死的？怎么死的？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认识。不过这样也好，倒是省了许多口舌。我们不知道是如何死的，因为我们不配知道。沈怡，老头能给你的都给了，你不要再吓我了，行不行？无论是同僚的背后议论，还是修行的毫无寸进，都比不上这位师弟3天2头拿性命开玩笑更让人难受。算我求你。祝师兄，别搞我了，我正在与沈师弟说正事。祝师兄沉寂了3900年，终于开悟了吗？行了没？没想到师弟居然愿意给小龙看一眼金身法相，在金身未彻底成型之前，暴露出具体境界，这可以说是莫大的幸运。快收起来，不要暴露境界。暴露境界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做的。之所以祭出金身，是因为今晚之后，这大概率就不是我的境界了。原本想用2位混元宗师的云罗给沈怡上一课，没成想他突兀的给我上了一课。我这普通人就少管天骄的事情。一尊金身法相，距离真正的化神境也只差1步之遥。待到他沈怡跨出这一步，下次玄光洞可能就必须要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死因了，而不是随便送回尸首，连一句话都懒得多说。既然沈师弟一时，那不是更不需要亲自出去了？即便出了什么问题，至少阴神回来了，还能多一条后路。那不行，还得去。这次不只是龙老鬼，就连祝牙正都摸了摸后脑勺，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当沈怡把金身祭出的瞬间，场间的形势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哪怕金身只有7尺高，还算不得完整的化神境，但他也是大前朝现在唯一正常的金身修士，亦可执掌大前的一切。师弟显露出真实修为，也就代表着他正式决定好了站出来扛事。对于一位化神境修士而言，在境界还未彻底稳固之前，肯定是保全自身最重要，别的东西都是可以暂时忍让的。比如这些混元宗师的性命，天赋骇人听闻的同时，竟还有如此担当。师弟不仅没有辜负小龙的信任，还比旁人预料的更加靠谱多。不过小龙下意识的让师弟收起金身，这举动显然是不打算接受师弟的好意，希望对方能继续修行，直到真正成为一尊能震慑4方的巨虎。快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或许是祝师兄先放出了金光，有了一定的铺垫，随后才看到那尊金身，导致我刚才居然没有被当场吓晕过去。如今细想下来，心中与其说是惊喜，倒不如说是惊恐。武庙上上下下，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堆老东西，吃着浩瀚的香火原理，耗费了漫长的岁月，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若是能早个100年把这些东西交给沈怡，说不定现在武庙都把大殿修在千妖窟的坟头上了。龙老鬼站在老祖脚下，抬头看着对方怒目圆瞪却无神的脸庞，犹豫了一下，用袖子擦了擦旁边的供台，然后尝试着再坐本盘膝而坐，稍稍感受了一下，又觉得供台冰冷生硬，似乎也没什么意思。假意时
大前朝终于可以不再依仗仙门来镇守九州，生长在这里的混元宗师也无需再去给玄光洞当探路的猎狗，好似天生低人一等。上境混元和中境混元，随便一位都是能轻易解决青州妖祸的强者，却是陨落的悄无声息。看来外面的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危险，即将离开大前，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行。沈怡睁开眼，不再心疼妖魔寿元，直接凝聚了一枚妖魔本源。剩余妖魔寿元14312年。白龙参见我主。不愧是堪比极境混元宗师的妖王，1万年顶，青花夫人2万年，把你知道的关于妖魔和修士洞府，还有天才地宝的消息尽数记下来。回禀我主，白龙境千年习惯独居，竟结识了一位青丘虎妖，已被我主斩杀。天才地宝有一株银月寒莲，被一个无耻女贼盗走。好家伙，一共凝聚2道妖魂，一个宅女，一条宅龙。算了，还是提升实力要紧。按照我的猜测，既然能把杂念震入青花的神魂，那别的妖魂应该也可以。那么大个金身，难道还容不下2个妖？第1年，你开始继续消化香火愿力，将其淬炼为金芒，其中繁杂的念头再次涌上你的脑海。你蓦地回忆起了曾经的折磨，下意识地叫出青花和白龙，希望能如法炮制。第10年，在青花的帮助下，你俩开始尝试着将杂念强行震入白龙神魂，可惜进展并不顺利。当初青花夫人是因为和阴神相融，但白龙与阴神金身都毫无联系，你俩琢磨着要怎么把它放进金身。第36年，你提出建议，干脆模仿先妖九退的方式，将白龙拘进金身。青花若有所思，尝试着将金身改造为一方大域。第890年，你们将思路逐渐化作行动，罗汉金身法相产生异变。第1700年，青花夫人把白龙强行拘了进去，你紧随其后，重新消化香火愿力，并将杂念震入白龙身躯。不是，好好的金身法又变成妖魔武学了。以习得化神真品功法金身镇狱法相，以金身为无尽妖域，镇压天下群妖。推演变得愈发顺利，妖魔寿元如流水般消失，漫天白雾也是以肉眼可见速度变得淡薄起来。金身镇狱法相入门，功法得到突破，但动静仍未停止，直到整个大前朝1/5的香火愿力被吞之殆尽，仅剩的1万多年妖魔寿元直接清空，系统上关于白龙的字迹也一并消失。刚刚花了1万年凝出来的妖魂就被莫名其妙弄没了，变成了一本带真字的化神静功法。金身法相2丈3的高度，看上去宛如一幢小楼，居然还没达到小成境界，算下来有些不对啊。换做普通的金身法，3丈就是圆满了，这应该是好事吧？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再等20余天，去气宗拿了冷玉玄丝手，就算准备的差不多了。不过这段时间也不能浪费，功法暂时学不了，但是武庙曾经陨落了这么多化神修士，肯定是留下了相应的记载，这些信息同样很重要。师弟是想知道诸位前辈离开大前后的事情吗？如果没记错，才道别了不到3个时辰，才刚刚回来，又要跑，这哪是武庙啊，分明是歇脚的客栈，也算是体验了一把小龙的感受。师弟稍等，都在这里了，这些东西已经很久没人看过了。相较于武学宝药，其实这些游记才更能彰显一座大实力的底蕴，其中记载的宝贵经验都是化神境修士用性命换回来的，有劳师兄。相比起晦涩的武学，这些书更像是话本，倒是看得津津有味。随着时间缓缓流逝，一幅粗糙的地图在沈怡脑海中缓缓成型，各处势力分布，又都擅长何等杀招，诸多险峻之地需要注意的地方。师兄，这个许家为何每本书上都会提到？修士洞府开启的时候，不仅我们知道入口在何处，千妖窟同样知道，想要摆脱他们的伏杀，就需要找出别的入口。许家便是最精通阵法的大族，只不过他们与玄光洞有仇，族人很少在外出游历。若是师弟能遇见一位，可以留意结交一下。玄光洞用不上他们，就是因为太用得上了，又不愿每次都付出昂贵报酬。玄光洞当初抓了他们100余族人，想要逼问出他们的传家本事，听说最后活下来的
只有寥寥几位。其余许家人怒到极点，干脆设阵斩杀了玄光洞一位化神真人，然后尽数躲起来了。我们没实力管，梧桐山又用不上许家，毕竟那群真人即使要进洞府，也都习惯大摇大摆走正门。幸好当初没有冲动，否则就凭出境混元的实力，真接触了玄光洞，别说被收为弟子了，更大的可能恐怕是被抓起来逼问妖魔武学。对了，师兄，大前朝到底处于何地？何地？仙宗？师弟见笑了，我也不过是个普通阴神修士，几乎没有离开过大前，就这个名字还是偶然从老祖口中听到的。没有前缀，仅有仙宗2字，无论是谁听起来，仙宗都不像是个地名。明白了，修士留下的洞府内皆是有培育岁木的习惯，似是师出同门。洞府大多数都处于千妖窟的领地，仙门弟子前路不明，需要到洞府内寻求修行大道。这些信息结合起来，怎么总感觉无论是武庙还是那2座仙门势力，甚至包括千妖窟在内，都像是半路出家，然后寄生在一方庞然巨物上。若真是如此，那些留下洞府的修士又去哪里了？师弟，已经过去20余日了。之前沈师弟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天资恐怖的化神强者，而此刻他认真搜集这些信息的举动，却是在天资和实力之外，又平添了许多稳重，不骄不躁，有勇有谋。小龙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武庙能拥有一位这样的年轻人，恐怕就连梧桐山都会眼红不已。已经对外面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中不乏凶险与刺激，而现在是时候亲自去体验下这些传闻故事了。走了。我等想要上山观礼。气宗已为诸位备好住处，但山顶乃是禁地，还望诸位莫要擅闯。多谢气宗款待，没想到仅是大前朝内的一个小地方，竟有锻造法宝的手段。想要拉拢气宗，靠的可不是客气，况且能不能真正打造出法宝还是未知之数。等打造出来了，也要先确定这法宝的归属，拉拢之事可以放到后面再谈。金阳兄，林宗主有没有考虑过把气宗安置在更适合的地方？背靠武庙这棵大树，虽说心里踏实，但他们毕竟是阴神修士，未必会重视你们。我知你是武庙门生，但他们能给你什么？金身法你也用不上啊，不如同我。若武庙真是大树，这群人也不敢当面说这些事，都知道如今大前情况如何。客套话罢了，你与我聊这些有什么用？气宗要如何，还是我爹说了算。前辈休要再提，宗主自有安排。也好也好，气宗好不容易有了些名气，这群打铁的但凡是个聪明人，都知道该怎么借好这阵风。到底是成为一方大族，还是陪着一棵朽木慢慢腐败等死，其实并不难选。法宝出事的动静实在太大，一传十，十传百，终究还是闹得众人皆知。大前内不乏外来游历的修士，听到这个消息，便是全都聚集了过来。换做以前的武庙，只需一句话就能让他们退散，但现在若不是气宗，我还不知道利州内竟有混元宗师的存在。这也就是时间尚短，要是再拖个1、2月，说不定连化神境强者都会亲自过来走一趟。尤其是玄光洞，反倒是武庙挺坐得住的。再怎么说也要带巨金身过来镇镇场面啊！不给气宗一点压力，说不定这群打铁的真带着法宝投进别的势力了。法宝已成，那就到了出家的时候。让一让。跟上去！这么多人等了许多天，气宗连个出价的机会都不给也就算了，甚至连法宝长什么样都不舍得拿出来看看，真把我们当猴耍不成？沈大人，老头没让您失望，成了。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您先看着，我出去把他们打发掉。诸位，没什么好看的，我这就派人去准备宴席，定让诸位尽兴。混元宗师顶个屁用，就这2、3位，若是敢跟着沈大人离开大前，也就是2个时辰的事情。老头我呀，可不希望听到沈姨对我说，可否一步一叙？尽兴个屁尽兴！能修到这般境界的，很少有痴傻之辈。一尊上境武仙，绝不可能给气宗如此大的底气。那小楼里到底是谁？难不成真有人把武庙里那堆尸体搬来了一具？
这沈大人在想什么？拿了法宝不赶紧回武庙，或者在利州再待一段时间，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这么多人的视线内朝大前外面离开，这不是摆明了让人去抢吗？这一幕我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原本还想正比外快，看来是没机会了。他们应该还在打听您的背景，行走在外，这种太过明显的机会，反而很少有人敢去尝试。冷玉玄丝手，这就是真正的法宝。虽然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但从其余人的反应来看，应是极为珍贵的宝贝。算了，不等了。按照先前翻阅的游记所述，八方石楼在大前往西一处并不算大的山谷内，山谷内长满了各种奇珍异宝，供他们取来制成各种药膳。说是石楼，其实在别的势力眼中，更类似于丹宗的存在。据我上次来八方石楼已过去许久，青花估计此次来的人应该不少。他们虽不会给什么人都提供膳食佳肴，但也没有将别人拒之门外的习惯。自诩石楼从不参与修士争斗，也正因如此，石楼交友甚广，其中不乏玄剑真人聂君这样的强悍修士，所以别人一般也不敢在里面闹事。即便不显露金身，以您的修为，也是座上贵宾。我明白。出门在外，该藏的要藏，该展示的也要展示。只有实力够高，才能真正参与进某些事情，也能节省许多麻烦。突破会员这么久，直到现在离开了大前，终于可以不用再掩饰修为。您要是来用膳的，请上3楼去寻梅姑娘；您要是为了别的事情来的，请1楼坐。八方石楼现在竟然连宗师都不放在眼里了。沈怡略微点头，并未流露出什么异样，迈步朝里面走去。只见其内竟是别有洞天。清华愣了愣，终于知道两个小厮为何是这般态度。只见这厅内近乎坐满，却没有一张桌子上摆了饭食，所有人隐隐形成了几个派系，相互冷冷对视。其中散发着混元气息的修士，竟是一双手都数不过来。这何止是知道的人不少，都快挤满了。好好的一座石楼，如今却是充斥着火药味。我等见过张前辈。玄光洞，聂真人正在上面用膳，请诸位安静一些。守在此处，莫要让旁人叨扰到我与聂兄用膳。让混元宗师看满，这是何等气派！不愧是玄光洞，好大的手笔！既是混元宗师，又受玄光洞差遣，大前武庙曾经也是3大顶尖人族势力之一，现如今却是虎落平阳，略显几分凄凉。正是从前的名声太大，反倒成了拖累，日子过得还不如我八方石楼这样的小势力潇洒。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他们。国主，需不需要青花去做掉那群玄光洞的修士？你能打过？打不过，但青花愿意为我主父死而战。消停点，我谢谢你。说实话，心里肯定有点不舒服，毕竟巡查使在那里看门，自己这个副巡查使同样脸上无光，但初来乍到，还没摸清楚情况。魏征一时之气冒昧莽撞，并非我的性格。此行最重要的目标还是修士洞府。至于玄光洞的那群人，等有机会的时候，倒也不介意顺手收了他们的储物宝具，让我看看仙门的底蕴。那是在做什么？在交易宝物。哼。其中一人好像捡了个漏，结果是被旁人坑了。那些人在嘲笑他。交易自己身上最值钱的，大概就是刚到手的冷玉玄丝手。至于别的东西，要么是无可替换之物，或者看不懂价值，要么就是对混元境以上的修士用处不大。底蕴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补充了。再看再报。青花听话的飘了出去，反正他是妖魂，别人也看不见。东逛逛西晃晃，很快便是带着一大堆消息回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这次八方谷的修士洞府。据他们所说，国主此行前往的修士洞府其实已经出现过至少3次了，只不过先前无人知晓，也就10楼的人会进去尝试着寻找一些新的食材，后面被玄光洞的人所知晓，将其写入游记之中。只不过上次他们算错了时间，来的有些晚了，避免被困在其中，所以撤离的比较仓促，探查的也很粗糙，连最重要的藏法阁都未找到。不过倒是让他们找到了关于炼器的痕迹。
这洞府的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炼气士，才会引来玄光洞第二次查探。这些人就是过来碰碰运气的。一般大势力做事也都比较大方，不会和他们计较那些残羹剩饭。但是聂军在此，若是他也盯上了洞府，恐怕会对我主有所影响。要不要青花去？这个也影响我主，那个也得罪我主，真按他的方式去做，今天自己和其他人指定得有一边躺在这里。那是2丈3的金身，不是23丈，顶多比出入化神境的修士强一些，还得看对方有没有藏着什么杀招。让开，聂前辈，把你腰间那东西收起来，看着心烦。若不是得过教训，谁又愿意在丢人现眼时带上自己所属的实力义气？不是不想收，只是不敢收罢了。我让你收的，能听懂吗？多谢聂前辈。玄光洞的张真人也是从3楼走下，确定对方是真的离开，然后舒了一口气。要是聂军也看上了这洞府，即便我姓张的再不愿意，也只得乖乖拱手让人，说不定还得到一句辛苦了。梅姑娘，聂前辈用完了膳食，是否？大方石楼的楼主可是只为聂军一人出手，那老爷子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一道佳肴不比珍稀宝丹要差。反正聂军只用精华部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抱歉，这次不行。玄剑真人每次自带食材，等他离开以后，八方石楼就会开善广邀宾客，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聂军带来了千妖窟那群妖魔的尸首。准备一下，洞府快开了！准备一下，洞府快开了！都是好不容易修炼上来的强者，难道还真的信了玄光洞仙门的美称？这位张真人的怪异举动，似我这种从百云县杀出来的小捕快，反倒会看得更清楚些。不过忌惮归忌惮，该去也得去。在大前安心发育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出来以后不至于太过畏手畏脚？宗师不是为了洞府而来吗？若是这样，请上3楼用膳。回来再说吧。虽谨慎，但最终还是抵不过野心。只不过想回来恐怕就不容易了。仙宗修士，哪怕只是这种离开了内门，去外面另寻僻静之所的普通弟子，洞府都能修筑得如此精妙绝伦，即便历经漫长年月，仍然能将自己等人拦在外面。其实我的修为未必低对方多少，但论及各种手段见识，却是远远不如。我玄光洞岂是那般蛮横霸道之辈？诸位不必理会本座，请自便吧。多谢张真人，我等就不客气了。出身平平的混元宗师，可谓是已经将道路走尽，哪怕知道里面凶险无比，但相较于前进无门的痛苦，寿元将近的折磨，任何机会他们都不会放过。若是没记错，那人同样是玄光洞赫赫有名的真人，唤作张成林，修为真至极境混元。探查洞府居然把他给留在了外面，幸好刚才没有冲动，谁能想到玄光洞这般的势力，竟然能为了一座洞府做出守门这种阿杂事，真是脸都不要了。众人低语几句，便是悄悄朝着外面退去，即使拿到东西也带不走，还冒个屁的风险，谁去谁傻子。就在这时，一个傻子终于迈开了步子。本来以为玄光洞准备了什么阴谋，结果安静看了半天，就使出这种比村霸都不如的手段，浪费时间。不是，这还能进去的？别人是混元宗师，自然有几分胆色，如此年轻就不知道是哪方大势力出来的。真是大势力，玄光洞还能不认识吗？这群人一边往外退，一边低声交谈，只是讨论了半天，也没人知道那青年的底细。再完美的阵法，历经岁月以后也会有所破绽，就连宝丹境修士都知道的消息，我千妖窟又怎会一无所知？故作不知，只是想给玄光洞一个惊喜罢了。他奶奶的，传送法阵出问题了，与我同行道友没有在此处。急什么？从哪进都一样。按道理来说，我们是通过法阵进来，被送往的地方也该是洞府的正点。或许是年久失修，法阵出了故障，才导致现在的情况。不过对于我们前来寻宝的修士而言，本来也要四处探查，从哪里开始都无所谓，正好还可以避开玄光洞的人。像前辈说的有理。向家兄妹也算是威名赫赫，都是混元境强者，
而且还传到了一起。当然不用急，站着说话不腰疼。尔等随我前行。那位小友，我记得你好像是孤身一人，我兄妹也闯过不少洞府，算是有些经验。你干脆过来一起行动。沈怡瞥了眼旁边的青花，发现青花尽管满脸漠然，但眼中的愚蠢却是遮掩不住的。很显然，他也没接触过修士洞府。对方要是有点经验，自然最好；实在没有经验，拿来探探路也是不错的。若只有像家这2位混元宗师，我们哪里还有机会？就是要多出一个能与他们抗衡的外人，自己等人才能趁机捞口汤喝。沈怡不紧不慢地跟在后头，却感觉心里莫名多出许多道气息联系，其中有的微弱，有的浓郁。他察觉到最近的一缕，干脆地止住步伐，悄悄离开了人群。这是血之灵草，放到外面也算是不错的宝药，但在修士洞府内，也就和杂草一般待遇，被随意遗落在山上。不过真正的好东西，通常也会被守护起来，很难直接取到。宗师莫要见怪，我就是进来长长见识。其实就是想试试那些感知到的气息，是否是我曾经偶然吞服妖丹得到的寻宝天赋。没想到还真是，只不过这些东西听上去不太值钱。守护通常都是什么？大概就是为了防住宗师这样的人物，设一些阵法或者傀儡的东西，不至于让您随手就给踩了。本来想着有寻宝天赋，自己或许可以单独行动了，但要是遇到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未必能靠拳头硬砸过去。你对这些很有了解。越懂越懂。谁让你乱走的？莽莽撞撞，不懂规矩。不好意思，下次不会了。外面尽管没有驾云，但这群人都有修为在身，仅仅半个时辰便是走出了这片连绵山脉。不知是不是巧合，向家兄妹在前方带路，路线竟是和沈怡感知到的气息一模一样。很快便是到达了气息所在之处。你过去试试。是什么？我试试吧。别这样硬闯啊！珍宝皆有守护，哪里是靠着硬闯能过去的？别再让他们送命了，让我想想办法，但是需要一点时间。小兄弟快请，别管他说的是真是假，至少我等的小命是先保住了。也好，我信你一次。他想他的法子，你们继续做你们的事情。向前辈，你这是刻意想让我等去送死。我虽未入会员，但我族中长辈也未必不如你向家兄妹，你最好考虑清楚。这就不用你提醒本座了，就从你开始吧。不必如此，我会尽力。我信你一次，所以把你放在最后，不代表你就平安无事了。你自然需要借力。好，诸位可认清了这兄妹俩的嘴脸？你们还敢心存侥幸吗？都拿出看家本领，只要能踏足对岸，我可留你一命。去！宗师，这兄妹俩如此霸道，待到我等死绝，恐怕你也讨不了什么好。聒噪！小友无需担心，你与我等皆是会员，不会少了你的那份好处。这路总是需要人去探的，难不成还要修为高深的给弱者探路的说法？那我等岂不是白积攒了这身修为？况且时间紧促，若是被旁人捷足先登，岂不可惜？小友觉得我说的可有理？有理。小友明白就好。那你还在等什么？我时间挺紧的，去吧。反正都是探路，何必浪费时间看一群爆丹境送死？直接从混元宗师开始，岂不是更有效率？小友莫不是在与我说笑？燕妹，救我！这守护有点意思啊，竟然连混元宗师在这种守护面前也是如此孱弱，连半点反抗的余地也无。要是自己能拥有一个遇到危机之时也能有个藏身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把这火河给带走。给我死，为我哥偿命！别浪费时间，我丢你过去，或者你自己过去，选一个。小友，
前辈，先放开我！香家兄妹的所谓霸道行事，真的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之前有人给我讲此人是初出茅庐的天骄，这哪里是什么初出茅庐，分明是个心狠手辣的老油子。书生胆战心惊地看着，刚才还敢劝一劝向天雄，现在看着沈怡面无表情的俊秀面容，他却是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惊扰了沈怡。爹爹说的没错，外面的修士果然没有一个好惹的。前辈，向家花费了大价钱才从别处买来了此地的消息，里面大概率藏着一枚契合自己的灵根。原本以为能借此机会让我的境界能再进一步，没想到却成了兄长的葬身之地。如今唯一的机会便是跨过火浪，采了灵根，抓紧时间突破，方才有一丝的机会。前辈，能否把我的，不是，能不能把前辈的宝具借给我用一下？向天燕道出一些宝具的名称及其用处，但是一对这些一无所知，便是朝那书生投去一个眼神。没什么问题。涉及洞府珍宝，我也不会小气，这些都借给你。那我去了。兄妹俩定下的规矩，拳头大便是道理。此刻拳头不如别人大，行事道主无果自验。前辈饶命！这刀是何等法宝，竟像是有了灵性一般，好似与那青年心心相连。拼了！这阵法会禁锢气息，但这玉环乃是从一处小国收来的，其中蕴含的是香火愿力。不太懂香火愿力是什么，只知道这东西能护住我。救我！从头到尾不超过1个时辰，便是有3人陨落在此。修士遗留的洞府，夺人性命，皆在无形之中。香火愿力好似可抵挡这阵法片刻。博主，要不要青花去试一下？尽管香火愿力可用，但对于阴神能否抗住那火浪，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顶多将其作为最后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念及此处，沈怡看向远处的小书生，只见其他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被灼烧的痕迹，唯有此人那雪白的书生服纤尘不染，更别提有什么伤势。去吧。啊，我吗？我刚刚还同你讲解草药，甚至还分食了灵果，转眼就这么无情吗？想什么呢？是让你去破阵。哦。现学现卖，算了，本就是过来寻找灵根的。这药炉看上去就很像是种植天材地宝的地方，等一等也无妨。我也不担忧什么捷足先登，灵根是混元境所需之物，而在混元境里，自己应该算是实力不错的存在。若是有化神修士来抢，那我也不介意把金身拉出来亮亮相。前辈，那我们……你们随便，我并非什么嗜杀之辈，只是陪那2人玩玩。多谢前辈。在洞府这种毫无秩序之地，什么势力背景都是狗屁。能跟着一个看起来稍微正常些的混元宗师，捡一些残羹剩饭，活着离开洞府的几率也会大上不少。别说，这法宝还真挺好用的，一拳砸到混元宗师的宝剑上，甚至都没破皮。或许这就是法宝自带的防护。贵姓？免贵姓徐，您唤我阿青便好。没事，你忙你的，闲得无聊，能不能借我几本书看看？我身上只有这种。宗师若是打发时间，这本是最合适不过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其实这个还蛮难的，没有10天半个月很难学会。对了，您只是打发时间，不过这本就不能给您看了。无妨，还记得先前在武庙中拿到了2本关于阵法的混元武学，先补补基础也是好的。至于对方手上那本，慢慢来，不着急，你先忙。怎么样了？应该差不多了，大约再等1炷香的时间。宗师看得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行，以后再说。可以了。你干嘛？我过去啊，要来不及了。阵法不可能完美无瑕，总有缺陷。只要抓住合适的时间和位置，它便形同虚设。其实很简单的。我知道了，是龙岩玉枝，这可是中品灵根。好妙的阵法，以玉枝守护他自己，外面的那条火河本身就出自他的体内。啊！
在收起龙岩玉枝以后，心里那抹最浓郁的气息联系便是消失不见。此处药炉大概就是为了喂养这龙岩玉枝单独建造的，可惜了，这般至阳之物压根跟煞气不带丝毫关系，与自己并不契合。这灵根也算是硬通货，也算是能以物易物吧。你刚刚说中品灵根，有没有什么说法？当然有，能作为灵根的天材地宝数量繁多，根据种类的珍惜程度，可分为4等品质，其中最为强悍的绝品灵根，更是能诞生自我意识。不过，诞生了意识以后，由于无人引导，大多都会沾染些邪煞味道，对修士而言也就没什么用了，也就导致正常的绝品灵根太过稀少，每一次现世都会引起腥风血雨。邪煞这种东西多吗？应该不多吧，没有谁会去冒着生命危险去招惹没什么用处的东西。至于正常的绝品灵根，那就更不用说了，到手以后肯定是直接用掉的。我族内虽有被邪煞侵染的绝品灵根，而且让众多族人头疼不已，但是绝对不能带外人进去。这样啊，三修、沈怡徐青儿没有与我同行吧，外面阵法上的噪音疑似女扮男装。徐青儿，多谢宗师。能跟着这样的强者一起行动，想必又能增添许多见识，真是个好人啊。你认路吗？我父亲对洞府内部构造很感兴趣，略有钻研。不过我脑子太笨，只是跟在旁边听了一些。如此大的规模，至少也是化神境修士的洞府。似这般中品灵根，对他不算珍贵，应是种植在真正的洞府外面。先到这里，或许能见到他平时休息的小阁。这种地方没什么宝物，但却能有助于掌握他的一些习惯，从而推断出存放功法和宝物的位置。相较于无头苍蝇般的乱闯，八清显然是更有思路。进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那传送法阵出了很大的问题，压根支持不了别人说的1月时间，最多10几日就会关闭。即使找到藏法阁或者炼气阁，也不够时间破阵。您最好自行斟酌。走，去看看怎么回事。郑子生，你欺人太甚！你们是得了失心疯吗？敢对我动手？这事说来并不复杂，余家兄弟运气不错，直接遇到了一处阵法失效的阁楼。等到其他人发现时，2人恰巧拿着收获走出来。像这种情况，又都是相识已久的高手，除了心底有些嫉妒以外，倒是没有做得太出格，纷纷拱手道贺。于月龙也是个讲规矩的，相约一起探查下去，再有别的收获，兄弟俩保证出手相助，绝不再取分毫。问题就出在玄光洞的郑子生上面，他表面笑呵呵的，却是突然出手袭杀于月龙，依仗着底蕴丰厚，竟是直接将其偷袭至重伤，并夺走了那件功法。此地混元宗师之中，仅有他2位修为真至上境。若是再不出手，恐怕我们这群人今日是连一口汤水都别想喝到了。旁人已经到手的东西，还做出了承诺，就这也要偷袭硬抢？既然不讲规矩，那干脆都别讲了。就你门派里的大猫小猫3、2只，等我出了洞府，约上几个同门前去做客，他们恐怕是一个也别想活。那便让你出不去就行了。玄光洞，等出了洞府，鬼又知道里面发生过什么。给你面子称你一声真人，不给面子也就是个混元宗师，又能强到哪里去？动手，功法我不要了，今日我只要他的命。放肆！陈忠还不出来？进来后便与众人分散，听见打斗声才想过来瞧瞧。见到是郑子生后，本想转身就走，没想到还是被看见了。杀我！你们今天一个也别想走，动手一个不留。老前辈，你并非玄光洞之人，莫要多事，待我等收拾了他，绝不会出卖你。你敢？你应该知道的。要是我折损在洞府里，你逃不逃得了干系？别忘了你那群同僚慢吞吞的作甚，我让你快点动手。老前辈，你可想好了？听他的意思，阁下乃是大钱的人，曾经的顶尖势力，如今真的甘愿给别人当狗？武庙把玄光洞当盟友，他可曾拿你当个人看待？先前在八方石楼，我等还给你留了面子，没有出言嘲笑。现在看来，你们真是脸都不要了，哪里还有半点大派作风？枉费我们曾经如此敬重尔等。笑死人了！一群野狗在此狂吠，现在知道怕了，晚了。
都走吧，今日你们不能杀他。多谢前辈手下开恩，只是……谁让你放他们走的？我看你是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了。我是让你杀了他们，你敢不听？当初定下的盟约是合力抵抗千妖窟，其中应该没有替你胡乱杀人的说法。我是大前的巡查使，不是你玄光洞手里的刀。若你觉得不满意，我们可以去请梧桐山评理。听你。那何须找什么梧桐山？干脆让本王来评评理。千妖窟的妖王怎么可能出现在洞府里？分明让一位同门在外面守着。陷阱。还有大妖，除了千妖窟以外，难道还有别的野妖也进了洞府？那汹涌的杀意，竟是冲我而来，好胆！以妖力凝聚道音，这是什么杀非？去！什么玩意儿？我这毒可是处之极往，他怎么无视你？青花去。这，短短时间内，对方便是展露出至少2件法宝，再加上如此年轻，这是哪个大势力出来游历的少爷？斩杀混元镜，独角虎妖，总寿16700年，剩余寿元6300年，吸收完毕。这怎么看起来这么像阴神出手？道音都亮出来了，哪里可能是什么阴神？兄台好身手，在下玄光洞正此生，多谢兄台出手相助。等离开洞府，一定要来我玄光洞做客。看来今日还真是有点气运傍身。先是入手了一卷不错的功法，然后又遇到陈中搭救，被妖魔盯上，竟然还有陌生修士出手。看起来这青年底蕴颇深，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仙宗之中也有颇多也是仙门，即便比不上玄光洞，也有结交的价值。郑子生脸上笑意甚浓，话说到一半却又戛然而止，只因那墨山青年淡淡回眸看来，随即一言不发的又把目光落在了2头妖王身上。好傲的性子，你还傻站着作甚？抵抗千妖窟，千妖窟不就在眼前，还不上去助这位兄台一臂之力？前辈，我来助你。前辈，我等也来助你。踢到铁板了。如今之计，唯有赶到妖皇身边，先撤为上。不用，劳烦你帮我看好他。我这就去。斩杀混元镜，阴风属妖，总寿15900年，剩余寿元3800年，吸收完毕。人多算什么本事？敢不敢和本王单挑？斩杀混元镜，幽光邪妖，总寿16100年，剩余寿元4400年，吸收完毕。好汉不吃眼前亏，无论如何，先到张师叔身旁再说。还有此人分明修为极低，但却能按着妖王打，定是有某种秘法。先跑，兄台好修为，在下佩服。正巧我师叔也在洞府之中，稍后一定为兄台引荐。真他喵的气！若不是有陈忠护着，我恨不得现在就活剐了这混账！真是赖人有好命，这都能让他苟活下来。感谢前辈相救。无妨。前辈，莫要信他的鬼话。前辈，既然其他人已经提醒，我也就不必再多言了。无论要不要结交，都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愿意带着我就已经是厚待了，还是尽量少给人家添麻烦。只是族人口口相传的上百条性命，让我觉得沈宗师和玄光洞打交道可能会吃大亏。你疯了！想不明白，我与他无冤无仇，更没有出言上来便是下了杀手。前辈不好，死都死了，
还住的哪门子省？刚才还好好的，为什么说动手就动手？郑子生死在众人面前的事情，要是泄露出去，其他人还能四处逃窜，躲避玄光洞的追责。可大前朝往哪里逃？说有个天骄从天而降，先斩妖魔，再斩郑子生，原因不知道，仇怨不清楚，就死了他一个。别的人毫发无损，说出去谁信啊？况且张真人还在洞府内，这位前辈难道真就一点不怕玄光洞吗？算上这个，这一趟已经捡了3份底蕴了。果然，要出门才有收获。沈宗师做事果然不同寻常，每一步都是我猜不到的。不过，若是让爹爹知道玄光洞又陨落一位门徒，应该全族人都很开心吧？念及此处，阿青赶忙拿出纸笔，想把这位宗师的特征记录下来，还未来得及动笔，便被走来的沈怡一把夺走，顺便白了他一眼。记，杀人现场也要记。要不要干脆去玄光洞告状啊？抱歉，习惯了。行了，跟我走吧。此次出来，最大的优势就是旁人都不知道我的背景，无论做什么都跟大前武庙没什么关系，少了许多束缚。故此也没打算跟这位巡查使说明情况，反正先把他放回大前，再怎么说也能解决不少麻烦。情况已经这样了，若还非要上去找这位前辈拼命，那不是脑子有坑吗？郑子生是玄光洞的，又不是我陈某人的爹，他死了，我心中也莫名出了一口恶气。此时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虽然功法最后还是没落到我们手里，但被这位青年收下，总比被郑子生抢走要让人信服得多。况且人家还把事情都揽了下来，我们离开洞府以后，也不必再东躲西藏。多谢前辈替我兄长报仇，若有用得上我一家兄弟的，您尽管开口，我要先送兄长去养伤，就不叨扰您了。我等也先行告退。又是玄光洞，又是千妖窟，还有这般身份不明的天骄下场。这次的洞府之行，恐怕已经不是我们这群普通会员境能参与进去的了，提前做好离开的准备才是。他们要走，这青年只是略为颔首，说明他并没有拿旁人去探路的打算，可为何要偏偏留下我？帮我清点一下收获，全部归好类放起来。这种活计，青花夫人这般的妖魔就干不了，什么好东西都不认识，笨得要死。此行本就是为了增长见识，哪有比翻别人的储物宝具更合适的方式？好，多谢沈宗师。没事。沈怡点头，看向了手中的物件，一枚玉简，还有一本后书。沈怡将神念触及玉简，密密麻麻的小字顿时涌入脑海，待他将其消化完毕，面板上悄然多出一行字迹：华神针离火焚新掌上卷，未入门。之前听几人的交谈，我就猜测过，这群人得到的东西可能并不简单。玄光洞分明安排了门徒在洞府外守着，郑子生孤身一人，却还要冒着风险出手抢夺，说明他甚至不愿意让洪门得知这宝物的存在，想要将其独吞。原来是万卷在化神境中也极为珍贵的功法，只是可惜是残卷。沈怡将目光朝那本后书投去，随即将其翻开，其上字迹工整，还专门做了注解。待到看完序言，沈怡大概明白过来，洞府主人偶然得到了这本功法的离火篇，却又始终寻不到焚心篇，心中颇为好奇，干脆自行推演。正因如此，这本功法才会放在用于小憩的阁楼内，让我们这群外来者捡了便宜。虽然看不太明白，但是从洞府主人留下的随笔里可以看出，这本功法已经被其推演了8、9成，只差最后的收尾功夫。对我而言，真是再好不过了。节省寿元不说，有了前人指引，也就不会再被胡乱改成妖魔武学。不过有个麻烦，却是始终绕不过去的，无论会员武学还是化神功法，都需要灵根才能入门。没猜错的话，他真正的名字应该是许清儿，那个得罪了玄光洞，随即带着全族人隐世而居的阵法大族。看他先前的神情变化，大概率是知道关于煞气绝品灵根的消息，得想个法子把消息套出来。不过似这般在外人手上吃过亏的势力，想获取他们的信任可不容易。抓住他逼问的事，我肯定不会做。当初玄光洞抓了上百许家族人，至今都没能找到许家报仇，这般谨慎的势力，又怎么用这种方法逼他们就范？还平白得罪了对方，慢慢来吧。沈宗师，你看这个是梧桐山的聚灵炉啊，价值堪比法宝。什么是聚灵炉？这是梧桐山的不传之秘，可以聚集天地气息，帮助修行，只有那些真人才可享用，偶尔会赏赐给看好的记名弟子。哎，怎么会在玄光洞门徒的储物袋里呢？这东西可烫手的很。若是没记错的话，上次听说梧桐山记名弟子被斩杀，出手的那个化血妖皇好像被追杀得很惨。你先看别的。
若你是那位张真人，进了洞府以后，你会去哪里？这个嘛，宗师肯定是想避开那位真人，若是我指错了路，恐怕会给他惹来大麻烦。一座洞府内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藏法阁，但是玄光洞曾经探过一次，知道这洞府主人是一位炼器师，所以他大概率会去那边看看。炼制法宝的空暇时间，正好可以来这阁楼小憩，并且这方向乃是整座大阵火气最旺盛之处，从此地进去，应该就是洞府主人的炼器房。若您想要避开玄光洞，其实现在就可以离开了，因为无论炼器房还是藏法阁，都不是短短几天时间能破开的。除了山水白云以外，我什么都看不出来。术业有专攻，除了提升境界以外，也是时候该学点别的东西了，否则以后很容易被人当成空有蛮力的傻子戏弄。前辈，我可不太愿意继续往里深入。千妖窟显然是有备而来，目标大概率就是张明阳。先前那几位妖王或许只是陪衬而已，要斩杀一位化神境真人，绝对是有妖皇参与进来，而且是有自信能碾压张明阳的存在。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没有千妖窟，等张明阳看到我，按照惯例，我永远是提起探路的那个。大前好几位宗师都是这样陨落的，也就是我境界稍微深厚些，经验也比较老道，才能苟活至今日罢了。理想在外，身不由己。原来不是要避开吗？我也是有驾云宝具的，不过我还是闭嘴吧。虽然沈宗师沉默寡言，动起手来可一点不客气，我还是安静点比较好。沈宗师，我们快到了。灵根加工法的收获，其实已经让我还算满意了。之所以继续深入，只是想看看能不能捡个漏。若是能碰到一头重伤的妖皇，这收获可比什么法宝要珍贵得多。你身上应该有敛息之物吧？有的。阿青又开始翻起了他的储物袋，很快取出3个巴掌大的阵盘，分别递给了沈怡和身后的阮中，并教给2人使用方法。虽然有青花的斗篷，但敛息手段这种东西哪里会嫌多？最好是能把我全部藏起来才好。这是多谢。陈忠接过阵盘，扫了一眼，眼瞳忽然紧缩，他像是认出来什么，偷偷瞥了阿青一眼，像是碍于沈怡在场，他果断把那猜测藏在了心底。一群废物，给了你们路线图，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都是干什么吃的？什么路线图？整整70余种不同变化，且全是凭空猜测，这到底有个屁用？先前的3人总共试出了20余条错误的路线，而我们2个想要活下来，就得从剩余的路线中寻出那条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生路，但却只能进不能退。陈忠呢？为何还没过来？已经受够了这群无用之辈，不仅修为颇低，更是毫无破阵经验，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比起已经调教好的大前宗师，简直让人失望至极。师叔，他大概是躲起来了。临阵脱逃，等出去以后，定要给他长长记性。那还需要你来教我？弟子不敢。虽是同门，但化神境和会元境之间压根就不存在什么情谊。对方已是彻底摆脱了肉体凡胎的天地造化生灵，在其眼中，我和其余会元宗师可能并没有什么分别。大前的混账东西！就在此时，那2个混元宗师发现了他的神游天外，相互对视一眼，某种涌现决绝，与其被逼着送命，还不如趁现在逃来试试，各走一边，生死由命，无需言语。在一尊化神境修士面前逃跑，这是被吓晕头了吧？这不知师叔为何突然痛下杀手，不愧是张师叔，修为大进。闭嘴，这可不是我的手笔。这是第42窟白羽妖皇。千妖窟作为这片地方当之无愧的霸主，同时对抗梧桐山、玄光洞，再加上大前5庙3方势力，尚且占了上风。白羽妖皇能在其中排到第42位，已经是站在了最顶尖处的那批强者。玄光洞的人能敌过这妖皇吗？敌得过什么呀？许家什么时候出了个这么单纯的后辈？每次取出的东西，但凡让修炼剑士的人看了，一眼就能认出他的背剑。我这个大前的倒还好，旁边那位天骄前辈，谁知道对方是什么底细？稍稍有点坏心思，就能让许家吃个大亏。张明阳虽强，但在化神境中算不得生成，
至少比白羽妖皇差了半个档次，能逃得性命就不错了。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样，千妖窟这次就是冲着玄光洞来的。前辈，先走吧，再看看。这也是能看热闹的吗？看到本皇很吃惊吗？还好吃吗？什么？我问你，本皇那兄长麾下的几位妖王是否美味可口？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进八方石楼，什么也没吃。若你说的是聂军，我在3楼，他在9楼，并未见过面。你要是想替你兄长出气，应该去找他的。我要是敢去找他，还找你做什么？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若无其他要说的，本座就先走了。可怜我那牛兄，先是被追杀，东躲西藏，又折了夫人和儿子，现在连麾下都成了别人的口中餐食。本皇若是不替千妖窟出口气，回去以后还真没法交代。我记得玄光洞上一辈不这样，怎么到你们这辈，竟是让本皇一点兴致都无？他们人呢？难不成是在忙着怎么替代梧桐山？若是他们今日在此，你还能如此悠闲吗？我是没想到你居然还能顶本皇一句，也算勇气可嘉。不错，不错，还是本皇熟知的玄光洞，一如既往的没脸没皮爱偷袭。这玩意儿就是你们从许家那里学来的吗？竟是毫无气息波动，有点意思。学了这么久，还是残缺不堪，怎么好意思使出来的？还是说这阵法本就粗浅难言？只是你玄光洞修士太弱了，才会陨落其中。真正的九阶灭界大阵可不是这么简陋的玩意儿。当初死在这件阵下的化神修士，丝毫不弱于武庙老祖。不过这玄光洞还真是够阴的。跟你张爷爷装什么呢？玄光洞教你们的功法，是让你们被人拎着发呆的吗？以妖皇的实力，居然都脱不了身，这才是真正的修士斗法。若是和张明阳交手的是自己，恐怕仅凭这一招就能让自己无计可施。今日想要将两者全部收入囊中，或许没有想的那么容易。你还有别的手段吗？本皇有些玩腻了。完全没想到我与他的实力差距会这么大，在占尽先机的情况下，竟然还是输了不止一筹。别废话了，你直说吧，我要用什么来换你？我什么都能做。该偷袭就偷袭，打不过直接认输，不带半点犹豫的，不愧是玄光洞呀。该走了，胜负已分，再不走，等下可就走不了了。你这狗畜生还藏了后手！你这狗畜生还藏了后手！金身法相能以香火愿力成就化神境界的，数遍了也就那寥寥几个，其中大部分都是成名已久的修士，绝无这般长相凶恶的金身能供养得起多位化神金身的。莫非是大千武庙，还是说又有小国攒够了底蕴？无论如何，自己今日指定是被坑的。我对此毫不知情。本皇先宰了你！我乃玄光洞仙门弟子，道友主啊，日后必有重谢。还在骗，还在骗！你当本皇是蠢猪不成？这金身看着好熟悉，我大前也有类似的罗汉金身法相。这位前辈说不定与我大前武庙有关系。本不愿这么快就出手，毕竟两者完全没到油灯枯竭的地步。只是先前在白羽妖皇脸上捕捉到了一丝犹豫，还不如假装成张明阳请来的助力，强行将这人捆绑在自己这边。反正只要不说话，让那妖皇慢慢猜去。
本皇滚下去！本皇和你拼了！该死！一尊金身法相出手相救，如今陷入焦灼状态，正是帮忙的好机会，居然就这样逃了。果然，只要是和玄光洞打交道，永远只有被出卖和背叛的下场。这区区2丈多高的化身金身，竟然和我厮杀的同时，还留了余力去对付张明耀，他们真的不是一伙的。滚开！好霸道的阴神修士！野猪妖终于解决了面前的玄光洞弟子，他冷冷朝四周扫了一圈，随即雄壮的身躯猛然奔踏起来，竟是气了妖皇想要逃走。一场斗法里总共还活着4个，其中3个都想逃，甚至都不太明白这怎么还能打得下去。原因好像就在那金身前辈之上，只是因为他还想打，所以都别想走。定是，快逃！野猪妖目标是我们。前辈，就连我都想逃了，一个出境混元也敢来淌这浑水。帮忙，我来摆阵。怪不得沈前辈一直不肯离开，原来是盯着那野猪，不仅能斩杀千妖窟的妖王，还能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别看收获颇丰，但这事情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能在3位化神境面前悍然出手斩杀一头极境妖王，这般胆识简直让常人汗颜。要是大钱也能拥有一尊这般的天骄，何愁不能崛起？终于可以离开了。难道沈宗师盯着的不是野猪妖，而是一尊真正的化神境？2个境界之间可是云泥之别呀！活了！这方世界从不缺胆大妄为者，皆以为自己是天命选中之人。一个混元宗师竟然敢对我这个化神境出手，把那胆大妄为的想法付诸于实际。无知小辈，给本作死！金龙环刀，表达善意，这已经算得上是态度非常客气的化神前辈了。恩怨分明，即便面对小辈也不会过于倨傲。但沈前辈这顺手把别人的战利品给收起来的举动，在修士间可是实打实的打击。各位前辈莫名其妙的现身，力斩一尊化神和一尊妖皇，好不容易将2者拿下，居然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直接就走了。不是为了功法和宝物，也不是为了妖皇失手，他就是单纯出来找人打架的。那这一地的宝贝，如果不是从头到尾都和沈前辈待在一起，甚至要怀疑刚才那尊化神金身是他请来的元首了。这也太客气了。以混元境界，不仅敢参与化神境的斗法，最后还把所有宝贝全部收入囊中，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气运护体？不过说是气运，旁人可没这个胆子。即使有，又有几人能拿出这份实力，将张明阳给送到金龙的面前？至于沈怡认识那尊化神金身，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那就不是我该去揣测的事情了。太过好奇的人通常都活不长。若说先前他只是让我佩服，现在就只剩下了敬畏与恐惧。去看看那竹林。我这就去。前辈，我替你护法，别的不说，正是靠着这青年，我和那许家晚辈才能安全无恙。许家人还对前辈有用，而我陈某人则是纯粹的累赘。有劳了，这次是真的发财了。3头上境妖王
一头极境妖王，再加上一尊妖皇，还有大半套9件灭劫大阵，以及一枚荆棘手串法宝和还未清点完毕的几个储物宝具。斩杀混元镜山野猪妖，总寿18900年，剩余寿元8800年，吸收完毕。斩杀化神镜白羽鹤妖，总寿67000年，剩余寿元29000年，吸收完毕。剩余妖魔寿元52300年。仅5头妖魔，便是提供整个松州群妖1半还要多的寿元。像这样的存在，千妖窟内不知还有多少。青花的表现已经挑不出毛病了，确实是金身和妖皇的实力尚有差距，导致受了伤，需要大量的香火愿力去修复。这就相当于是在拿大钱的底蕴去赌一把。讲罢，他朝旁边看去，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陈中祭出道鹰，全力朝着四面八方巡逻过去，确保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阿青则是小心翼翼在竹林前看着他那本书。3头上境妖王总共提供了307滴魔血，极境野猪妖则是153滴，少许于之前同样极境修为的白龙。不过野猪毕竟比白龙年轻了8000年左右，相当于用了1半时间就能做到修为相近，足以见得千妖窟这势力的不凡之处。沈怡期待地看向最后的白鹤，随即眉间缓缓蹙起，只见无往不利的化血神通竟然对这白羽妖皇失去了效果，来自于爆弹境小妖王的天赋渐渐的有些跟不上了，又持续了一会儿，才从他身上萃出了1滴魔血。算了，等彻底无人了再说吧。人多眼杂，自己修行的特征实在太过明显，没必要在这种地方显露。现在魔血已经喂养到了第4蜕的孔雀，离第8蜕的小妖王也不远了。第1年，尝到魔血滋味的孔雀再次嗅到了熟悉的味道，贪婪地凑了过来。第2720年，孔雀总计吞服202滴魔血，终于完成了蜕变，如血般鲜红的羽翼缓缓展开，掀起浓郁如实质的煞气。你的天赋神通得到增长。今日被张明阳轻易破开肉身，然让我对淬体法的境界又多出几分紧迫感。不说能战胜真正的化神境修士，至少要能扛得住对方的法诀，否则次次都要冒着生命危险。第24300年，白鹿吞下了剩下的100余滴魔血，却仅是开了胃，仍旧意犹未尽的等待着你的赏赐。剩余妖魔寿元28000年。400多滴魔血被一扫而空，所幸还有具妖皇尸首在那儿放着，否则还真养不起这群仙妖。沈怡取出荆棘手串，稍微熟悉了一下，然后将其套在了手腕上。原本略显狰狞的手串，好似活物一般，刚刚触及沈怡的皮肉，便是乖巧地收拢了尖刺，交缠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根平平无奇的漆黑藤条。这东西连金龙都能困住，在没有学会化神功法之前，正好能弥补一下我的控制手段。这玩意儿可是差点把白羽妖皇给当场弄死在藤条牢笼之中，其威力自不必多说。可惜被那不小的东西珍贵的妖皇给弄坏了几件。若是没记错的话，先前听到说这东西是跟许家学来的。这几柄小剑也算阵法，你能看懂吗？他的眼眸中好像并无杂念，仅是蕴着些好奇。对方如此信任我，甚至连身份都不曾过问，便是一路相护。大概宗师还不知道，这9件灭劫大阵乃是我家里曾经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我能看懂一些。那就好。那就好。这竹林呢？这绝不是一位炼器师能建造出的阵法，与整个洞府的构造完全不是一个境界，定然是请了真正的大师出手。玄光洞猜测了70余条路线，看似其中藏有生路，实则等他们全部试完，就会发现70余变成了数百，甚至上千条路，是这大师故意露出的破绽。在戏耍擅闯之人，一旦信了此道，恐怕连化神境的强者都会陨落其中。原来如此。宗师再给我一点时间，将这阵法拓印下来，我应该能解开。只是解开也没用了，传送法阵就快关上了，下次开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无妨，你先忙你的，我就只有一个问题。玄光洞有人在门口守着，
往前迈一步便是法阵，就连大钱都有互相联系的引领，玄光洞怎么可能没有类似的东西？再加上法阵破损，所有人都被随机传到了不同的地方。换而言之，只要那玄光洞守门的宗师踏入法阵，就有传出消息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能让白羽妖皇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毫无准备的张明阳面前，好歹也是个底蕴浑厚的极境混元宗师，一步都迈不出去就被斩杀，也太荒唐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大概率还有别的入口。等阿青把这阵法琢磨明白，到时候把白羽妖皇唤出来问问就知道了。在知道进不去的情况下，居然还愿意浪费宝贵时间留下来陪我太印阵法。自从离开家之后，哪里遇到过这般好脾气的强者？就算在家里，也只有爹爹才会对我这个闺女如此耐心。谢谢沈宗师，叫我沈姨就行。谁呀？他懂阵法，见识过，还知道绝品灵根的下落。这次算是碰到宝了，得找个借口给他框在身边才行。就他先前那杀伐果断的模样，直呼其名这种事情，再借我几个胆子也是不敢的。还是先做事吧，这是沈大哥给的机会，可不能再浪费他的时间了。沈前辈，我逛了一圈，偶尔能看见几个爆丹境小辈路过，应该是没什么危险了。快走，快走，要来不及了！他怎能如此单纯？在大前朝内，能有爆丹修为的，哪个不是腥风血雨里拼杀出来的？也唯有这种与世无争的家子，才能培养出这般晚辈。也就是九州太大，不然请许家也修筑一个类似的隐匿法阵，直接将整个大前笼罩起来，自己过自己的，倒也轻松干脆。走吧。沈姨架起红云，没有遮掩浑身气息，跟随着阿青的指引朝洞府正门而去。陈忠反应过来他的想法，祭出上境混元的道音，同样让气势弥漫开来。两尊混元都要撤离，但凡是稍微长点心的，也该跟着一起走了。至于那些还不愿离开的，那便听天由命吧。该死，该死！对一尊混元境来说，世上应该已经很少有什么让我感觉棘手的事情，但借了别人的东西，却换来一件毫无用处的废宝。本想靠着人脉赚笔差价，结果无论如何巧舌如簧也脱不了手。先前在八方石楼内还平白惹来一顿嘲笑，嘲笑也就罢了，现在是欠了好几位朋友的宝贝，实在无法交代。最后一次，再给次机会，我保证再不干这蠢事。甭管出了什么事，反正不是好事。我现在对自己的运气一点信心都没有，先逃为敬。沈姨带着陈忠和阿青从空中落下，却见周围居然聚集了10几个身影，其中便有几张熟脸。先前那余家兄弟以及其余2个混元宗师皆是在此。于月虎抱着兄长的残躯，脸上是浓郁的怒火，双眸中却又闪烁着憋屈和担忧。你怎么还没离开？他兄长身受重伤，再不救治，可是要出大问题的。前辈已经出去了，又被人赶回来了。玄光洞要搜我兄弟2人的身，我倒不是在乎身上那点宝具，但他还要搜我的兄长，就他们的名声，我怎敢把兄长交给他？一尊极境混元高手，怎么如此不要脸皮？就当着八方石楼的面要强倭斗，真不怕败坏了石楼的声誉？玄剑真人找他们的麻烦。确实是极境混元宗师，又是出身玄光洞的，恐怕只有化神真人才能治得了他。我挨了一掌，自然最清楚不过，想必陈忠也会忧虑不已。毕竟他们在洞府内滞留了这些时日，肯定是有些收获的。哦，在所有人沈姨像是没有听到于月虎的提醒，径直迈步走进了传送法阵。见状，那几位混元宗师稍作犹豫，随即便是迅速跟了上去。先前墨山青年力战3头上境交王的轻松模样仍旧历历在目，除了实力以外，想必背景同样不凡，倒也未必就惧了那玄光洞。以张晨林的倨傲性格，到时候免不得和这位前辈一战。有了前辈领头，即使我们也出了手，玄光洞还能把我们都记住不成？一道道身影尽数没入法阵之中，光华愈发暗淡。所有混元宗师都是祭出道营，做好了动手的准备。下一刻，眼前却是多出一大片身影。只见八方石楼的数十人齐聚洞府之外，为首的除了梅姑娘以外，他前面还有个身材壮实的粗脖子老人，身上穿着油腻的大褂，布满老茧的手掌内攥着烟枪。见状，于月虎下意识松口气。八方石楼出面，想必是想劝一劝玄光洞，只不过他们向来不参与旁人的事情。今日这是怎么了？张晨林，怎么这位满脸傲气的玄光洞弟子，居然俯身行礼，宛如富贵人家身旁的奴才，前倨后恭，滑稽至极。怪不得八方石楼的人要出来，原来是梧桐山的真人到了。
虽然这清风真人在梧桐山12门徒中排行老幺，但以他的实力，被比千妖窟那边至少也是前20窟的妖皇，乃是无可争议的大人物。我等参见清风真人。客气，你们在里面可见了妖魔？我一直在这儿守着。回禀清风真人，见到了。千妖窟的吗？不错，有金刀妖王、黑风妖王，还有……你放屁！我怎么没看见妖魔？况且我师叔还在里面。就凭你们这几个货色，若是真遇到那几头妖王，还能活着出来？我等敌不过妖王是真，但有前辈出手相救，这就不需要你来担心了。我们先前对郑子生出手的事情，现在正好一股脑的甩到妖魔身上。清风真人看着传送法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失，仍然没有身影继续踏出，然后又多看了人群最前方那墨山青年一眼。这几人口中的前辈是谁？从他们的站位中就可窥一斑。节哀，你放！真人息怒，我就是太担心师叔。无妨，是我来晚了。少年收回手掌，转身朝八方石楼走去。他这简单的动作，却让其余人皆是一惊。这话的意思，难道是千妖窟在洞府内伏击了玄光洞的张真人，还得手了？阿青和陈忠当然知道事情并非众人所想，但此刻皆是眼观鼻，鼻观心。就凭他们站在旁边眼睁睁看着张明阳陨落，就足够玄光洞要他们的命了。更别说许家和大钱本身就跟玄光洞有矛盾。清风真人，能否告诉我是哪位？可能是白羽妖皇。可是为什么陨落一位化神真人，即便放在玄光洞，也是难以接受的损失？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因为聂前辈带来的食材，乃是千妖窟第19洞的花血妖皇，这绝对是能让所有势力都闭门不出的无妄之灾。我们几乎已经能想象到暴怒的千妖窟到底需要多少条人命为代价，才足够平息他们的怒火。其他的还好，反正八方石楼、大钱和玄光洞肯定是逃不掉的。前者是厨子，后者是女友。梧桐山总共只有12个弟子，一个比一个强悍，聂军自然是不出什么报复的。以他的性格，就算八方石楼或者同盟势力出了什么问题，大不了到时候再报复回去。所幸清风真人还有点仁慈之意，满天下的帮师兄解决尾巴。进去了那么多，出来的却不到一半，就连慧远宗师也是死伤惨重。这人群最前方的陌生青年，怪不得离开时说话底气十足，原来是有真本事傍身的强者。若是不嫌弃，还请诸位到我八方石楼小憩片刻，我等已备好佳肴相待。还好，至少在清风真人面前，这张陈琳应该是不敢再提什么搜身的事情了。再看他那惨白的脸庞，真是解气不少，活该。如今这个结果也算可以，倒不是那玄光洞的极境慧元宗师棘手，在九妖化魔大法再次得到提升后，只要别遇到一些我不理解的旁门左道手段，大家硬碰硬，在慧元境中我应该算是一流的存在了。但洞府内和外面总归是有区别的，外面人多眼杂，心思各异，最好不要把宝贵的香火愿力浪费在没必要的仇怨上。相较于妖魔，斩杀修士的性价比实在太低，况且就玄光洞的底蕴，若是真的全力针对我，那才叫真正的大麻烦。八方石楼内，除了立刻驾云离开的张晨林外，其余人都是跟着梅姑娘回到了此地。沈怡照例找了个角落坐下，身旁却是多出了陈忠和阿青2人。他仅是端着茶杯，便能吸引无数道来自暗中的目光。先前有清风真人在场，那少年自然是所有人关注的重点。但此刻对方上楼而去，在剩下的人里面，携着众位混元强者出来的身影，不免会引起许多人的好奇。他驾驭而来，显露的气息虽是混元，但仅停留在初境。到底洞府内发生了何事，才能让近乎所有存活下来的宗师都对其恭敬有加，甚至称之为前辈？说是从3位妖王手中护住了众人性命，难不成是全部斩杀了？这也太恐怖了些。沈怡所坐的地方分明是角落，但在修士们这般架势下，却活生生将之变成了守卫一般。听着旁边的议论声，黑质男人转了转眼珠，朝角落走去。那个前辈，我是……别靠太近，沈前辈身负重伤，该提防的还是要提防。哦，我懂规矩，晚辈马广山不善与人交手，就喜欢搜罗些稀奇宝贝。以后前辈有什么要找的东西，尽管吩咐。前辈，这人只是喜欢搜罗，但眼光极差，而且刚刚被人坑了，到处想要脱手他的废宝。您可莫要被他花言巧语给蒙骗了。俗话说，断人钱财如杀人父母，这般坏规矩的事情极少会发生在八方石楼内。多谢提醒。坐，我现在身怀好几个储物袋的巨款，
如果真有好东西，也不介意看看。好的。出门在外还带着剑法师，这是何等费劲的大少爷才能干出来的事情。不过话已经说到这里，现在要走，岂不是坐实了骗子的名声？前辈见谅，以前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就连法宝我也经手过，现在实在是有些窘迫，我也不敢诓你，就剩这一个东西，你要是看得上，就随便出个价吧。上品灵根真阳麒麟石，可惜已经被煞气污染，有过驱除的痕迹，但是失败了。上面的封印出自双溪山皇家，值钱吗？不值钱。你在见多识广，但也不能这样压价呀。说实话就行，我需要的东西实在太多，没必要为了这点东西留下不好的名声。谁知道旁边某人的储物袋里会不会就装着我想要的宝物？不吃亏，但也不占便宜。唯有留下这样的印象，才能让其余人愿意过来向自己交底。哦，其实这样的宝物价值很难评价，毕竟它并非诞生意识的绝品灵根，只是被浊物污染了，还是有驱除的可能。他应该就是想赌一把皇家能否驱除上面的煞气，结果赌输了。我确实不认识更厉害的势力，只要肯跟我换中品灵根，无论什么样的都行。上品灵根和中品之间的差值何止数十倍，看来的确是被逼急了。加上他身上的法衣，再加他脖子上的挂坠，差不多是这个价。不过若是沈大哥没有相应的人脉，我不建议您跟他换，这次是实话。马广山脸色变了又变，咬咬牙，立刻开始动手脱衣服，直到把自己扒得只剩一件白色底衫，又干脆利落的把挂坠扯下来往桌子上一拍。一尊混元宗师竟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自己搞得如此狼狈，旁人皆是憋着笑意。感谢前辈救命之恩，衣服拿上，算我借给你的，下次再算。多谢前辈。被煞气污染的上品灵根虽确实值这个价，但根本没人要，属于贱卖心疼却又出不了手的鸡肋之物。陌山青年不仅买了下来，甚至都懒得压价，还约好了下次。虽然他身旁有个眼力超群的鉴宝师，但在这毫无秩序的地方，能公平交一本就是极其难得的事情。刹那间，不少人都是蠢蠢欲动起来。这种被污浊的灵根还有功法残卷一颗，或者关于洞府的消息，你自己看着办。好的，不知为何，他这般毫无理由的信任，总是能让我感觉莫名的心暖与欣喜。其余人已经有些按捺不住的想要起身过来。就在这时，楼上走下一排小厮，手里皆是端着玉盘，浓郁的香味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他们动作迅速的给每张桌子上按人数上了佳肴，又捧来了醇香药酒。在小厮最后面，梅西瑶款款踱步而来，走到角落。清风真人请二位上楼一叙。好吧，肯定没我。您放心，也会给您准备一份的。谢谢姐姐。这白脸小子，难道以为嘴甜就能讨得梅姑娘的欢心不成？他在这八方十楼迎来送往这些年，眼光早比天还要高了。好，我只是顺带，为何漏掉了阿青？吃完继续干活，不要乱跑。八方十楼的佳肴，我只在长辈口中听过，还未真正尝过一次。沈怡收回目光，跟着梅西瑶朝楼上走去，一路径直上了9楼。即便是以沉中的年纪，也不免好奇地朝四处张望。混元宗师最多在下面5层楼，化神境才有上6楼的资格，而且只要6楼开放，必然是八方10楼广邀群兵开宴的日子。至于9楼，是聂军独有的待遇，并且也正是因为这样，10楼才敢定下什么规矩。来了，坐。不知真人找我何事？少年天骄，见之欣喜，不谈事，先吃饭。我看着年纪小，是因为我突破会员突破得快，如今也是空渡3800余载，快吃饭。大钱虽然与梧桐山有点关系，也不至于攀附于他。梧桐山弟子都如何的骄傲，这位只不过是伪装的叫好而已。很快，梅西瑶掀开布帘，却没有端菜的资格。负责端盘的乃是那位粗脖子老人。八方10楼的楼主，菜是简单到了极致，每人仅有1盘，其中装着几块切好的浓油赤酱的腱子肉。
清风真人连筷子都没用，毫不客气的用手抓着往嘴里送去。陈忠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稍稍品尝之后，整张老脸都是陷入呆滞。沈怡刚刚咀嚼了一下，眼眸中便是泛起了冷意。这微不足道的一块肉，竟是化作了魔血被吞入腹中。一块肉，一滴血，这要不是妖皇的肉，我就把盘子碾碎吞了。以我现在的身份，可不值得别人以这般宝物招待。真人还是先说事情吧。别，你们真得吃，不吃我不好意思说。其实跟你真没什么关系，我今日主要也是找他啊。吃完就快回大前吧，近几百年就不用出来了。我那师兄直接宰了化血妖皇，就你吃的这个，我是劝不住的。他就那狗脾气，谁惹他谁就得死。千妖窟未必敢来我梧桐山撒野，玄光洞的下场你也看见了。化神真人说死就死，不过我最担心的还是你们大前武庙里那几尊金身离不了皇城吧？你们老祖也还睡着呢，地盘又那么大，其实也未必，他们或许会接着去找我师兄。真未必吗？聂军和大钱，到底哪个是软柿子？还需要多想吗？第19洞的化血妖皇就这么死了，先前还死了个白羽妖皇，千妖窟不得发疯啊！九州之地，处处都是破绽。想守都没得守。我梧桐山也不是那种做了事情不敢当的鼠辈，有好几位师兄师姐都破关而出，尽量吸引一下千妖窟的怒火。反正你们自求多福吧。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从不是什么空话。聂师兄只是在杀妖而已，他没什么坏心，只是眼眸抬得太高，看不见脚下的苍生。前辈，陈某告辞。你怎么脸色也不太好看？有吗？那可能是我看错了。在清风真人的注视下，沈怡安静的连带着陈中剩下的那份牛肉一起吃完。佳肴中蕴含的药力被德音所吸收，真正精华的妖皇血肉则是化作12滴魔血被纳入气海。他放下筷子，不得不说，梧桐山所交代的消息的确是打乱了我的计划。如今的大钱对于我而言，相当于基本盘的存在。一旦九州倾覆，金身将不得寸进，但凡受损，那就是永久的伤势，相当于数万年的妖魔寿元，去凝聚了一尊一次性的消耗品。如果真的回去做出镇守举动，那才是和大钱一起陷入慢性死亡。就像清风真人所说，对于妖魔而言，一场报复持续数百年都不算很长的时间。在已经陨落一位19洞化血妖皇的前提下，千妖窟只要不是白痴，就不可能再干出先送小的再送老的这种蠢事。其实无需太多思索，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个现实的答案。守不住了，分明已经从未停歇，却仍旧发觉时间根本就不够。真正想要护住大钱，需要的是名声，是让千妖窟闻之色变得赫赫凶名，是但凡敢侵扰半分，便灭他满门的实力。我吃好了，真人可还有别的事情？只是想看看你，现在已经看过了，一个年纪轻轻就能让众多会员宗师敬佩的存在，值得一见。妖皇血肉也是师兄的珍藏，借上一点来结个善缘，但也仅此而已了。我们这12位同门，每一位都是数万年来整个仙宗内最耀眼的存在，在皓月之辉面前，再闪烁的星辰也只能黯然失色。告辞。沈前辈，先前多有怠慢，还望不要往心里去。就连大前宗师都这般慌乱，更何况是我们这小小的石楼。如果说聂军此次动手被妖魔报复，大前至少还是盟友，也不算毫无关系。我们八方石楼才是真正受了无妄之灾，只是一群做菜的厨子，突然就得罪了千妖窟这般去搏，跟谁说理去？在这片土地上，弱者依附于强者，在享受庇护的同时，也要承担被殃及池鱼的风险，实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你也不必替那位宗师太过担忧。的确如此，就像先前斩杀青花夫人，是有聂军帮忙牵制化血妖皇，我才能安然无恙到现在。总不至于人家牵制的时候就是好人，斩了妖魔就成恶人了。只是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沈怡走到楼下，便看见一大堆人将阿青围得水泄不通。他面对众多修为远胜于他的修士，仍旧能保持冷静，逐一询问对方要交换的东西，一副有条不紊的模样。沈怡没有打扰阿青，径直迈步走出了八方石楼。虽然只是混元出境，但也手刃了好几位宗师，又认真观摩过许多道婴，对这个境界也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以天地气息凝聚而成的道音，攒够了底蕴碎丹而出，便是混元出境。离中境之间，差的只是一枚灵根而已。怪不得江秋兰说宗师之道无迹可寻。灵根的不同，道音的不同，两者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变化，自然是不可复制的道路。沈怡将真阳麒麟石取出，闭眼摩挲了片刻，很快便是感知到了其上一层单薄的禁锢，调动气息冲击。下一刻，紫色的石头忽然发出兽类的叫声，一缕缕金色火焰升腾而起，焰心之中蕴着诡异的紫芒，那就是被煞气污浊的痕迹。以我现在的淬体身躯，再加上冷玉玄厮守相护，竟然会在一件死物的影响下感觉到痛楚，这便是上品灵根的威势。对于宗师而言，道音才是本体，而我现在要做的是尝试着把如此凶险之物强行融入道音之中，一旦出现什么损伤，那可不是孔雀红芒能弥补的。沈怡祭出略带裂纹的金柱，让青花守在附近，随时可以化作金身法相。随即打开面板，调动妖魔兽元灌入吞天丹释法。慢慢磨吧。第一年，你陷入内室，认真端详吞天妖鹰，这尊自你内丹中诞生而出的天地生灵，被你的意识完全占据了身躯，心血相连，你可以说是对它了如指掌。被煞气污浊的真阳麒麟石，原本与妖鹰毫不相干，但在其被煞气污浊以后，两者间竟也勉强能做到融洽相处。你没有大意，而是仔细感受着真阳麒麟石上的气息变化，避免出现任何意外。涉及到性命的事情，哪怕消耗再多妖魔兽元也是有必要的。虽然我现在的肉身强悍且年轻，但谁也不敢保证道音出问题以后会不会影响到肉身。第630年，你以自己的气息与麒麟石交互，在你的感知中，它从一块死物逐渐变成了对你颇有好感的宛如稚童般的存在。下一刻，沈怡忽然发现掌中燃烧的紫石忽然变得不再滚烫，那紫金色的火焰好像认得自己，包裹在手掌之上，却又留出一些距离。随即石头缓缓没入皮肤，来到了气海之中。沈怡甩掉手上的残火，神情不自觉有些紧张起来。这是觉得已经交流的差不多了，准备开始炼化了。只见吞天妖鹰身上的气息猛地探出，化作猩红触须，想要将真阳麒麟石尽数包裹。就在那猩红触须碰到石头的刹那，浓郁的白雾呲啦啦的冒开。沈怡脸色骤变，手掌攥握成拳，雄浑力道像是要将自己的指尖握碎。那来自神魂的钻心痛楚，却还是让他瞬间满头大汗，滚烫灼热，仿佛要被融进魂魄。第1900年，你仿佛置身熔浆炼狱，道音已经有融化的趋势，只能不停地与石头上的煞意互传气息，希望对方能稍微收敛一些灼热。他似乎听懂了你的话语，又或许是已经与你磨合了多年，你终于感觉不再那么痛苦。道英身上散出的猩红触须已经将真阳麒麟石缠紧，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体内拖拽而去。沈怡双眸中红雾升腾，体表也是有光芒涌现，这时不自觉地祭出了道音。而在那红光之中，紫金色的火焰轻轻跳动，刹那间，沈怡好像对天地间熟悉无比的气息有了新的感知。原本清澈纯粹的天地气息，在他的视线中变得驳杂不堪。我曾经将其内入体内，化作玉露，凝结内丹，但直到此刻，才像是真正认识了他们。以灵根通天地。第2300年，你成功将真阳麒麟石纳入道音之中，但你明白，这场炼化才刚刚开始。我血肉中蕴含的能裂开山川的力道，此刻竟然派不上半点用场。相较于提升金身，混元之路简直又困难又折磨。所谓修士，就是借力施为。金身借的是大前九州黎民之力，道音借的是天地之力。跟天地比起来，大前这个靠山太过孱弱，随时都有湮灭的风险。大前灭，则金身灭。我可不希望某天自己一路积攒上来的修为突然就没了。投资道音才是最靠谱的选择。第4600年，吞天妖鹰与那枚紫色的石头逐渐融为一体，你开始重新移动它的位置。人生而五脏，心为火，以此麒麟石塑道鹰之心。刹那间，刚才那短暂的体验再次归来，沈怡浑身已经被汉字浸湿，睁开猩红的眼眸，重新看向这片驳杂的天地。心脏处的麒麟石仿佛成了一条通道，将它与天地相连。第5300年，道鹰以石为心，凝聚上品灵根，中境混元已成，剩余妖魔寿元22700年。沈怡身上一散的气息倏然汹涌万分，化作了紫金色火焰，将其整个身躯包裹起来。
金色才是真阳麒麟时的原本模样，紫色是煞气所化。他缓缓握掌，尝试着掌控对方。只见紫金色火焰迅速收回体内，沿着心脏处的麒麟石重新变成了猩红的妖力。转化的效率跟速度是和灵根的品质相关吗？这种圆润通畅之感，几乎感觉不到任何阻碍。通过观摩别人道音得出的经验，拥有灵根就是中境混元，而上境混元则是五脏齐全。而且无论是长青真人还是郑子生，两人的灵根五脏都是同一属性，五者相加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但以我的情况，必须要灵根带煞，要找齐五种属性一样的天地灵根，还得全都被煞气污浊，简直不要太过困难。为了避免样样都会但门门不精的情况，每一种灵根都必须保证足够的品质，甚至能以一种堪比旁人的五种，那答案就很明显了。绝品灵根终于离化神境又近了一步，只要能突破化神境，再加上金身，我一人就能同时掌控两处战场，两者汇聚起来，也能挑战更高修为的妖魔。恭祝我主修为大戒，震慑四方，指日可待。我算是明白了，每当自己有点飘了的时候，这女人就会跳出来浇一盆冷水。混元中境这种修为，在别的地方肯定是横着走的一方霸主，但涉及到梧桐山和千妖窟这样的实力，完全就不够看的。拿着，回大前修补金身。青花，我是哪里说错话了？竟被主人调离了身旁。要知道，主人刚刚才斩杀了一头白羽妖皇，正是换人的时候。青花这就回去，我主需要青花镇守大前吗？不必，速去速回。不知从何时起，我竟也变成了类似武庙弟子一样的人物。什么大局为重，暂时的失利，我只知道，要是被千妖窟拖入慢性死亡的局面，那大前将会沦为尸骸遍地的遗址，九州将会被妖魔占据。用金身带着自己快速发育，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化神，袭入千妖窟，以攻代守，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本来这个同盟就是在给梧桐山打工，连清风真人都表态了，让陈忠快点回去，不至于说逼着这群人非得离开大前。所以只要解决掉玄光洞就行了。青花告退。沈怡看着金珠飞远，心里竟是有些异样，随即自嘲一笑。以前不也是无人庇佑，最后也熬过来了，怎么现在已是混元宗师，反倒像个奶娃似的？金身离开片刻，居然还不习惯了。沈怡从储物宝具中取出离火焚心掌以及洞府主人推演留下的那本后书。化神功法晦涩无比，即便是推演注释，也让人看得头疼欲裂。不过这本后书无法纳入面板，也只能慢慢看了。沈怡将其全部记入脑海，然后再调动妖魔兽元开始推演。化神针离火焚心掌上卷，未入门。第1年，你已经对离火篇有所了解，有了灵根之后，你决定尝试着掌握这股力量。化神境已经彻底脱离凡胎，可轻易调动天地气息，这是混元宗师完全无法理解的领域。混元宗师无法调动天地气息，比如我想要凝聚紫金火焰，肯定是抽取道音的底蕴，再通过灵根来转化，那两者能动用的数量肯定是云泥之别。不过没关系，沈怡取出储物宝具，里面存放着他这一路积攒的妖丹，其中甚至有2枚极境妖王的，以及白羽妖皇的那枚，有着吞天妖鹰的特性。现在无需再借助外丹，也能直接消化妖丹中的修为来补充自身。我的修为底蕴可不是普通混元境能比拟的，慢慢学就行了。第936年，你成功将充满煞气的真阳金焰转化为了无色无形的至阳离火，踏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离火焚心掌上卷入门。刚刚得到灵根，所修习的功法就直接跳过了混元境，甚至远超一般的化神境功法。我也终于体验了一把大派真传的滋味。第6200年，漫长岁月的苦修，你终于将前辈留下的经验消化殆尽，这是属于化神境的能力，却已被你尽数掌握。离火焚心掌上卷圆满。沈怡未动，但身上没有了先前汹涌的紫金色火焰，取而代之的是9轮大日将其围绕。沈怡缓缓收掌，只见9轮大日迅速退散，重新化作紫金火焰回归到鹰之中，让差点被抽干的吞天妖鹰恢复了先前的充盈状态。根据洞府主人留下的注释，离火篇只能算是寻常的化神境功法，须得配合上焚心篇，才称得上力压化神境的真法。6000年时间，差不多等于混元宗师2辈子的寿元。
只有真正的化神境修士，才有资格将这功法修习至圆满境界。还不错，就是消耗有点大。剩余妖魔寿元16500年。果然，只要不去碰妖魔武学，寿元还是挺金花的。沈姨迈步朝八方10楼而去，刚看见那座高楼，恰巧便发现阿青带着一个衣着光鲜的老人走出来。沈大哥，他有事情找您。他说有关于煞气的消息，但又不保证是灵根，要价却极高，我实在是判断不了。金宝文见过前辈，我要价虽高，却并非是信口开河，而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干脆与前辈说实话，若非玄光洞张真人被留在了洞府，您就是出再多价钱，我也是不敢将这消息卖您的。虽然清风真人已经发了话，说张真人大概率已经陨落，但只要还没落实，旁人便只能说他是被困在了洞府，否则得罪了玄光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给他。哦。为何不再确定一下细节，避免肉包子打狗？我信得过前辈，还是先把消息给您，您再决定值不值这个价。才刚说了一句话，他就已经在观察周围，准备动手杀人了。这是哪里来的魔修？怪不得要找跟煞气有关的消息。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呀？前辈，这事情还要从小老儿的身份说起。我金家本是一方修行小族，祖上最多也就出过出境会员，后来运气好，和郑家结了姻亲，就是依附着玄光洞的那个郑家，也算是一流的大势力，仅次于仙门和大钱，几乎每隔1000年都有族人能成功拜入玄光洞。目前靠着的是郑子生真人。继续。小老儿想说的被煞气所无之宝，正是被人移植到郑家的岁木。您可能不知道岁木为何物，那是洞府遗址内留下来的宝物，无论何等境界，只要吞服其果实，便能做到延年益寿。郑子生的师叔张真人从洞府中移了一株岁木，寄养在郑家。这消息知道的人其实不止我一个，但是郑家把岁木养出乱子的事情，绝对没有第二个人敢告诉您。我敢保证，这株灵芝早已被他们养得乌煞不堪。假的，就连梧桐山都没有掌握移植岁木的手段。嗨，我就知道你不信。我发毒誓，那株岁木一定是养活了的。我是郑家的姻亲。把东西收下，收下东西，带我入郑家。不是，我是郑家的亲戚，拿他家的岁木换点宝物，已经是彻底得罪死了他们，哪里还敢登门造访？我总要确定这消息的真假。前辈说的在理。谁给你的胆子？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往外跑？我留了信。姑姑，放我一马好不好？许清儿，你不要命了是吧？外面也是你个爆丹境能出来的地方，你还敢把许家的阵法宝典带走？你是不是想气死你爹？书上这么多有趣的东西，我一样都没见过，你就让我再看看。哼，还想等人救你？我这次出来带了全套的百鬼定神大阵，你想不想试试？哼，姑姑是许家的怪胎，不爱学什么阵法，偏偏擅长修行，一身极境混元的修为，压得族里一群老辈说不出话来。再加上爹爹极其疼他，给他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成品法阵，两者结合起来，实力难以想象。我劝你最好把我放下，不然怎么样？不然你可能要留在这里。紧贴脊背的手掌，有着一吞吐不定，像是能融化道音。你是谁？我才不要回去！看见这女人将阿青攥在手里，小声威胁，还以为是被玄光洞的人逮住了，现在看来却像是离家出走的叛逆晚辈被家人带到的故事。罢了，懒得管。虽然阿青对我很有用，但也不至于当着人家长辈的面去抢人，毕竟我要去的地方都还挺危险的。本来还准备解释一下，请沈大哥放了姑姑，怎的就走了？姑姑，青儿知错了。姑姑，我是青儿啊。曲婉韵，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看你才是欺人太甚。你叫我什么？演戏阵盘你也敢给他？你知不知道那阵盘上面有许家的标志？如果他和玄光洞有关系，你已经是个死人了。才没有关系，长本事了，刚刚出来就敢去招惹玄光洞，还是一尊真正的化神真人，一副得意洋洋吹嘘青年的模样。什么能参与化神斗法，在最后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一击。我是看你们许家和玄光洞有仇才告诉你的，不要对外说。你们许家？那你是谁？跟我回家。我还想去看看岁木，一株活着的岁木哎，甚至有可能成为了灵根，你不想看看吗？别装了，你要是不想出来，干嘛要主动来找我，而不是让爹爹过来？我就这一次，下不为例。我身为极境混元宗师，再加上诸多阵法傍身，可以说是这片地方顶尖的强者，却连自由呼吸空气的资格没有。平日里扮演出的恬静模样，骗过了所有族人，只有这侄女能看穿我的伪装。说吧，岁木在哪里？我带你去看。才不要你带，你江湖经验太浅了，笨得要死。沈大哥，这些是我刚才换到的东西，大约用掉了储物袋中的30%积蓄，换那个消息又用掉了40%左右。搞定了，大概吧。这都是些什么？我看了下他们拿来换的功法，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真正厉害的法门，很少会有人随身带着，所以干脆换了些别的。这些都是用来修补9剑灭劫大阵的，我会修哦，而且也会完善。你离我远点！在外人眼里，这小子还是书生模样，再加上模样俊秀俏丽，很容易产生误会。见状，徐婉韵这才稍微平息了愠怒，调整好神情，走到沈怡对面坐下。道兄这段时间照顾我家小贝，给您添了不少麻烦。不必客气，他也帮我不少。就凭阿青刚才说能修复9剑灭劫阵，放到哪里都不可能缺人保护，那可是能困杀化神境的阵法。两人都对我极好，我可不希望他们之间产生什么间隙，只是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却说不出哪里有问题。沈大哥，这是我一位长辈，他想跟着我换道兄，你叫大哥啊。问题在这儿，只是看着沈怡俊秀年轻的脸庞，这句沈叔叔却是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听闻道兄有要事在身，恐怕顾不上这小辈，还是让我来照看吧。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婉韵也愿尽绵薄之力。都行，阿青如果能留下，自然是最好的。不说绝品灵根的消息，至少把剑阵先修复完毕，我也能多出一件极其强悍的助力。不过这毕竟是家务事，一个外人倒是不好参与太多。这敷衍的回复，看来是刚才的不慎让他小觑了我。不愧是能参与化神斗法的修士，先前那一掌虽未真正发出来，但也绝不是混元境能抵挡的。只不过这种手段并非他独有，论起越境斗法，许家才是真正的祖师爷。准备出发了。前辈这边请，不知前辈想用何种身份造访郑家？若是有仙门和大钱这般顶尖势力做靠山，郑家自然是只能恭敬相迎，哪怕次一点，能与郑家处于同等层次，也不可能被拒之门外。但这样有个坏处，那就是身份太高，势必会引起郑家的忌惮，被人时时刻刻盯防。想要看见岁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三修如此甚好，只不过修士比凡夫俗子更为势利，前辈到时候千万莫要发怒。哪有道兄这般的散修？散修没有靠山，战战兢兢修行，生怕被别人记恨，绝不会以特征如此明显的妖云来逮捕。说着，徐婉韵取出一条平平无奇的木舟，将其系在空中，大约3丈长短。她率先踏上木舟，又将阿青扯到身旁，随即邀请沈怡上来。若非沈怡太过年轻，看上去就像是一家3口般。这样就像了。没想到这看似平平无奇的木舟，竟比妖云还要快上数倍。不过对我现在而言，什么都是越快越好。时间已然不多，不仅要突破化神，还要成为化神中的佼佼者，其中压力可想一般。想要护住大钱，至少也得聂军那个层次才能办到，而我离那个境界真的还差好远好远。白云飘渺，青山秀丽，两者结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仙人。而安居此地的郑家，虽算不得仙门，但靠着深厚的人脉关系，勉强也算得上是仙门的分支了。以郑家为中心，
周围聚拢了不少小卒，金家便是其中之一。山顶上矗立着数十丈高的人像，手捧经卷与道剑，端的是气质出尘，俯瞰众生。要知道，在这种地方可谓是妖魔环伺，不仅能站下一片钟灵毓秀的浩瀚山脉，还大摇大摆的塑像，完全不惧被旁人或妖魔盯上，代表的便是深厚的底气。那就是郑家先祖，原来在玄光洞也是名列前茅的真人，只可惜寿元耗尽，道消身陨了。不过留下了一脉传承，保证郑家永远在玄光洞有一席之地。的确是和玄光洞有关系。确实，这是许家的护山大阵，隐世一段日子，自家珍藏的东西，现在竟然到处都能看见，真是滑稽。前辈，就交给我来说吧。金宝文缓缓朝山庄落下，他和那守门之人低语几声，又指了指天上。下一刻，只见那两人直接朝前一步，将金宝伦给撞向了石阶。老东西，家里早就说过，近几年不见客，还敢往郑家带人，你是活腻味了不成？金宝文再不济也是爆丹境武夫，随便2个看门的年轻人就能将其撞翻。要是真的有这般底蕴，干脆让大钱退出同盟，让郑家顶上去算了。想搞什么幺蛾子？演戏吗？我是。这般举动绝对会让他误会我，但他乃是以散修的身份过来，若表现得太过卑微，当场解释什么不就露馅了？还有这俩守门的小子，怎得力气如此磅礴？怪哉，荒唐！我乃是郑家多年的姻亲，你们凭什么把我拦在外面？我对郑家可是一片赤诚，这几位乃是老夫新结识的好友，听闻郑家名声，特来造访，你们莫要太失礼了。我从一开始怀疑的就不是金宝伦，而是2个守门的年轻人。2人动手的瞬间，竟是没有气息的波动，这便是淬体武学，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堆积。若真是淬体武学，金宝文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刚才被推翻在地时，也不至于露出瞬间的茫然失措。郑家要么拥有某种宝值，要么就是掌握了跟淬体武学类似的手段。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很感兴趣。殷勤，家主说了不见客，你的那2、3分颜面不好使，不管是哪家来人造访，都领回去吧。这可是一家子散修，修为真挚会员，如今隐世而出，准备找个靠山。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领到郑家来，2位还请通融一下。散修代表着没背景，也无人在乎。那么，等着我去问问。似这般势力，通常都是何等实力？在这外面，所谓一流势力，几乎可以等同于化神境看待，要么拥有真正的化神境修士，要么拥有堪比化神境的手段，最次的便是能请来化神境强者为其撑腰。郑家很明显就是最后一者，即便遇到真正的化神境修士来找麻烦，也可通过护山法阵周旋片刻，撑到玄光洞的修士过来救援。一流之上，那就只剩仙门和大钱这般绝顶势力，至少有超过10位以上的化神坐镇，属于一方巨擘，旁人不可撼动。你最好离他们远远的，这种势力里面的修士全都目中无人，视我等为随意取用的肉食。这女人跟阿青一样，都是靠着书籍了解信息。大钱现在别说10位，除开自己，就剩下1个，还是痴痴呆呆的。对了，你问这个干嘛？你该不会是想要抢他们的岁目？别开玩笑了，就算你请一尊真正的化神境过来，恐怕也不敢开这个口。随便问问，我又不是只知道杀戮的莽夫。就算要见，那也得先看看东西对自己有没有用，否则岂不是白白浪费香火阅历？还需要多长时间？回禀我主，10日足够，青花一定尽快回来，您等等我。诸位请吧，我是请宗师入内，你凑什么热闹？滚！总觉得这群人像是在藏着什么，若是能混进去，获得点新消息，到时候岂不是又能再卖一笔好价钱？我与宗师乃是好友，他习惯了让我陪在身旁。行吧，还未问过宗师贵姓？免贵姓沈。行走在外，通常都要用个化名，但也有例外，那就是本名根本就没人知道。沈怡就是这种情况，知道他名字的，无论是玄光洞还是千妖窟，压根就没有活口。再加上修行至今不过1年多的时间。沈宗师，这边请。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哪里不对劲？我们以散修的身份过来，郑家要是有招揽的意思，怎么可能连我们从哪里来都毫不关心，就直接放我们进来了？那我们还进来？谁知道他看着就沉默寡言，呆头呆脑的，估计就是个初出茅庐的青瓜蛋子，气还傲气得很。其实沈大哥的脾气已经很好了。什么意思？你连传音石也给他了？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沈怡已经跟着守门人踏入了一方偏殿，只见殿中仅坐了3人，发现有人进来，甚至没有起身相迎的意思。其中最年长者身穿一件墨绿大褂，枯瘦脖颈上带着淡淡黑斑，两手藏于宽袖之中，看上去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这位是我郑家的二叔祖，乃是家主的胞弟，这是沈宗师，从外面来的，请坐。一个极进，2个上进。这位是沈某的妻儿，莫名其妙变成了沈大哥的儿子。令郎天资不错，模样也是俊秀，虎父无犬子，还行。虽修为不错，却没什么见识，井底之蛙。奉茶。好香的灵茶，可有个名字？都是山庄里种的野茶，倒是没取过什么名字，诸位喜欢就好。说罢，他径直绕开话题，开始和沈怡攀谈起来，天南海北，各种趣论。沈怡沉默坐着，大部分都接不上话。我收回刚才那句话，他演得好像先前沈大哥让我整理储物袋的时候那种目光，现在这样可能不是演的。沈道友出来不久，不如就在我郑家先住下。我这山庄虽算不得豪奢，但也别有一番野趣，不必拘礼。有劳了。金宝文还想趁机再和郑家攀攀关系，刚刚弯腰，便被2个郑家弟子拖了出去。来到屋内，只剩下3人，他们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只见几张桌子上的茶水几乎都被饮尽，唯有沈怡面前那杯却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动过。没见识又胆小，莫非还以为我等在茶里下毒不成？不愧是散修。郑家二叔祖缓缓起身，走到那桌子面前。他掀起宽袍，露出的手掌却是怪异而狰狞，通体由粗糙的树根纠结而成，勉强形成五指的模样，其中还缺了一节。他挥掌拂过茶杯，只见茶水中有光点渗出，在他掌间汇聚，化作枯木，将缺的那一节指尖补上。你们却是走了眼，他看似一家之主，实则却是空有皮囊，五脏不全，至多中境混元。他那位娇滴滴的发妻才是真正的高手，恐怕不输老夫。只要那女人饮了茶，足够了，一般的毒都对道英无用。这茶里不仅没有毒，还放了天地之宝，是真正的可以直通化神的宝物。这条化神的路，不仅我在走，而且是整个郑家的人一起走，举足飞升。算这散修运气好，来得凑巧，这才有资格和我们一起上路。看好他们。诸位有什么需要的，请尽管吩咐。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对我们的态度变热情了一些？那茶你一口没喝，真是有些可惜了。没什么好可惜的，我可以在青州随口饮下志同送来的浑浊井水，但绝对不可能碰一下修士无故奉上的宝药，哪怕真是好东西。这次是为了灵根而来，所谓灵根，无非就是连接道音与天地的介质。岁木能不能成为灵根，这是未知数。如果它真的被养成乌煞之物，肯定是不会缺灵性的，就是品质不太好说。无论如何，这般稀罕的玩意儿也值得过来走一趟。沈怡略微挥手，金宝文便过来，然后沈怡将那荆棘手串收回。一次性说完吧。山庄东边有座竹楼，那里看管的极其森严。我不确定岁木是不是在那儿，但里面一定藏了不愿让旁人知道的东西。一旦那里被旁人侵入，郑家肯定会戒备起来。到时候看他们守在何处，其中必然就有岁木的消息。别说这老小子修为不高，但是出卖起郑家来，脑子还真挺好用。前辈，若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你真是来抢东西的吗？随便看看。傻子才信你，说好的只是来看看岁木呢？这侄女狠起来连姑姑都骗是吧？别的不说，那护山法阵就够我喝一壶的。沈大哥，
我去看看他们的阵法。这哪里是我在帮沈大哥，这分明是沈大哥在帮许家出气。小心点，在外人面前记得改个称呼。知道了，爹爹。行，我算是怕你们了。你骑我，他才像是大势力出来的，还不是一般的大势力，非得是仙门和大钱才能培养出这样傲气的天骄。青花，抓紧时间。遵命，国主。这都已经混进来了，现在就等金身归来。郑家的人除了送来饭食以外，还送来3人份的清茶。过一段时间后，再派人过来收回，但这一次就只剩下了徐婉运会去碰那灵茶。已经尝过一次，并记录下来了。沈大哥不碰，我干脆也不去乱动。可是饭菜不合宗师胃口吗？我修辟谷之法，不喜肉食谷物。原来如此。沈大哥，我已经摸清了他们布置法阵的规律，只要不是他们主动控制法阵，我们可以在这山庄内随意走动。准备一下。沈怡朝他伸出手，阿青极其懂事地取出几个阵盘，开始摆弄起来。很快，两人身上的气息变得彻底遮掩，就连身形都变得恍惚不定。不是我呢，姑姑也要去吗？说罢，他掐动法诀，将对方也放了进来。一个混元中境加一个爆丹境，就敢在郑家到处乱窜，竟然完全没把我算进去。这叫手背森严吗？沈怡金刀神通施展开来，很快便锁定了3个位置，皆是有高手看守。下一刻，他施展出许久未曾动用的逍遥乘风诀，以刁钻的角度径直绕过了3人。没人。明白，里面无人看守，那大概率就是阵法了。阿青稍微逡巡一圈，撅在地上开始摸索起来。很快，有淡淡的光华在他指尖绽放。他一边破解着阵法，另一只手还在摆弄阵盘，完美的掩盖气息。大约1炷香时间后，阿青扯住沈怡的袖口，顺便看了眼好不容易潜入进来的姑姑，又攥住对方手腕。3人齐齐消失在了原地。光华流动间，一方逼仄的屋子在面前铺开，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柄挂在墙上的玄剑，剑身修长，蕴着无边森寒。这是梧桐山的铸器工艺。沈怡朝前方走去，在那柄修长玄剑的旁边摆放着一枚玉剑，他伸手将其取在掌心，闭眸以神念灌入进去。片刻后，面板上多出一行字迹：化神针，神霄真雷剑法，未入门。沈怡睁开眼，将玉简递给了阿青。阿青好奇地灌入神念，随即脸色一变再变，仿佛握着块滚烫烙铁，下意识将玉简抛了起来。什么意思？聂君居然无意中观看了梧桐山的至真功法，也不知道现在扣眼珠子还来不来得及。玄剑真人死在郑家了吗？不对啊，这柄剑又细又窄，跟书中记载的不一样啊，看上去更像是给姑娘准备的。姑娘或许是他的弟子。通常来说，梧桐山根本不收徒弟，记名弟子不属于梧桐山，更不可能拿着梧桐山的功法到处跑，恐怕也只有聂君才会将这般针法直接交给弟子。毕竟只要不是德乐失心疯，谁会去抢他徒弟的东西？郑家吃饱了撑的。这柄剑加上郑子生身上的那尊巨灵炉，还有在大前的时候，聂君正是因为弟子死了，才一路追杀化血妖皇。合着那头妖皇是被冤枉的，估计连聂君都没往这方面考虑过。弟子死在了此地，然后被嫁祸给化血妖皇，让那头老牛无暇去管家中妻儿，给了我喘息的机会。就凭郑家目前展露出的底蕴，他们是怎么悄无声息斩杀掉对方的？能把责任甩到千妖窟身上，说明那弟子连消息都传不出去。先回去。好。阿青赶忙掐动法诀，再次启动阵法，在沈怡的带领下，迅速撤离竹楼，回到了院落。势不可为，走。把阵法图记下来给我。你不走。虽然我也很希望有人能让玄光洞吃瘪，但这次实在太危险了。修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错过了这次机会，只要缘分到了，未必不能遇到下一个机会。要成为化神中的佼佼者，再加上时间紧凑，把希望放在虚无缥缈的缘分上，未免太过自欺欺人。抓住每一个机会，才有守住自己基本盘的可能。
请吧。我可不走。哼，抄你的阵法图去。我不会离开太远。若你想走，或者遇到什么事情，我会在外面接应你。多谢。我跟你出来可不是为了在这里关禁闭的，你自己待着吧。徐婉韵脸色愠怒，扯着阿庆踩上木舟，便是掠过边境。这般动静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很快便有郑家长辈落至远观。沈道友，这是怎么了？了解，尊夫人不晓得这外面凶险，有此举动，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沈道友放心，我等会帮你劝劝他。夫人息怒，有话好说。我要是不好好说呢？我夫妻俩的事情，轮得到你们来管？让开！我等并没有多管闲事的意思，只不过不愿看二位因为我郑家产生什么间隙。您若是一定要离开，我等也不阻拦，只是希望夫人能冷静一下。话音落下，徐婉韵已是径直驾舟朝前方掠去。就在他掐动法诀的瞬间，阿锦忽然有些疑惑的侧眸看去，只见姑姑动作为止，像是突然想通了什么。哼，夫人想通了就好。姑姑的神态毫无异样，反应也挑不出什么问题。若她和沈大哥真是夫妻，便像极了一时气上心头的小媳妇。问题是，这夫妻是假的呀。在三人的陪同下，徐婉韵牵着心神不宁的阿青走回院落。与此同时，几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也是从远处缓步踱了过来，为首者正是前几日那位郑家二叔祖。沈道友莫怪，定是我郑家招待不周，这才惹怒了沈夫人。来人，备宴，让老夫聊表歉意。除了这位二叔祖以外，借着送徐婉韵回来的由头，院外还聚集了7、8道身影，浑身隐隐溢散出的气息皆是不凡。沈怡沉默看向不远处的夫人，神情愈发平静。徐婉韵秀眉微蹙，眸中终于恢复了神光，随即略带几分茫然地朝四周看去。随着逐渐清醒过来，那双漆黑眼眸中一缕杀意缓缓升腾。身为极境混元宗师，居然被暗算了。徐婉韵一言不发地回到沈怡身旁坐下，角度恰到好处地各自守住了一边。很快便有郑家弟子端着早已备好的佳肴走来。老夫戒酒多年，今日便以茶代酒，向沈道友赔罪。沈道友，这是何意？老夫连这点薄面也没有。刚才的不对劲，竟是来自这灵茶。面前只有一个极境，旁边那些虽是混元，但修为并不算太高，至少还没超出郑家表面上应有的底蕴。若只是自己要突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要护住阿青和这青年，那就有些勉强了。薄面。见沈怡拿起茶杯，郑家众人脸上多出淡淡的笑意。就凭刚才的试探，那女人已经废了一半，只剩区一个中境混元，也就不用再费力伪装什么，对方只能在喝茶和陨落之间选上一个。这时，碧绿的茶水在空中洒开，瓷杯咔嚓一声，在二叔祖笑容还未褪去的老脸上炸开。仅是刹那之间，墨山青年仿佛变了一个人，浑身气质与先前的沉默温和截然不同，浓郁的煞气瞬间笼罩了整个院落。对方轻描淡写的一脚，竟是彻底毁去了我用以伪装的肉身。这是什么怪物？在得到了岁木的加持后，我们的力道早已远超同境，却被这姓沈的一脚踹醒，这是中境混元该有的实力。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混元境修士能在肉身强悍程度超过拥有岁木加持的我？
好久没有体验过刺激的交手了。听着天空中传来的惨嚎，其余郑家高手皆是脸色骤变，只有郑家人才知道那个青年此刻表现出来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下一刻，他们齐齐把目光投向了面前的女人。不是，这群人竟是把我当成了软柿子，一堆至高不过上境，大部分都是中境和初境的混元宗师，居然敢把主意打到我这个极境混元身上。布阵，护好自己。区区一个出境会员，竟然能跟我过上2招，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而且这藤木之躯如此强悍，那沈怡是怎么做到压着老人打的？好啊，意外收获。这难不成是徐家人？正是你姑奶奶。明明已经刻意稳固了心神，甚至还用了护魂法阵，竟然都防不住郑家的暗算。这些人居然拥有伤到我的实力吗？还疑惑起来了。你怎么办到的？以身饲妖。如果没猜错的话，只要服下那灵茶，就会被所谓的岁木所操控，化作这种不人不妖的东西。刚才他袭来的那一剑，已经完全有了威胁到我的能力，只不过是因为心神恍惚，漏洞百出罢了。姑姑，你刚刚对沈大哥出手了，所以感情刚才那一下不是郑家人做的。冷静。寒甲阵、回灵阵、御风阵，你自己看着用。这是百鬼定神大阵，沈大哥，姑姑不会影响到你的。姑姑居然这般干脆利落，看得出来，姑姑已经认清了和沈大哥之间的差距。别说他，沈大哥每次动手，就连我都看着有些害怕。这姑侄两人是默认了我会杀进去吗？先前突然的暴起动手，只是因为发现了内茶汤有鬼，并不代表我自信到了觉得可以凭一己之力扫清整个郑家。直到目前为止，郑家还没有启动护山大阵，如今这般架势，说明以我刚才表现出来的实力，仍旧没有真正威胁到郑家。如果他们全力启动此阵，大约是什么样的效果？就算是化神初期修士，只针对他一人的话，至少可困其10日。若是在对方丝毫不了解阵法的情况下，甚至有伤到他的可能。当然，阵法只是死物，修士只要退出山庄即可摆脱。只见整个山庄安静无比，郑家族人似乎都在一瞬间消失不见，毫无设防，像是在告知3人去留随意。我懂了，护山大阵一旦开启，那就代表遇到了灭门之灾，再加上那浩荡的声势，肯定会被外人察觉。毕竟郑家背靠玄光洞，又不是软柿子。待此事结束以后，按照常理，他们势必会声讨来犯之敌，不可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否则就有些心虚的味道。他们这是不想让其他势力注意到这里。可是我们已经看见了这群人的变化，难道郑家敢放我们离去？离去。沈怡略微朝周围扫了一眼，在金雕神通的加持下，看到了周围死一般的安静，仿佛所有东西都被定格，却让人莫名感觉到莫大的杀机，好似有毒蛇蛰伏，等待时机给出致命一击。这青山之间到底藏着多么庞大的一头怪物？再快些！回禀我主，1个时辰。果然，四周看似无人，实际上一直都被盯着。这岁木竟然还能看出我依仗的乃是金雕双眸，一上来便想废了这对眼睛。
这也太恐怖了！光是藤条就能遍布整座山庄的大妖固然可怕，但凭着肉身强行和这般大妖角力，然后还赢了对方的神医，实在很难分辨他到底是修士还是妖魔。还有一个问题，郑家是不想闹出太大动静，才迟迟没有启动法阵，但就让沈怡这般打下去，声势也不比护山法阵差多少。接下来，要么是开法阵通知玄光洞支援，要么就是还有别的后手。为何不肯上通天路？郑家的家主，这突然掠出来的老怪物，简直浑身都透着诡异。他所展露出来的气息，分明还是极尽混元的层次，但连接在他身上的那些树土，好似和整座山脉融为一体，让其以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方式踏入了更高的层次。怎么会有这样的化神境？上来！为何不肯上？我居然感受到了第二种属于化神境的气息。不好，他掐动了法诀。居然是百鸟朝凤图！来，我这也有通天路。他这眼神分明是要吃了我。这般大凶大恶之物，倒也少见。我吃。这般好不容易诞生了灵智之物，可别给这灵性吓没了。下一刻，妖魔兽元径直灌入吞天丹室之中，开始强行让岁木接受沈怡的气息。随着妖魔兽元的疯狂流逝，岁木的意识逐渐变得恍惚起来。视线中的最后一幕，便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融入了对方的身躯。第306年，不愧是有灵性的天才地宝，你沟通起来远比先前那块石头要容易得多。这吞吃了诸多生灵的岁木早已星煞无比，却仍旧拒你极深，很快便放弃了抵抗。不知道岁木算不算灵根，先炼化了再说。气海之中，吞天妖鹰贪婪地抱住岁木，身上灼热的气息将其烫得滋哇乱叫。吵死了！整个过程要比上次艰难一些，毕竟先前炼化真阳麒麟石的时候，道鹰和灵根皆为星煞之物，但现在除了煞气之外，麒麟石和岁木有些冲突。只要妖魔兽元够多，一定能想出办法，否则上哪找那么多带煞的火属性灵根？第1700年，你平静地炼化着岁木，反正受折磨的也不是自己，你的情绪十分稳定，居然能坚持这么多年，嗓子不哑。又是耗去2000多年的妖魔兽元，惨嚎声终于消失不见。在道鹰之中，一节有黑雾流动的翠绿灵芝安静躺在里面。相较于炼化真阳麒麟石的痛苦，这次更像是一次享受，如沐春风，通体舒畅。第3900年，你成功将被污浊的岁木炼化成了极其特殊的灵根，给予其甘味，你获得了岁木延寿天赋化神。岁木延寿，在岁木的蕴养下，你的寿元延长了3000年，剩余自身寿元5975年。这居然并非妖魔寿元，而是我的。炼化灵根居然还带反哺的。沈怡闭上眼仔细感受了一下，以岁木为道鹰之干，连接真阳麒麟石，以木生火，生生不息，仿佛整座山脉内的一草一木都在与我共鸣。这岁木也不是绝品灵根，被赋予了特殊之名，就连我这般独天得厚的条件，用的是旁人无法使用的煞气灵根，都寻不到真正的绝品。禀告我主，是不是该走了？青花先前匆忙赶路，
引起了不少修士的注意，且护宗大阵已开启，玄光洞的人应该很快就会赶来。带上他俩来竹楼。在沈怡的眼神示意下，阿青很快稳住慌乱的心神，再次打开了先前的阵法。沈怡回到逼仄屋内，顺手取走了那柄玄剑和玉剑。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没什么大用，毕竟功法已经记在了面板上，但留给玄光洞肯定是不可能的。我算是把他们得罪死了，无论拿不拿，都会被一路追查。拿走之后，至少也能让他们提心吊胆，不敢过于声张。这姑侄俩是许家后代，化神金身的事情倒也不必再瞒着他们，但金身乃是我兼修而出的事情，则是轻易不能暴露。毕竟金身法相最大的劣势便是遮掩不了气息，一尊悄无声息出现的化神高手，明显能派上更大的用场。又走了。我突然感觉到了郑家下的阴招，那是一枚被黑雾包裹的种子，能感应到此物的时候，恰巧是沈怡靠过来的时候，那抹紧密的气息联系竟然落在了他身上。沈道兄，你乃是正人君子，应该不会想要借着那物对我。你倒是想得挺美。这两人算是运气好的，郑家所有族人都是被岁木吃干抹净，看似还存有意识，实际上早就沦为傀儡。岁木被我炼化成功的瞬间，也就代表着郑家的尽数消亡。就这姑侄俩，还是我刻意留下的。至于借着岁木之力，接着控制这两女，一对离家出走的叛逆姑侄，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有个屁的价值！换成许家的家主还差不多，但若是能请许家出山，替大前九州修筑足够多的法阵，那就能缓解极大的压力了。道兄真的把岁木控制住了？被污浊的岁木对于旁人来说毫无作用，道兄要是能将其炼化为灵根，也算是天大的机缘了。哪怕比不上绝品灵根，但也非寻常之物。光凭这节岁木，道兄的修行之路就绝不会止步于化神前期。止步？似姑姑这般，3种中品灵根外加2种上品灵根凑成的道阴五脏，即便突破化神，最多也就只是化神中期，便会前路断绝。沈大哥认识化神金身前辈，应该知道，哪怕是大前这般主修阴神的顶尖势力，大部分金身法也只能做到3丈体型，相当于化神前期。想要触及更高境界，就得像聂军前辈那般。梧桐山当初可是替他寻了3种绝品雷灵根，才有了如今的玄剑真人。曾经梧桐山的老祖那位反虚大能曾说过一句话，所谓修行，其中道理尽在一字之间。骗，欲以凡人之躯长天地之力，最要紧的事情就是骗过这片天地。无论是用气息精华凝聚道阴，还是以各种灵根凑齐五脏，都是为了让自己在天地的眼中更像是天生地长之灵物，让他觉得我们是自己人。灵根的品质代表了往后与天地之间的亲和力。那些终生困于化神初期的修士，哪怕神魂再强大，受限于灵根，至多不过调动100里范围内的天地气息。任你功法精妙，控制气息的本事再强悍，气息的数量不够，终究只是镜花水月，一触就碎。先前看似我随意一掌便重创了那腐朽老人，实际上却是连吞了数枚妖王内丹。否则光是半世离火焚心掌就足以抽空我的道阴。无论积攒了多少底蕴，总有用完的那一天。唯有踏足化神境界，从此消耗的便是这片天地。聂军能调动多少天地气息？这种东西书上又不会写，我怎么会知道？4、5千里，或者8、9千里也说不准。其实天地气息这种东西，太多也没什么用。毕竟即使有用之不竭的数量，也需要你想办法将其花出去。若是功法不精，手段太浅，那也是没用的。这女人分明修为不差，为什么总是让人感觉不那么靠谱？玄剑真人空有调动浩瀚气息的本事，却没有能驾驭这些气息的功法吗？那倒不是，他的神霄真雷剑真至造化之境，再多气息也能消耗掉。姑姑，我的意思是，我们没必要去跟这种怪胎比啊，除了自毁道心，还有什么作用？那位郑家的家主修为绝不会弱于我，更是有岁木相连，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补充，甚至能爆发出暂时的跃进之力。可他差点被沈怡一掌灭杀，他到底是什么人？还有那金身臂上盘龙，
又携着凶煞之气，与大前曾经的那群金身修士完全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光这一点就可以将武庙排除在外。但凝聚金身需要香火愿力，又注定不可能是什么隐世家族，简直怪了。对了，像这种带煞气的绝品灵根，你们有没有消息？没有。有，你疯了，沈大哥，我确实知道一件这样的绝品灵根，但那是我家里人赖以生存之物，以此灵根为阵眼，隐世而居，所以我不能告诉你。我知道弱肉强食的道理，哪里是你不想说就能不说的？我明白。不过你要是能护住我的家里人，说服他们，我暂时没有这个能力。庇佑许家，那就等于和玄光洞正面翻脸。想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整个大前齐心协力，以12尊化神遗骸，再加上武庙老祖一起做出震慑，才有可能勉强达成。我就知道沈大哥早就看出来了，化神修士就有能力庇佑一国不受侵害，更何况区区一个家族，沈大哥有化神金身前辈相护，却连问都没问一句就直接否决，说明他已经知道了想要害我们的势力是何等身份。你们修士之间打交道怎能如此实诚，还有平和？不过我可以试试，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那我要一直跟着你。什么意思？我成外人了？你那是什么眼神？为什么一副觉得我很没用的样子？拜托，他是爆丹，我才是极境混元。哦，相较于一个比较菜的打手，我更需要一本百科全书。姑姑，难道你真的希望一辈子藏起来？我们根本就没有做错事，背信弃义的是玄光洞，为何我们要像犯人似的受尽囚禁之苦？不就是因为实力不足吗？哪怕不报仇，就是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呢。沈道兄，其实如果你想寻找煞气灵根，为什么不去千妖窟看看？那些妖魔最爱守护天材地宝，等其成熟时再一口吞下，他们生活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凶煞难挡。玩儿这么大吗？你有门路吗？当然，